看，那儿有个算命的。这年头还有人信这个？一看就是骗子。在民政局门口算姻缘，这不砸场子吗？真有才！给我算算，我和他这婚能结吗？姑娘，我看你夫妻宫晦暗，恐怕这段姻缘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美满。喂，你怎么说话呢？大喜的日子，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好听的是假话，你想听吗？那你说说，怎么个不美满法？你的鼻子山根挺拔，鼻头有肉，本是旺夫益子的好面相，但此刻你的鼻尖位置色泽暗沉，此为财帛宫蒙尘，意味着你所托付之人财运已成败相，外强中干，债台高筑，资金周转困难已解决。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好心照顾你生意，你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咒我们。这位先生，我看你印堂，也就是两眉之间黑气弥漫，有下压之势，此乃官非临门之兆，轻则口舌官司，重则牢狱之灾。再看你的迁移宫，这里代表外出贸易，此处有一道竖纹，深陷其中，相法里称为一马受斩，说明你最近有一笔至关重要的远途生意，但最终的结果恐怕是竹篮打水，甚至会因此惹上麻烦。相由心生，气由事发，你面相上所有的败相，都源于一件你以为天衣无缝，却早已在你脸上留下痕迹的事。我只能说，欺诈二字已经刻在你的脸上了。至于你骗了谁，骗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种面相一旦被激发，牢饭是吃定了。他说的是真的。别听他胡说，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有数。姑娘，卦算完了，这婚结不结，你自己决定。丁，有效算卦次数13。这哪里是算命，这是当面揭人老底呀！大师，给我算算。大师，这是1万，您给看看，我这姻缘怎么样？先生，你的面相有些奇怪啊？怎么个奇怪法？你的子女宫饱满光洁，气色红润，说明你子女缘深厚，儿女也孝顺。大师您可真神了，我那儿子上个月刚给我换了辆新车，是挺孝顺。你的子女宫虽好，可你整个人的气色却与子女宫的气色不合，像一块好田，种的却是别人家的庄稼。大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是生意人，是，做了点小买卖。那你平常也看人，有没有想过，你和你爱人都是方脸盘、宽下颚，你儿子怎么生了张瓜子脸，眉清目秀的？相法有云，血脉传承，其相必效，骨骼轮廓是根基，最难改。你儿子的眉骨高低，下颚宽窄，跟你和你爱人没有一处像的，这种根源不合的面相，不寻常。不像，确实不像。大师，轮到我们了！你得看看我和老张，我们这婚结的到底好不好？图个吉利。大师，女士，你颧骨高耸，鼻梁起结，嘴唇削薄，是寡情刻薄相。你眼白多于眼黑，是为3白眼。相书有云，3白眼，心不善。你求的不是姻缘，是这位大爷的家产吧？你血口喷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老张，你快跟大师说啊！大爷，你的田宅宫宽阔饱满，家境不错，至少有套房子。但现在你的田宅宫上笼罩着一层青黑之气，这是鸠占鹊巢的凶兆。有人在涂抹你的房子，他哄你假结婚，帮你套贷给你儿子买花房，只要房产证换了他的名字，你第2天就得滚蛋。你当他是救星，他是来啃你骨头的。我没有。你左眉里有颗痣，叫眉里藏珠，本主富贵，但你的痣色泽发乌，形态不佳，是尖角蜘蛛。这种志向的人专骗别人的信任，用这招骗老人棺材本，你不是第一次干了吧？谢谢大师。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5%，剩余寿命增加3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100万。1分钟都不行，赶紧走，别让我叫人。我不走。小张，怎么回事？赵队，这儿有个摆摊算命的，赶不走，还写着专算凶案，这不是捣乱吗？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找错地方了。妨碍公务，我可以拘你。我有线索。什么线索？还没算，不知道。
拿警察开涮，赶紧滚！警察同志，有消息了吗？我女儿找到了吗？李太太，你先起来，我们正在排查监控，2队的人都在外面跑，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48小时了，你们说黄金时间是48小时，现在时间都要过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求求你们，救救米米，她才7岁。想找人，抽张牌。闭嘴！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你能算出我女儿在哪儿？老李，那就是个骗子！别管我，你们找不到还不让我试吗？多少钱？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不收钱，左手切牌，抽一张。宝剑3级逆位，痛苦正在消退，或是某种被压抑的自呼救，非死亡征兆。环境特征解析中，潮湿、金属撞击声、挥发性化学气味。人还活着。在哪儿？在哪儿？在这个城市的北边，靠近水的地方，周围很空旷，听得见钟声。而且带走他的人，你们认识，身上有很重的油漆味，不是刚沾上的，是常年浸在里面的味道。想一想，谁符合？老刘，那个装修工头之前因为工钱吵过架，他还说过狠话。前天他来家里拿工具，身上就是那股味道。查那个装修工刘建民，现在马上定位他的位置。上车！还有2个。人抓到了，就在你说的地方。那是你的功劳，我只是个算命的。少扯淡！你知道那是绑架案，知情不报或者通过什么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也是犯罪。我没有知情不报，他们一来我就说了。赵队，河道碎尸案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不是男人。你又知道？是吗？那是具女尸，你们方向错了，当然查不到。这位先生，这是科学鉴定，死者第3腰椎横径和骨盆残片的夹角都符合男性特征。坐下，抽张牌，我告诉你为什么。行啊，我也想知道玄学能不能打败解剖学。生肌里希，长期摄入外源性雄性激素，骨骼2次发育，生殖系统萎缩。他是个运动员，练投掷类项目的。还有，女皇代表母亲，她死前刚流产，或者是刚刚分娩。不可能，子宫已经缺失了，你怎么看出来的？耻骨联合面，去查耻骨联合面背侧，如果有陈旧性凹陷，那是分娩伤；如果有新鲜的撕裂痕迹，那是流产。要是错了，你今晚别想走。赵队，最后一卦送你了，算算你心里那个结。我没结。每个人都有。赵队，是对的，耻骨联合面有损伤痕迹，切片检测出速期残留。真的是女的？是女的，我也查了体校的失踪记录，有一个铅球运动员失踪3个月了。赵队，方向对了。
有5分钟，来吗？救人！救人！救人！别去左边！校长，回来！你怎么知道？我说了，小心左腿。还有1分钟，赵队。赵队，3年前那个缉毒案，你的线人死了。你想说什么？那个泄密的人，那个开枪的人，就在这栋楼里，而且就在你身边。他的枪里到现在还少着那1发子弹。下班了，赵队。那个谁，干什么的？摆摊。这里是私立学校门口，禁止摆摊儿，赶紧走，不然我们要采取措施了。这里是市政规划的人行道，学校红线在那个台阶上面，我没过线。那也不行，你这影响市容。这是公共区域，我没占盲道，没堵消防通道。你要是动手，我就投诉你暴力执法，顺便发个短视频。队长，那你离远点儿，别挡着家长接孩子。我也不是为难你，反正也是当斩车，有个起码的样子就行。是他吧？谁啊？张太，你认识？你看这个视频，像不像那个说中假结婚骗局的大师？妈妈，我饿了，我要吃炸鸡。大师，您这是给孩子看？看天赋，看前程，1次1000，或者是随便给。这么便宜，1节马术课都要3000起步。那您给看看我家浩浩，我就想知道他这以后是上哈佛的料还是耶鲁的料。我们家已经在准备常青征的基金了。我不看，我要吃肉。哈佛和耶鲁这辈子是没什么指望了，哪怕是现在最后没什么，哪怕是花钱赞助进去，他也毕不了业。大师，您这话未免太绝对了吧？我们浩浩虽然贪吃点，但很聪明的。钢琴老师都说他手大有力气。夫人，您想听真话？当然。哈佛去不了，不过新东方烹饪学校，他绝对是状元苗子。你胡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家1年花多少钱培养他吗？钢琴课、马术课、高尔夫，光是请私教1年就200万。你居然说他是个厨子，骗子！果然是骗子！保安死哪儿去了？夫人，钱花多少和天赋在哪儿是两码事。令郎的手腕骨骼虽然被脂肪包裹，但如果仔细摸，你会发现他的腕骨比常人宽大，且桡骨尖突位置非常灵活，这在骨相上叫翻云覆雨手。听着还挺厉害。这很厉害。这是天生的颠勺圣柄，而且他的手指指节粗短，掌心厚实，不怕烫，控温精准。最重要的是，你钢琴弹得开心吗？不开心，钢琴难听死了，老师那个节拍器哒哒哒的烦死了。浩浩，乱说什么？昨天你不还给姥姥弹小星星了吗？那是为了骗姥姥给买汉堡。那你喜欢干什么？我喜欢玩泥巴，把泥巴捏成丸子，圆圆的。还有妈妈，你做的饭太难吃了，真的，只有咸味，还是张阿姨做的红烧肉好吃。我知道秘诀，张阿姨上次做的时候我偷偷看见了，她往锅里放了这么大一块黄色的石头糖，还倒了黑黑的水，最后还要盖上盖子焖很久。夫人，令郎的味蕾敏感度是常人的10倍，他对味道的解析能力是天赐的。您非要让他去敲黑白键，是在扼杀一个未来的米其林3星主厨。算你狠！真的想学做饭？我想学做大鸡腿，回去给你报个少儿烘焙班试试。
男人用力拨开人群，站到我龛前。大师，刚才那个不算本事，那胖孩子一看就是贪吃相，蒙也能蒙对。我抬起头。你想算什么？我不用算。他把身后的女孩拉到前面，下巴微抬。我是来让你开开眼的。这是我女儿林小曼，全校公认的天才少女。3岁背完唐诗300首，5岁心算3位数乘除，现在自学微积分。周围一阵低呼，这就是林小曼，神童啊！上次奥数比赛第1名吧？肯定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男人听着议论，挺了挺胸膛。大师，您给摸摸骨，看看他是爱因斯坦转世，还是居里夫人重生？我没接话，看向那个5、6岁的女孩，她脸上没有孩童的活泼，一片空白，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姿势标准得像机器人。我伸手盖在她后脑勺上，系统视野中没有天赋的金光，大脑皮层呈现灰白色，过度使用后的枯竭，眉心处盘踞着一团浓黑雾气，骨骼发育迟缓，营养不良，压力过载，心理状态极度恐惧，讨好型人格，解离性障碍前兆，天赋判定伪装 S 级，机械记忆 A 级，怎么摸不出来？男人冷笑，是不是没见过这种极品骨相？我慢慢收回手，女孩察觉到我在看她，嘴角牵动，露出一个练习过无数次的乖巧微笑。她不是天才，我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她是个影后。男人脸涨红，你胡说什么？影后？你说一个5岁的孩子是演戏的？小曼背给他听，滕王阁序，就像按下开关，女孩嘴唇快速开合，艰涩的古文匀速流出，眼神没有焦点。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一诊，地接横庐，周围家长惊叹，天呐，全篇背诵，太厉害了！男人挺直腰杆，听到了吗？这就是你说的影后。我伸出一根手指点在她眉心，停。女孩晃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迷茫，她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她只是把这些声音刻在脑子里，像录音机一样。那又怎么样？能记住就是本事，是本事，但代价呢？我指了指女孩的手，食指和大拇指指甲光秃秃的，边缘皮肉翻起，带着血丝，这是焦虑。男人脸色一变，想把女儿的手藏起来，还有她的枕骨。后脑平整，眉骨压眼。讲法上说，这种骨相的孩子敏感多疑，极度渴望认可。我蹲下身，视线与他平齐。小朋友，你刚才看你爸爸的时候，我没在你眼睛里看到爱，我只看到了恐惧。你怕背错一个字，今晚就不能睡觉；你怕算错一道题，就会被关进那个没有窗户的书房。女孩的身体颤抖起来，脸上的微笑开始扭曲。男人慌了，你闭嘴，你这是在诱导孩子，我要报警抓你。他伸手去拉女儿，小曼，我们走。啊！一声尖叫撕裂空气，女孩甩开父亲的手，双手抱头蜷缩成一团，一边哭一边还在背那篇古文。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我不背了，爸爸别打我！呜呜，层峦耸翠，周围的家长们连连后退，有的孩子直接被吓哭了。男人愣在原地，脸色煞白。我没打。女孩的崩溃是真实的。那深入骨髓的恐惧也是真实的，他不是在表演天才，是在表演生存。为了不让父亲失望，为了不被惩罚，他逼着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我站起身，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吧，现在还来得及，再晚2年，等那根弦彻底崩断，就是高智商反社会人格，到时候他毁掉的不仅是他自己，可能还有你。男人颤抖着蹲下身，第一次没有命令，而是笨拙地抱住了女儿。不背了，爸爸错了。他抱起还在抽搐的孩子，忘了拿书包，踉跄冲向路边的奥迪车，逃命似的开走了。叮，有效算卦次数2/3，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看着坐在小马扎上的我。片刻后，人群骚动起来。大师，看看我儿子，我出10万，给我个号。别急，我是天盛集团的副总。豪车堵塞了交通，身价亿万的老板们像菜市场大妈一样推搡着。我皱了皱眉，拿起手机看了一眼，16、55，还剩5分钟。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压过嘈杂，那不是跑车的轰鸣，而是大排量行政轿车特有的沉稳声浪。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路边的车流自动分开一条道。一辆加长黑色林肯缓缓驶来，停在路边。司机戴着白手套，拉开后座车门，一只穿着黑色布鞋的脚踩在地上，一根龙头拐杖堵得拄在地上。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走了下来，穿着灰色对襟唐装，没戴任何首饰，手腕上只有一串沉香佛珠。在场的富豪阔太全部噤声，几个刚才还嚷嚷着自己是某某集团副总的男人立刻低下头。那是本市商业帝国的缔造者沈家老太太，她拄着拐杖走向我的小摊，人群自动向两边退去。我停下收拾东西的动作，看着她。在我的视野里，老人头顶气运正盛，金光一片，但底下透着一股灰败的死气。老太太走到我面前站定，平静地打量着我。小伙子，还剩一卦，剩一卦。您想算什么？算能不能接班。老太太拐杖往地上一顿，看看这块料能不能守住沈家的江山。她腿边的小男孩穿着定制小西装，领结歪着，正要把手只伸进鼻孔，被一巴掌拍在手背上，但他根本不在意，眼珠子盯着我摊位旁的一只蚂蚁。这就是沈家的独苗，沈小少爷。怎么收费？随便给，让他坐下。老太太推了一把孙子，小男孩不情愿地挪过来，一屁股坐在掉漆的小马扎上，扭了2下，似乎嫌硬。我伸出手，得摸骨。老太太身后的保镖立刻往前一步，手伸向怀里。老太太抬手止住，让他摸。我的手掌覆盖在小男孩头顶，触感温热，发质细软。几行红字浮现在眼前：骨相扫描，顶骨平阔无棱，缺威权之势；枕骨连山未成，难成祖业。财帛宫鼻孔外露，鼻翼薄削，典型的漏斗煞。手相指缝宽大，掌心平薄，无聚宝盆结构。一马星高龙，主漂泊，远行。命格判定散财童子 S 级，顶级探险家 A 级，家族败家子 SS 级。我的手停留了3秒，顺着脊椎摸了一把，脊椎灵动，这孩子却坐没坐相。我收回手，从兜里掏出湿纸巾擦了擦。老夫人，这孩子接不了班。周围几个偷听的家长
停下交谈。保镖绷紧身体，下颌线收紧。老太太握着拐杖的手指更紧了些，指节发白。理由，您可以看看令孙的手，指长掌薄，并拢时指缝能色镜映纸片，天生的漏财手，水过不留痕，经过不留声。还有他的一马星，骨骼高高隆起，色泽发亮，说明他骨子里压不住，在这个城市待不住，在办公室里更待不住。您要是强行把100亿家产交到他手里，逼他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签文件，我停顿了一下，看着正在用皮鞋尖踩蚂蚁的小男孩，不出10年，他能把沈氏集团卖了，去换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或者为了去南极看一眼企鹅，就把子公司抵押了。老太太脸色发青。你的意思是我沈家唯一的孙子是个败家子？那几个保镖再上前一步，影子彻底盖住了我的小摊。我坐在马扎上，姿势没变。败家是相对的，在商界他是败家子，但在别的领域是天才。他天生对新奇事物敏感，对未知充满好奇。如果您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让他去花反而是积德。他会成为顶级的探险家或慈善家，他散出去的财会换来名声和阅历。但您非要他赚钱，他只会把您的棺材本都赔光。四周一片安静，老太太死死盯着我，许久没有眨眼。过了半晌，她低下头看着孙子：“小宝，你想当董事长吗？”一直没正形的沈小少爷猛地抬头。奶奶，董事长能去抓狮子吗？老太太一顿，不能。那我不当，我想去非洲，想去南极，还想上火星。在这个破幼儿园里无聊死了，天天都要背书。男孩脸颊因为兴奋而涨红，那是他在家里从未有过的表情。平时这孩子总是蔫头耷脑，只有说起去非洲时，整个人才活了过来。老太太喃喃自语：“散财童子。”突然她仰头大笑起来：“好一个散财童子！我沈家3代经商积攒下的家业，若是连一个散财童子都养不起，那几10年也是白干了。”她转过身看着我：“年轻人，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孙子是败家子的人。”他对保镖招招手，保镖立刻掏出一张烫金名片和一张黑卡递过来：“拿着，以后遇到麻烦报沈家的名字。”我没接黑卡，也没看名片，迅速抓住蓝布四角往中间一兜，把瓜子皮、硬纸板和之前张太留下的2000块钱一股脑包了起来。下班了，我站起身，把那一包杂物塞进帆布包，夹起小马扎，动作熟练极了，没有半秒停顿。老太太一怔：“哎，钱你不要？3挂已满，过时不候。”我背对着她摆摆手，把黑卡留在水泥地上。钱是额外的因果，太多我承受不起。说完，钻进还没散去的人群，凭借瘦弱身形迅速挤了出去。叮，任务完成，结算奖励：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0%，剩余寿命增加40天，现金奖励300万到账。我脚步变快，肺部那种被重石压迫的感觉消失了，呼吸变得顺畅。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钻进去。师傅，去哪都行，先开出这条街。出租车驶离，幼儿园门口，一群人对着地上那张限额500万的黑卡发呆。沈家老太太看着我消失的方向，弯腰捡起卡，轻轻弹了一下，有点意思。躲了3天，新任务来了。地点是古玩城东门早市，时间9点至11点，方式测字，领域古玩鉴伪简陋，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揭穿或验证真伪。我看了眼面板上剩余的寿命98天，没得选。早晨9点，潘家园东门的青石板地有些烫脚，人挤人，大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头，也有不少举着自拍杆的主播。地摊一个挨着一个，沾满黄泥的陶罐、绿玉镯、成捆的袁大头，还有号称秦始皇用过的夜壶。我找了个墙根下的空档，左边是个卖出土青铜器的摊主，正拿鞋油往铜爵上抹；右边是个卖古钱币的，挂着牌子传世孤品，一枚换房。我放下马扎，展开蓝布，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打印纸，用透明胶带贴在砖地上，测字断真伪，不准不要钱，3挂收摊。右边古钱币摊主老王瞥我一眼：“哥们，走错地儿了吧？前边左转是人才市场。”没走错，兼职赚点外快。老王乐了，这行讲究眼力，你弄个测字算真假？砸场子，眼力我看未必。我指着他摊上一堆铜钱，那堆康熙通宝全是激光雕刻的，眼力好的人不买。老王手一抖，压低声音：“懂不懂规矩？看破不说破。”我没接话，摸出保温杯，喝了一口热水。我不看货，只看字，字真或真，字假或假。老王嗤笑一声，扭过头不再搭理。过了半小时，我摊位前没人停步，路过的人看一眼打印纸，笑一声就走。我盯着地砖缝隙里长出的一棵野草，数叶片。老板，你这儿能看真假？我抬头，面前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背着双肩包，防晒衣湿透了。他死死抱着一个报纸裹着的东西，2步一回头，脖子僵硬。能看，测字，写个字，看你的货。年轻人犹豫了一下，蹲下身，把报纸包小心放在膝盖上，接过笔写了一个宝字，字写得歪，最后一笔拉得很长。那边地摊淘的。他压低嗓子，揭开报纸一角，露出一抹青幽幽的蓝。摊主说是明代民窑青花碗，家里急用钱才出手，5000块，这成色起码值5万。一旁老王伸长脖子，只看了一眼那角蓝，就撇嘴缩回头，一眼假。我没看完，看着纸上的宝字，系统视野开启，黑字分解，红色线条在笔画间穿梭。宝字上面是个宝，下面是个玉，宝盖头代表家，也代表屋檐。在这个字里，宝盖头写太宽，盖住下面的玉。这东西不是官窑，甚至不是正经民窑，家庭小作坊烧出来的。年轻人笑容僵住，民窑也值钱啊。再看下面的玉，这一点你点的太重，墨水晕开了。自由视显，这玉字的一点不在中间，而在底座，说明这东西的底有名堂。玉在底下是为垫，你这碗底的款制是用玉粉混合胶水粘上去的，为了做就掩盖火气。旁边假装看手机的老王耳朵动了一下，这周刚传开的造假手段，这小子怎么知道？年轻人报警晚，不可能，我看过底款，大明成化年制，字迹清晰，还有磨损痕迹，清晰因为钢刻的，磨损因为用砂纸打的。你胡说，都没上手看，凭什么说是假的？是不是胡说？你自己看。我从兜里掏出一枚1元硬币，扔在蓝布上，当硬币转2圈倒下，敢不敢砸？如果是真的，5000变5万，我赔你10万；如果是假的，断面会有胶水层，遇热发白。年轻人盯着我，又看怀里的碗，手心开始冒汗。5000块是2个月生活费，不敢砸，找个打火机烧一下碗底。他手抖着摸出一次性打火机，翻过碗，露出底部古朴的大明成化年制，火苗窜起，舔舐碗底。1秒2秒，一股刺鼻的焦糊味飘出来，原本灰白陈旧的碗底起泡发黑，包浆软化脱落，露出下面惨白的新瓷，还有一行没来得
得及磨掉的蓝色小字微波炉适用。卧槽！年轻人手一松，碗砸在青石板上4分5裂，几片瓷片蹦到老王脚边。老王低头，断茶处白的刺眼，没有一点杂质，标准的现代高岭土高压注浆工艺。底座果然分成了2层，中间夹着一层还没干透的透明胶。年轻人呆呆看着碎片和那个微波炉适用，脸涨成猪肝色。我的5000块，一屁股坐在地上带起哭腔。老王夹着烟的手指被烫了一下，烟掉地上。他盯着我，连碰都没碰，光凭写个宝字，就算出底座是粘的。我没理会年轻人的崩溃。叮，有效算卦次数1/3，弯腰捡起那枚硬币，吹掉灰揣回兜里。下一位，围观的人没散，反而往里挤了2层。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头分开人群挤进来，头发花白，手里捏把折扇，另一只手托着长条锦盒，胳膊架得老高。小兄弟，我来试试。刚才那碗我不予置评，但我这话几家拍卖行说法都不一。老头也不墨迹，提笔在纸上写了个话。系统界面跳出，黑色墨迹被红线拆解，自行分析，田字居中，4界分明，上下不连，玄学征兆，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听真话，老头点头，自然，不用打开。画田字在中，田界分明，但这田字4周的笔画和你中间这一笔墨色一样，运笔的力道断了。老头手将在盒盖上，画心是真的，但这幅画的题跋、印章还有周边的装裱是从别的画上裁下来拼上去的。行话叫借尸还魂。周围嗡的一声响了，老头脸色发白，手抖了一下，掀开锦盒，一幅山水立轴，纸张泛黄，看着开门老，但那画心与周边的接缝处虽然修补的高明，细看还是能看出纸张纹理的不顺畅。我看了1周都没拿准。老头叹气，把画卷起来，几个专家都说是真迹，但我总觉得题跋的字锋与画不符，原来是拼的。他冲我拱手，若不是先生点破，我几百万打水漂了。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放在蓝布上，转身挤出人群。叮，有效算卦次数2/3，我没拆红包，塞进帆布包。还有一卦，我也来看看我的玉佩。别急，我先来的。人群像开锅的水，一个穿破旧迷彩服、背着蛇皮袋的拾荒老头被挤得东倒西歪，本来在捡矿泉水瓶，被人流裹挟到了最前面。哎呦！老头被后面的人推了一把，踉跄着扑到摊位前，蛇皮袋咣当砸在地上，声音沉闷硬实。去，捡破烂的，凑什么热闹？旁边几个摊主起哄，拾荒老头满脸通红，抓起蛇皮袋就要走。等等。我开口，老头停住脚，不知所措。袋子里是什么？老头缩着脖子，没什么。河边工地上捡的铁疙瘩，挺沉，想拿去废品站卖了换顿饭钱。拿出来看看。老头犹豫一下，解开蛇皮袋口子，一个黑乎乎、满是锈迹的铁块露出来，形状不规则，像某种农具残片，上面沾满河泥和干枯水草。周围爆发一阵哄笑，拿破铁来鉴定。这大师要是能把这破铁算成金子，我把这摊子吃了。老头听着嘲笑，脸皮子胀，手忙脚乱，要把铁块塞回去。别动，我声音不大，却盖过杂音，写个字。老头愣住。我不识字，就会写那个铁字，以前在铁厂干过搬运，就写铁。他颤颤巍巍拿起笔，在纸上歪歪扭扭画了一个铁字，金字旁写得很大，右边的狮字那一撇几乎飞了出去。字象解析：左经右失，金光隐去，失而复得。玄学感应：此物非凡铁，土气极重，水气缠绕。征兆锁定：唐开元铁牛残角，镇河之宝，国之重器。我调整坐姿，抬头看着那个满脸皱纹，还在为哄笑感到羞愧的大爷，把刚才那个老学究给的红包拿出来，推到他面前。这是大爷吓得后退一步，你的挂金。周围笑声戛然而止。大师看走眼了吧？给捡破烂的倒贴钱。我没理会，站起身走到蛇皮袋前，指着那个黑乎乎的铁块。这个铁字右边是失，左边是金，失去了原本的金光，它才显出本相。大爷，这东西不是废铁。我的声音在市场里传开，这是唐代用来镇守黄河水患的大铁牛的一只脚。你看这段查处的纹路，还有这上面的铭文残片，这是国宝。现场静了几秒，随后爆发出更大的笑声。国宝？算命的疯了吧？随便捡个破铁就是唐代铁牛。我没理会，看着大爷，千万别卖废品站。出门左转走200米，有个博物馆办事处，送过去就说是在老河道遗址捡的，国家会给你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够你养老了。大爷听不懂什么唐代铁牛，但他看懂了我的神情，没有一丝戏弄。他抓起地上的红包，抱起蛇皮袋，对着我鞠了一躬，转身就往外跑。叮，3卦任务完成，结算奖励：脑癌细胞活性降低5%，剩余寿命增加30天，现金奖励100万。我没停留，迅速收起摊子，折好马扎，挤出人群。哎，别走啊，那破铁真是国宝。身后人群还在吵嚷。10分钟后，我坐在出租车上离开古玩城。古玩城的广播突然响起来，声音急促：紧急播报，请刚才那位持有黑色铁器的老人立刻前往管理处。重复一遍，那是国家一级文物重要线索。省文物局专家已经赶到现场，整个潘家园东门早市炸了锅。所有刚才还在嘲笑的买家和摊主看着我空荡荡的位置，一个个张大了嘴巴。那是真正的点铁成金。银行卡余额又多了100万，加上之前积蓄，身家超过了500万。对于一个几个月前还在为几千块医药费发愁的绝症病人来说，这是巨款。但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路过一家高端婚纱定制店，巨大的落地橱窗里陈列着一件缀满水晶的鱼尾婚纱，一对年轻情侣正在试妆，女孩转着圈，男孩拿着手机不停拍照，眼里全是光，玻璃倒映出我的影子，苍白瘦削，眼神空洞。如果没生病，我也该谈婚论嫁了。现在我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回到新租的房子，刚出电梯就看见门口站着个人，赵毅，刑侦大队副队长。今天没穿警服，穿了件皱巴巴的夹克，手里提着一袋苹果。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天网，你没刻意躲，查个租房记录不难。我打开门让他进来，他打量了一下精装修的房子，除了那个掉漆的小马扎，没什么私人物品，冷清的像样板间，不是案子，私事。赵毅有些局促的搓了搓手。我妹妹赵小雅最近有点不对劲，去医院查了脑 CT 和磁，血常规全做了，一点毛病没有，但她总说有人在跟她说话，不仅是幻听，她说梦里总是去一个地方，那里很黑，有人在墙后面挠，沙沙沙的，醒来以后指甲缝里全是灰，这是。你应该找心理医生，找了，现在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住着。医生说是重度精神分裂，开了药但没用。昨天我去探视，他抓着我的手说：“
那个人快出来了。赵毅抬起头，眼神里带着恳求。我知道你有本事，之前那2个案子我都看见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放下水杯，此时此刻并没有接收到任务，我只是个普通癌症病人，没有什么玄学能力，我现在没感觉。赵毅的眼神暗淡下去，站起身准备告辞，看着他那宽厚却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想起了他在刑警队门口为了救下属不顾一切的样子。等等，带我去看看吧，我不保证能看出什么，也不是医生，去看看能不能聊2句。半小时后，车停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停车场，这里环境幽静，四周是高墙和铁丝网。江峰跟着赵毅走进花园，正是上午10点，阳光不错，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的病人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自言自语，有的对着空气比划。就在踏入花园的那一刻，脑海深处那个熟悉的机械音毫无征兆地响了起来。新任务发布，地点是精神卫生中心花园长椅，时间10点至11点，方式解梦，领域潜意识。真相，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解析梦境。怎么了？赵毅见我停下，巧了，我现在又有感觉了。我走到一张空着的长椅前坐下，拿出小马扎放在旁边，在一张撕下来的笔记本纸上写了2个字：解梦。捡了块石头压在长椅扶手上，不到2分钟，第1位顾客上门，一个30多岁的男人，瘦得两颊凹陷，手里举着一把黑色长柄伞，哪怕头顶艳阳高照，也把自己缩在伞的阴影里。他蹲在我面前，伞沿压得很低。你是新来的蘑菇吗？系统视野里，男人头顶盘踞着一团湿冷的灰色雾气，边缘不断溃散。我不是蘑菇，我是解梦的。男人抖了一下，慢慢抬起头，露出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我昨晚又做梦了，梦见我变成了一把伞，伞面破了漏雨了，雨水特别冷滴在我身上，把我骨头都冻裂了。我是不是快死了？系统解析浮现梦境元素：破伞、冷雨。潜意识映射母系亲属近期离世，核心症结并非恐惧死亡，而是连接断裂。你没坏，也不会死。你觉得冷，是因为为你撑伞的人走了，你在等那个为你撑伞的人回来补好这把伞，但你知道他回不来了，所以你觉得自己漏雨了，不是伞破了，是伞下空了。男人的嘴唇开始哆嗦，那把一直举得稳稳的黑伞滑落，阳光直直照在他脸上，他没躲，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妈，他蜷缩在地，我想我妈了，我也想给他撑一次伞。几分钟前，那个认为自己是蘑菇的疯子不见了，地上只有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远处的护士惊讶的捂嘴，这病人入院1个月，只会举着伞蹲在角落，谁拿走伞就咬谁。叮，有效算卦次数1/3。我捡起那把伞放在男人手边，哭出来就好，伞还在，你自己也能撑。男人抱着伞，哭声变成嚎啕。护士跑过来把他搀走。赵毅看着2人的背影没说话，我把视线投向不远处的树下，那里站着一个年轻女孩，病号服松垮地挂在身上，长发披散，脸色惨白，死死盯着地面泥土。赵毅背脊一紧，小雅。赵小雅迟缓地转过头，眼神涣散，飘忽地走过来，在我面前坐下。哥说你有本事，你能听见吗？听见什么？挠墙的声音。他伸出手指在长椅木扶手上抓挠，发出滋啦声，沙沙沙。他们说我疯了，医生说是幻听，你哥说是压力大，但我知道那是真的。就在墙里面有人在挠，他在数1、2、3，他在数我什么时候睡着，甚至在梦里他也一直在挠。系统解析浮现梦境元素：墙里的声音，精神状态高度应激，逻辑自洽，感官反馈听觉过载，真实声源。环境特征解析：声源来自该目标卧室墙壁夹层，频率符合指甲刮擦混凝土特征。玄学征兆：怨气凝结，活人困煞。我猛地看向赵毅，你妹妹没疯，她听到的声音是真的。赵毅觉得发冷。你是说隔壁真的有人？不是隔壁，是墙里。去查他卧室的那面墙，尤其是连接隔壁的那一面，那里有一个夹层，那里有东西，或者说有人。那个人还没死，他还在挠。赵毅脸色煞白，无数念头钻进脑子。他掏出手机，拨通刑侦队电话，吼道：带上破拆工具，去我家，把小雅卧室的那面墙给我砸开，现在，马上！赵小雅停止颤抖，看着江峰，眼泪流了下来。终于有人信我了。叮，有效算卦次数2/3。赵毅对着手机吼完最后一个字，胸膛起伏不定。花园里的风停了，我坐在长椅上，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等消息。10分钟够他们把墙拆了。赵毅没做，在碎石路上来回踱步。我低头看手机，10点45分，还差一卦，还有15分钟。侧面小径传来皮鞋踩地的声音，频率稳定。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近，无框眼镜，胸口挂着听诊器，口袋插着2支圆珠笔，胸牌上写着精神科主治医师。医生走到长椅前站定，扫过焦躁的赵毅和缩在长椅角的赵小雅，最后视线落在我面前那张写着解梦的纸条上。有点意思，凑个热闹。听说这儿有个能跟病人聊到一块去的大师。赵毅停步皱眉盯着他。你是谁？6病区主治医李文杰，刚查完房。大师，我不信这些，不过最近确实做了个怪梦，堵得慌。我侧头看他，说：李文杰靠上椅背，食指交叉搭在膝盖上，手指修长洁净，指甲剪凸边缘磨得圆润。梦见我在做手术，日常工作，但我拿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刀刃软了，不管怎么用力，刀身一碰，皮肤就卷起来。换一把还是软的。病人躺在台上看我，不出血，怎么切都不出血。我急出一身汗，我自己分析，大概是平直撑压力大导致的功能性焦虑。大师给看看。我没接话。视野中，李文杰那件白大褂洁白无瑕，但那双手上缠着一圈圈猩红的细线，死死勒进指肉深处，机遇见骨。梦境解析：手术刀软化，介质失效。深层映射：对间接接触的排斥，对直接触碰的渴求。玄学征兆：血煞缠指，杀机内敛。非医者乃屠夫，不是碍力大，是你觉得那把刀碍事。手术刀是你和血肉之间的阻隔，你厌倦了隔着金属触碰生命，潜意识告诉你扔掉刀。你想用手把手指伸进去，感受温度，感受跳动，然后捏碎。花园陷入死寂。赵毅猛地转身手按向后腰，李文杰交叉的食指松开，右手食指在西裤布料上有节奏的敲击，大大
真会开玩笑。他站起身，拽平白大褂下摆，算命果然全靠编。我是医生，只会救人，是不是编你自己清楚。你的手太稳了，不像救人，像行刑。建议休个长假或者去自首。李文杰眼角抽动，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接话，转身离开。不评比来时快了不少。有效算卦次数3/3，任务完成。结算奖励：脑癌细胞活性降低5%，剩余寿命增加30天，现金奖励100万。赵毅手里的电话响了，他按下接听，开了免提。听筒里传来电钻停转的余音和粗重的喘息声。赵队，破了。真他妈神了！小雅卧室那面墙后面有个夹层，2栋楼伸缩缝的位置被人从隔壁出租屋打通了，铺了隔音棉，只有半米宽。人呢？抓了，是个通缉犯。这孙子在里面住了快半年，墙上全是洞，正对床头。那个挠墙声是他晚上磨镜头盖弄出来的。赵小雅捂住嘴，身体抖成筛子，喉咙里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喊。不是疯了，是真的。那些被当成精神病的日夜找到了出口。赵一挂断电话，手机滑落草地，他没捡，转身一把抱住痛哭的妹妹，咬紧了牙关。我拎起马扎，把那张解梦的纸团塞进兜里。11点下班，走出没2步，身后传来赵毅的声音：等等，那个医生也有问题。我转头，下巴点了点李文杰离开的方向，查查他经手的手术，特别是死在手术台上的死因和记录是不是完全一致，还有医院附近找不到尸体的失踪案。赵毅脖颈上的青筋暴起，谢了。我摆摆手，背着帆布包走进正午的日头里，出了精神病院大门。连下3天的雨终于停了。醒来时，窗外天色擦黑，我摸索到手机暗亮屏幕，有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都是来自赵毅。他确认李文杰已被控制，并在其家中地下室发现大量人体标本。我抬手摸了摸后脑勺，那种持续几个月的压迫感褪去了大半，身体依然瘦削，但那种随时会断气的虚弱感消失了。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饥饿感，不是化疗后的恶心，而是肠胃对食物本能的索求。我翻身下床，从衣柜里翻出一件灰色连帽卫衣套上，戴好帽子，又找出口罩和黑框眼镜。半小时后，我走进市中心那家名叫数9香的老火锅店，正式饭点，店里人声鼎沸，每张桌子上都升腾着白雾。我找了个角落位置，扫码点餐，毛肚2份，鸭肠1份，黄喉1份，鲜切牛肉半斤，再加一盘红糖糍粑。红汤锅底咕嘟咕嘟冒着泡，我夹起一片毛肚放进锅里，默数7下捞出，在香油蒜泥碟里滚了一圈，塞进嘴里，脆嫩烫，辣油顺着喉咙滑下去，我长出了一口气，额头上渗出一层细汗，这才算活过来了。旁边几桌正聊得火热，听说了吗？那个精神病院抓了个变态医生，也是那个神算子指点的。真的假的？这哥们是住在警察局了吗？怎么哪都有他？现在网上都叫他江半仙，听说有人出价200万悬赏他的住址。我一边听着关于自己的八卦，一边把鸭肠下进锅里。要是这帮人知道那个传说中的江半仙正坐在隔壁满嘴流油的吃鸭肠，估计能当场把这锅红汤干了。奶奶，我要吃那个长长的。隔壁桌传来一声稚嫩却霸道的童音，我夹鸭肠的手停在半空，这声音有点耳熟。我侧过头，透过卫衣帽檐的缝隙，看到隔壁桌坐着一老一少。老太太穿着素色旗袍，头发银白，正拿纸巾给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擦嘴。四周散坐着4个彪形大汉，面前只摆着清汤锅和蔬菜，视线不断在周围扫视。沈家老太太，还有那个散财童子沈小宝。我立刻低头，脸差点埋进碗里。冤家路窄，那个辣你吃不了。沈老太太哄着孙子吃这个虾滑，我就要吃那个叔叔吃的。沈小宝从椅子上跳下来，手指直直的指向我。你看那个叔叔吃的多香，我也要。周围几桌人的视线顺着沈小宝的手指移了过来。我戴着帽子，口罩拉在下巴处，夹着那根鸭肠，放也不是吃也不是。沈小宝跑过来，趴在我桌边，盯着锅里翻滚的红油，吸了吸鼻子。他突然抬头，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是你是那个给我摸头的叔叔。我手里的筷子抖了一下，这就是所谓顶级探险家的天赋吗？记性好的离谱。小宝别乱跑。沈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过来，看了我一眼，视线在我露出的眼睛上停住。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了。我就说怎么这要求？小伙子，这几天找你找得我好苦。我叹气，把鸭肠塞进嘴里嚼碎咽下。既然被认出来，再装也没必要。我摘下眼镜，把口罩拉上去，遮住大半张脸。老夫人，我就是吃个饭，现在是下班时间。周围的食客听到动静，纷纷转头。那不是沈家老太太吗？她对面坐的谁啊？等等，那个人虽然戴着帽子，有人掏出了手机对着这边。神算子！这一声惊呼在餐厅里炸响。火锅店原本嘈杂的背景阴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喧哗。几十道视线定在我身上，有人端着碗就冲了过来。大师，真的是大师！大师给我签个名吧。大师，帮我算算彩票号码。闪光灯亮成一片，快门声此起彼伏，4个保镖立刻围成一圈，将我和沈家祖孙护在中间。我看着这场面，盘子里的牛肉瞬间失去了吸引力。让开让开！沈老太太把拐杖往地上一顿，吃个饭为什么为？谁在拍我把手机给他砸了？老太太发了火，周围人不敢靠太近，但还是举着手机在外圈拍。我放下筷子，老夫人，这饭是吃不成了，多谢您那天解围。客气什么？我孙子的事你说的对，这几天我让他跟着管家去买菜，这小子砍价砍得比谁都欢，2块钱的葱能跟人磨半小时。沈小宝在一旁挺起胸脯，那卖菜的大叔想骗我，那葱叶都黄了。我笑了笑，大师，人群外有人喊，既然碰上了，能不能算一卦？我出10万，我出20万。我站起身，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8点。抱歉，我说过不在工作时间不算卦。我指了指自己苍白的脸，而且我是个病人，需要休息。说完，我把卫衣帽子拉低，对沈老太太点点头，借您的保镖用一下。沈老太太挥手送大师出去，4个保镖开道，硬生生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我低着头，快步走出火锅店，玻璃门和上将喧嚣隔绝在身后。我站在路边，被冷风一吹缩了缩脖子，这种被追捧的滋味比化疗还要让人头晕。正准备拦车回家，脑海深处那个冰冷的机械音响了起来。我脚步一顿，刚吃完饭就要干活。新任务发布，地点星光传媒大厦楼下广场，时间21点至23点，方式观象打分，领域颜值、气韵、星图，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给出评分与评语。我睁开眼，不到500米外那栋大楼矗立在夜色中，巨大的 LED 屏幕上播放着当红女主播的跳舞视频，楼下聚集着无数拿着手机直播的小网红，各色豪车进
进出出，那是全城最浮躁、最虚假的地方。官相打分，在一群靠脸吃饭、脸上动了800刀的人堆里评价颜值。我摸了摸还没吃饱的肚子，行。那就去看看这帮美颜滤镜底下到底长什么样。星光传媒大厦楼下，这是一座不夜城，巨大的 LED 屏幕覆盖了整面墙体，循环播放着当红主播的精修视频。光污染严重，霓虹灯把黑夜映成了紫红色。广场上蹲满了人，几百个三脚架密密麻麻的排开，像是一片钢铁森林。每一个三脚架后面都站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孩，或者化着浓妆的男人。无数个环形补光灯亮着，把他们的脸照得惨白。喧闹声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家人们，谢谢榜一大哥的火箭，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点点红心，红心破万我就倒立洗头。江峰坐在花坛边的阴影里，旁边一个正对着手机嘶吼喊麦的小黄毛停了下来，侧头看了江峰一眼，往旁边挪了2步，眼神嫌弃。江峰没理会，他取出那个掉漆的小马扎，撑开坐下，最后掏出一块硬纸板，用透明胶带固定在面前的台阶上。官相打分，只说真话10分制，3卦收摊，字迹是用黑色记号笔写的，很粗，透着古夫眼镜。江峰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水，9点05分，还没开张。这里的人都在忙着对着镜头表演，没人注意角落里脸色比鬼还难看的算命摊。直到一阵骚动从大厦门口传来，几个穿着黑西装的保镖推开人群，清出一条道，让让，都让让。中间走着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紧身吊带裙，外面披着一件粉色皮草，头发是精心打理过的黑长直，皮肤在灯光下白的反光。她是安安酱，全网粉丝1500万，被誉为纯欲天花板的顶流女主播。她刚下播，手里还举着手机，正在进行户外的尾声直播。家人们，今天太累了，刚出大楼。安安酱对着镜头，声音变成了甜腻的夹子音，身体随着说话的节奏轻轻扭动。想看我卸妆？讨厌了，人家今天是素颜。她走过花坛，余光扫到了江峰的摊子，脚步停住。安安酱看着那块简陋的纸板，又看了看坐在阴影里的江峰。最近网上那个神算子很火，甚至盖过了他的热度。蹭一下，安安酱对着镜头眨了眨眼。家人们，看我发现了什么？一个大师爱。听说最近那个很火的算命小哥也在我们这块，不会就是他吧？他调整了一下手机角度，把江峰也框进了画面。直播间弹幕瞬间爆炸。我去，黑冲锋衣，小马扎，好像真是那个神算子。安安快去，让他给你算算，让他看看什么叫真仙女。安安酱看着飞速滚动的弹幕和不断上涨的在线人数，嘴角勾起。他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哒哒哒的走到江峰面前，一股浓烈的栀子花味香水扑面而来。江峰抬起眼皮，大师。安安酱弯下腰，领口低垂，对着江峰展示着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业线。听说你打分很准，那你给我这张脸打个分呗。他把脸凑近，皮肤细腻得看不见毛孔，眼睛大的占了半张脸。满分10分，我有几分？安安酱自信满满，他是公认的神颜，整容医生都说是完美模板。周围的小网红们也不直播了，纷纷围了过来，手机镜头对准了这边。江峰看着那张脸，系统界面在视网膜上展开，红色的线条开始勾勒女人的面部轮廓，数据流瀑布般刷下，骨相扫描完成，下颌角人工截骨，双侧不对称2毫米，鼻梁硅胶假体加软骨垫间，透光率异常，眼部内眼角开大，外眼角下至，重减数，埋线痕迹老化，面部填充，额头太阳穴，苹果肌，下巴玻尿酸注射过量，游离倾向，真实骨龄42岁。江峰眼里的光暗了一下，原本那张看似完美的脸，在他眼中变成了一张拼凑起来的摇摇欲坠的面具。2分。江峰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广场上穿透力极强。安安酱脸上的笑容僵住，直播间里的弹幕停滞了1秒，然后疯狂刷屏。2分，瞎了吧？安安这种颜只有2分，这大师是来搞笑的吧？还是故意哗众取宠？哈哈，神特么2分，还没我那条狗分高。安安酱直起身，脸色沉了下来，但还维持着那种娇滴滴的语气。大师，你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灯光太暗了？他撩了一下头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好好看清楚。江峰拧上保温杯盖子，发出咔嗒一声脆响，多1分，怕你骄傲。江峰指了指他的下巴，那个尖歪了。安安酱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下巴，你的下颌鼓磨了3次，挂不住肉了，现在全靠线雕硬拉着，皮下的蛋白线比你衣服上的线头还多。江峰语速平稳，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就像在陈述一份尸检报告。还有你的夫妻宫。江峰指了指他的太阳穴，填充物太多，压迫了神经。你最近偏头痛吧？最重要的是，江峰看着他的眼睛，你今年42岁。安安酱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胡说！他尖叫出声，原本甜腻的夹子音瞬间消失，变成了粗哑的公鸭嗓。我今年18，我是纯天然的。他把手机镜头转向自己，家人们评评理，这人就是个骗子，我哪里像42岁？江峰没理会他的歇斯底里，你的骨龄骗不了人。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这是长期伏案和穿高跟鞋留下的至少20年积累。大姐还要装18岁少女，到什么时候？江峰看着他眼角处即使打了肉毒素也掩盖不住的细纹，你家里的3个孩子恐怕都快不认识你这张脸了吧？这句话像是一记重锤，安安酱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粉底都遮不住那种灰白。她有2个女儿1个儿子，最大的已经上大学了，这是她死守的秘密，甚至连经纪公司都不知道。你，安安酱指着江峰，手指剧烈颤抖，周围一片死寂。围观的小网红们张大了嘴巴，手机都忘了举。那个神算子的传说是真的。安安酱看着周围人异样的眼光，看着直播间里开始刷屏的大妈骗子还钱，心态崩了啊！他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捂着脸转身就跑，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凌乱的声响，跑到一半一只鞋飞了出去，他没捡，光着一只脚踉踉跄跄的冲向停在路边的保姆车。叮，有效算卦次数1/3，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江峰重新坐回小马扎上，广场上短暂的安静被打破，周围那群原本只是看热闹的主播们眼神变了，那是鲨鱼闻到血腥味的眼神。如果是假的，他们会嘲笑；如果是真的，这可是能看穿一切的大师。大师，看我，给我打分，我出钱，我要测星图。大师，我有多少分？我是不是能火？人群像是潮水一样涌了上来，无数张涂满脂粉的脸
脸挤在江峰面前，无数个镜头几乎对到了他的鼻尖上。江峰皱眉，他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贪婪味道。人潮拥挤，几百个网红为了抢占前排位置，已经开始了推搡。别挤，把你那假胸挪开！谁踩我鞋了？限量版！大师，选我！我粉丝300万！江峰拉起冲锋衣的连衣帽，戴上口罩，视野里全是乱晃的大腿和扭曲的五官，太吵太臭。他把帆布包抱在怀里，那把马扎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吱呀声。排队。江峰的声音沙哑，透着一股不耐烦。不排队的不算，不诚心的不算，整容过度的不算。他指了指最前面那个垫了鼻子的男主播，你挡光了，一边去！你的鼻子透光，我看不到气宇。男主播捂着鼻子灰溜溜的退下。江峰立下的规矩虽然奇怪，但在这种混乱场面下反而有了权威。人群勉强分出了一条歪歪扭扭的队伍。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把队伍撞开了一个缺口。让开让开，大哥来了！一个体型硕大的男人挤了进来。他身高不高，但体重目测超过250斤，身上的 T 恤被撑得变了形，肚子像个巨大的皮球垂在腰带外面，脸上油光满面，皮肤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蜡黄色。他是暴食阿强，以吃各种变态辣、生腌、巨量食物闻名的大胃王主播。阿强手里拿着一瓶还没喝完的白酒，对着自己的直播手机大着舌头喊：兄弟们，今儿个咱们不吃播，咱们算命。要是大师说我有10分，我就当场把这瓶白酒吹了。他挤到江峰面前，一屁股坐在地上，震得地面一颤，一股浓烈的酒气混合着馊味扑面而来。江峰皱眉，往后仰了仰身子。大师，阿强打了个酒嗝，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我叫阿强，您看我这面相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我最近粉丝涨得特快，昨天一场直播光打赏就5万。他拍了拍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这都是福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吗？江峰看着他，系统界面再次亮起，但这一次没有显示整容痕迹，只有一团漆黑如墨的死气。这团死气盘踞在阿强的胃部，边缘呈现出溃烂的暗红色，正在向四周的脏器蔓延。他的财帛宫鼻子确实红润，透着一股燥热的财气，但在他的极恶宫鼻梁中段，那根象征生命线的脉络已经断了，那是用命换来的钱，买命钱。江峰低声说了一句。阿强没听清，啥？买房钱？对对对，我正准备买房呢，全款。江峰没有直接打分，他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你刚才晚饭吃的什么？阿强愣了一下，对着镜头嘿嘿一笑，也没啥，10斤麻辣小龙虾，5斤红烧肉，2斤生腌螃蟹，还有这瓶52度的二锅头。怎么，大师也饿了？我车上还有猪蹄，给您整2个。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这食量听着都吓人。江峰看着他那张还在嬉皮笑脸的脸，你的分值是负数。江峰开口，阿强的笑容凝固了一半，负数？大师您真幽默，哪有负分的？因为你要死了。这5个字一出，周围瞬间安静下来。连远处那些不知情的网红也停止了喧哗，把镜头转了过来。阿强愣了几秒，突然把酒瓶往地上一砸，啪！玻璃碎裂，酒香四溢。你咒我！阿强站起来，满脸横肉都在抖动，眼睛瞪得像铜铃。老子身体好得很，上周体检那是脂肪肝，谁没有脂肪肝？你敢说我要死了？他挥舞着拳头，似乎想动手。江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他抬起手指了指阿强的嘴角，你的嘴角发黑，这是脾胃气绝之象。你的食道下段已经重度灼伤，糜烂面积超过80%，胃壁薄如蝉翼，那是被你硬撑开的。江峰的声音很冷，你感觉不到疼，是因为你的痛觉神经已经被酒精麻痹了，或者是你吃了止痛药。阿强的脸色变了一下，他确实在直播前吞了4片布洛芬。你的胃里现在不是食物。江峰看着他那个肥胖的肚子，是血，淤积的死血。你赚的那些钱买不回你的胃。阿强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慌，但他还在嘴硬，毕竟直播间几万人看着。放屁！老子现在就给你表演个一口闷，让你看看我的胃有多铁。他弯腰去捡地上那半瓶没碎完的酒，想要展示自己的强壮。江峰看着他的动作，叹了口气，别喝了，现在打120去医院洗胃，做止血手术，或许还能多活2年。江峰的声音像是最后的判决，再吃一口，今晚就是你的最后一顿。阿强捡起那个破瓶底，里面还剩一口酒，他狞笑着举起瓶子，老子偏要喝，吓唬谁呢？他仰起头，把那口烈酒倒进喉咙，辛辣的液体划过食道。就在那一瞬间，阿强的动作停滞了，那个酒瓶底从他手里滑落，咕噜，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奇怪的响动，紧接着他的脸色从蜡黄瞬间变成了惨白，然后是发青，那双原本凶狠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和痛苦。哦，阿强捂着肚子，双膝一软，重重的跪在地上。哇，一口黑红色的液体喷涌而出，溅得满地都是，那不是酒，是血，夹杂着未消化的肉块和胃黏膜碎片的血。就阿强伸出一只沾满血的手，抓向江峰的裤脚，却只抓到了一团空气。他又吐出一口血，身体像一座肉山一样轰然倒塌，抽搐了2下，不动了。啊！死人了，吐血了，真的吐血了！周围的主播们吓得尖叫四散，原本拥挤的人群瞬间空出了一大片空地，只有几个胆大的还举着手机在拍，但手都在抖。江峰坐在那里，看着倒在地上的阿强，他没有去扶，不是冷血，是他知道扶也没用，那是自找的因果。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警笛声，这里离医院很近，刚才有人报了警，几个医护人员冲过来，把阿强抬上担架。那个巨大的肚子随着担架的晃动而颤动，看起来像个随时会爆炸的气球。地上只留下一滩触目惊心的黑血，还有那个碎裂的酒瓶。人群彻底安静了，没人再敢把这当成一场为了流量的作秀。大家看着江峰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恐惧，这哪里是算命，这是判官点名。江峰没有看任何人，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22点58分，叮，有效算卦次数2/3，还差一卦。但是人群已经散到了10米开外，没人敢靠近。江峰皱眉，任务还没完成。他站起身，准备主动询问有没有人还要算。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停在了路边，车牌是连号的8888。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高定西装的中年男人在4个保镖的护送下走了下来，气温似乎降了几度。阿强留下的那滩血迹还未干涸，散发着一股腥甜的气味。那个中年男人没有看地上的血迹，也没看周围举着手机却不敢靠近的网红，他径直走向江峰，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是李成，星光传媒的大老板，这栋大楼的主人，身价几十亿的资本巨鳄。刚才他在顶楼的落地窗前俯瞰了全过程，从安安酱的崩溃到阿强的倒下。他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信鬼神，只信利益。但他现在遇到了麻烦，公司上市受阻，几个头部主播接连翻车，资金链紧张，他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哪怕这个答案来自玄学。李成走到摊位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江峰。大师，李成的声音很稳，带着惯常的上位者威严。我是这栋楼的老板，刚才的事我看到了，有点本事。他挥了挥手，身后的保镖递过来一张支票。李成2根手指夹着支票，放在江峰面前那个沾着灰尘的小桌板上。1000万。李成说，请大师上楼喝杯茶，帮我看看公司的风水，再看看我这几年的运势。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压抑的抽泣声。1000万，只是喝杯茶，算个卦，这可是普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刚才还在为了几百块打赏拼命扭动的主播们，极度的眼睛都红了。这就是大师的待遇吗？所有人都盯着江峰，没人会拒绝这笔钱，没人敢拒绝李老板的面子。江峰低着头，他在看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在跳动。22点59分10秒。22点59分11秒。大师，李成皱眉，以为嫌少。2000万。李成又加了一张支票，只要你算得准，以后星光传媒的风水顾问就是你，年薪随你开。这不仅是钱，还是阶层的跨越。江峰终于抬起了头，他看了一眼李成，但是算一卦至少需要1分钟，来不及了。按照系统规则，23点任务时段结束，任务时段一过，他只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算命本事的普通人，也就是江湖骗子。江峰把手机揣回兜里，他伸手拿起了那2张支票。李成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果然没人能跟钱过不去。拿好。江峰把支票递回给李成，李成的笑容僵住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不赚这钱。江峰站起身，弯腰把蓝布的4个角折叠起来，把硬纸板也塞进帆布包。李总，你的茶太贵，我喝不起。而且江峰指了指不远处大楼上的电子钟，上面的数字正好跳到了23点。现在是下班时间。江峰把帆布包甩在肩上，夹起那个破马扎。我这人有个规矩，到点下班，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全场哗然，拒绝了2000万，理由是下班了。这理由荒谬的让人觉得可笑，却又震撼的让人说不出话。李成的脸沉了下来，他在本市呼风唤雨这么多年，从来没人敢这么驳他的面子。嫌少。李成上前一步挡住江峰的去路。年轻人做人要懂得把握机会，我可以给你双倍加班费。4个保镖也围了上来，形成了一堵人墙，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点。江峰停下脚步，他看着李成，眼神平静如水。李总。江峰开口，我不爱钱，我只想保命。你的印堂发黑，眉间有断纹，这楼里的风水局已经破了，再多的钱也填不上那个窟窿。李成的心脏猛地跳落了一拍。你说什么？想算，明天赶早。江峰伸手拨开挡在面前的一个保镖，那个保镖1米9的大个子，被江峰这看似轻轻的一拨，竟然不由自主地让开了路。江峰头也不回地挤出人群，背影单薄，却像一把利剑。李成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2张被退回来的支票，风吹过，支票哗哗作响。他没有让人去追。那个年轻人最后那句话击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这楼里的风水确实破了，而且没人知道。老板，保镖低声询问。回去。李成转身看着江峰消失的背影，眼神复杂，查清楚他住哪，明天一早我要见到他。深夜，江峰甩开了所有可能存在的跟踪者，绕了3圈路才回到居住的地方。他把帆布包扔在沙发上，整个人瘫倒下去。累，虽然系统强化了身体，但这种高强度的精神消耗还是让他疲惫不堪。今日任务时段结束，当前进度2/3，任务状态未完成，保留进度。提示：宿主可于明日同一时段继续完成剩余一卦。江峰长舒了一口气，任务不需要必须在当天完成，只要在规定时间段内即可。江峰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 余额那一长串数字还在，加上之前沈家给的，还有各种奖励。他现在是个有钱人，可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看着茶几上那碗没吃完已经坨掉的泡面，那种空虚感再次袭来。钱有了，命也暂时续上了，但这日子过得还是像个鬼。江峰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那里的肿瘤像是沉睡的野兽，虽然现在安静了，但随时可能醒来，得对自己好点。江峰看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是时候去报复性消费一番了。云顶1号小区的清晨没有鸟叫，只有引擎怠速的低鸣。李成没有回家，他站在小区正门的石狮子旁，手里的雪茄烧到了尽头，烟灰落在他定做的一打马丁皮鞋面上。他身后停着20辆黑色轿车，这些车头尾相接，把小区的3个出口堵得严丝合缝。每辆车旁都站着2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戴着墨镜，双手交叠在身前。物业经理站在保安亭里，手里攥着对讲机，额头上全是汗。他不敢报警。李成是星光传媒的老板，更是这片地界上著名的狠人。业主群里已经炸开了锅，有人想出门上班，被黑西装礼貌而强硬的劝了回去，理由只有一个：保护大师安全。老板，保镖头子走过来，低声汇报，查过了，那个江峰住在5栋502，昨晚回来后就没有出过门，外卖、快递都没有。李成扔掉雪茄蒂，鞋底用力碾碎，盯着李成说：我就不信他不出门，只要他露头，不管是买菜还是扔垃圾，直接请上车。李成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上午8点，阳光开始变得刺眼。李成从车里拿出一瓶依云水，抿开喝了一口。他在等那个年轻人昨晚拒绝了他2000万的支票，说是下班了，这是欲擒故纵。李成见多了这种把戏，年轻人觉得自己奇货可居，想把价格抬得更高，或者想要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面子。李成给足他面子，这20辆车，这几十号人，这就是排场。5栋502室，遮光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里昏暗如夜。江峰翻了个身，脑子里的肿瘤压迫感
在清晨最重，像是有人往脑壳里灌了水银。他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止痛药，干吞了2片。手机在枕头下震动，不是电话，是闹钟。江峰按掉闹钟，他知道楼下发生了什么。昨晚回来时，他就注意到了那些尾随的车，但他不在乎。现在的他，除了是一个随时可能猝死的脑癌晚期患者，什么也不是。下去干什么？送死吗？江峰拉高被子盖住头睡觉。楼下的李成从站着变成了坐着，工作人员搬来了一把遮阳伞和一张折叠椅。日头越升越高，沥青路面开始散发出灼热的味道。10点、12点、下午2点，李成的衬衫湿透了，贴在后背上，那种掌控一切的从容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焦躁。他频频看表，整整6个小时，那扇窗户连窗帘都没动一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路过的行人掏出手机拍照，主播们闻讯赶来，隔着马路开启了直播。井号星光老板堵门求挂，井号江半仙架子有多大？井号豪车围城，只为见一面。井号热搜词条开始攀升，李成的脸色越来越黑。他本来是想给江峰施压，现在却成了他在被全城围观。这就像是一场滑稽戏，他是那个在台下苦苦哀求的小丑。去敲门，李成咬着牙说。保镖头子愣了一下，老板，这小区安保很严，要是硬闯，我说去敲门。李成吼道，告诉他我的耐心有限。就在2个保镖准备强行闯入单元门的时候，一声尖锐的鸣笛声撕裂了空气。滴补滴补，一辆白色的救护车闪着蓝灯逆行冲到了小区门口，挡路的黑车司机没反应过来，救护车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直接顶到了第一辆黑车的保险杠上。让开，急救！救护车扩音器里传出司机暴躁的吼声。李成站了起来，黑车不得不挪开，救护车长驱直入，停在了5栋楼下。5分钟后，担架车被推了出来，江峰躺在上面，他没有穿那件标志性的冲锋衣，而是穿着那套灰色的旧卫衣，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双眼紧闭，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毫无血色。这不是装的，饿了一整天，加上脑压升高，他现在的状态不需要任何演技。2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推着担架，脚步飞快。让开，都让开！医生大喊。李成冲了上去，江峰！李成挡在担架前，伸手想要去抓江峰的胳膊。你别给我装蒜，2000万不够是吧？你要多少？担架停住了，江峰没有睁眼，旁边的医生一步跨出，挡在李成面前。这是一个40几岁的中年医生，戴着金丝眼镜，胸牌上写着急救中心主任。这是江峰花了大价钱从私立医院请来的。你干什么？医生厉声喝道，我要跟他说话。李成指着担架上的江峰，他在装病。装病！医生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 CT 片子，直接拍在李成胸口，胶质母细胞瘤4期，颅内高压，随时可能脑疝。你动他一下试试，他要是死在这儿，你就是故意杀人。李成愣住了，他拿起那张片子，虽然看不懂那些影像，但上面的诊断结论写得清清楚楚，未分化胶质瘤晚期，建议姑息治疗。李成看向躺在担架上的人，那张脸瘦得脱了相，呼吸微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这哪里是什么大师，这就是个快死的人。周围的直播镜头全都对准了这一幕，弹幕里一片哗然。我有话问他。李成的声音低了下去，以后再问。医生推开李成，现在我们要去抢救，让开！医生和护士推着担架绕过李成，快速冲向救护车。担架轮子磕在路肩上，震动了一下。江峰的眉头皱了皱，发出了一声痛苦的低吟。李成站在原地，看着救护车后门砰的一声关上，警笛再次拉响，救护车撞开试图围堵的人群，呼啸而去。李成捏着那张 CT 片子，指节发白。他说了，他可以用钱砸开任何人的嘴，但他砸不开一个将死之人的嘴。救护车里，刚才那个严肃的医生松了一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汗。老板，刚才的演技还可以吧？医生问。江峰睁开眼，他摘下氧气面罩，从担架上坐起来。不错，江峰说，加2000，谢谢老板。医生喜笑颜开。那现在去哪？回医院。江峰看了一眼车窗外飞逝的街景，下午3点半。太阳依旧毒辣，不去医院。江峰揉了揉手腕，那里还插着留置针，但他直接拔掉了，按住针眼去 4S 店。啊！医生愣住了，买车？这担架躺得太硬。江峰活动了一下脖子，颈椎发出咔咔的响声。今晚还得干活，我得买辆能躺着赚钱的车。城南汽车园，这里汇聚了各大豪华品牌的 4S 店。奔驰的星标在旋转，保时捷的玻璃幕墙反着光。救护车没有停在这些店门口，而是拐进了一家雷克萨斯和丰田的高端综合展厅。车门打开，江峰跳下车，他身上还穿着那件卫衣，脚下是一双踩得有点变形的运动鞋，手上贴着止血贴，脸色依旧苍白。谢了。江峰对救护车司机挥手，救护车开走。江峰站在展厅门口，玻璃感应门向两侧划开，冷气扑面而来。展厅里很安静，销售们穿着笔挺的制服，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聊天。看到江峰进来，几道视线扫了过来，然后迅速移开，没人迎上来。在这行混久了，销售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江峰这一身行头加起来不超过200块，脸色像是刚生了一场大病，怎么看都不像是买得起车的主，顶多是来蹭空调或者是隔壁修车铺的小工。江峰没在意，他现在很累，刚才那场戏耗费了他不少精力。他径直走向展厅中央，那里停着一辆巨大的黑色 MPV， 雷克萨斯 LM， 也就是俗称的加价王。这车不讲究性价比，只讲究排面和舒适。江峰拉开侧滑门，车里是4座布局，后排只有2个宽大的航空座椅，中间隔着一块巨大的隐私屏。他坐了上去，座椅很软，皮质细腻。江峰按下了扶手上的按钮，座椅缓缓后仰，脚托升起，按摩功能启动。呼，江峰长出了一口气，背部的疼痛缓解了不少。干什么呢？一声呵斥传来，一个梳着油头、胸牌上写着销售主管的男人快步走过来，他皱着眉，一脸嫌弃地看着江峰。先生，这车是展车，不能随便坐。主管指了指车门，而且这车要是弄脏了，你赔不起，赶紧下来。江峰没动，他闭着眼感受着背后的滚轮按摩。我想喝水。江峰说。主管气笑了，喝水？出门右拐有便利店，这里不提供免费水。保安，保安呢？远处2个保安闻声往这边走。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刚毕业的女孩端着一个纸杯走了过来，她怯生生的，制服还有点大，显得不太合身。先生，喝水。女孩把纸杯递过来，是温水。主管瞪了女孩一眼，小刘，谁让你多管闲事的，把这种人招进来，影响其他客户心情。女孩低着头不敢说话，但手
还是执着地递着水杯。江峰睁开眼，他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液体流过喉咙，很舒服。这车有现车吗？江峰问女孩。女孩愣了一下，啊，有一台，但是要加价，还要等，我就要这台。江峰指了指屁股底下的座椅，这台我不嫌弃被人坐过，只要能马上开走。主管在旁边发出了一声嗤笑，哥们，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落地快200万，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江峰放下水杯，他在兜里摸索了一阵，主管和保安都抱着手臂看着他，等着看他掏出什么笑话来。江峰掏出了一张黑色的卡片，没有复杂的图案，只有一串金色的数字。他把卡片拍在2座中间的扶手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刷卡。江峰看着那个主管，眼神平静的像是在看一只苍蝇。全款，办手续，我赶时间。空气安静了2秒，主管的视线落在车里的那张卡上，他不认识这是什么银行的卡，但那种质感一看就不像假的。女孩小刘手忙脚乱的拿起卡，先生，我去拿 POS 机。1分钟后，POS 机吐出了长长的签购单，交易成功，215万。主管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的嘴巴张开却发不出声音。200多万就这样刷了，连价格都没问，整个展厅都轰动了。经理从办公室里狂奔出来，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哎呀，贵客啊！经理一把推开呆若木鸡的主管，满脸堆笑的凑到车门边，先生您好，我是这里的经理，刚才多有怠慢，您别往心里去，这车手续办快点。江峰没看他，指了指那个还在发愣的女孩小刘，提成算他的。经理连连点头，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小刘，快去给先生办手续，用最快的速度。小刘激动得手都在抖，这一单的提成领他1年的工资。还有个事，江峰坐直了身体，我没驾照，你们这儿送司机吗？这经理犹豫了一下，我们一般只送装潢和保养，我付工资。江峰说，月薪2万，要求话少，车稳，有力气，如果我晕倒了，能把我扛起来送医院。展厅角落里，一个正在整理防爆叉的保安抬起了头，这是个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太阳穴有一道疤。虽然穿着保安制服，但那股精气神明显不一样。我能开。保安走了过来，经理正要呵斥，江峰抬手打断了。当过兵？江峰问。退伍侦察兵，叫我老陈就行。男人声音低沉。以前开过什么车？大车、小车、坦克、装甲车。江峰笑了。就你了。江峰把车钥匙扔给老陈，办离职，跟我走，今晚就要上班。老陈接住钥匙，动作很稳。他二话没说，脱掉了身上的保安制服，露出里面的黑色背心和一身腱子肉。走。1个小时后，暮色四合，一辆崭新的黑色雷克萨斯 LM 驶出了园区，还没有上牌，挂着临牌。江峰躺在后排，手里拿着一份刚才让老陈去买的汉堡和可乐。车里很安静，隔音效果极好，底盘滤震过滤掉了路面上所有的颠簸。老板去哪？老陈握着方向盘，目不斜视。江峰咬了一口汉堡，热量摄入让他有了点力气。星光传媒大厦。江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20点30分，距离任务开始时间还有半小时，任务还没完。江峰咽下食物，还有最后一卦。既然李老板那么想算，那就去给他算个明白。老陈没有问为什么，他一脚油门，庞大的车身平稳地滑入晚高峰的车流。星光传媒大厦的广场今晚格外拥挤，因为李成封锁了场地。虽然昨晚江峰拒绝了他，但他确信江峰会回来。那种眼神他看得懂，那是一个生意人留扣子的眼神。广场外围拉起了警戒线，昨晚那些小网红们只能站在圈外，把手机举得老高。中心区域被清空，只摆了一张红木茶桌，2把太师椅。李成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手里盘着2颗核桃。他身后站着2排保镖，气势逼人。老板来了，保镖低声提醒。一辆黑色的 MPV 缓缓驶入广场，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车队护送，就这一辆车却开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人群自动分开，车停在红木茶桌前5米处，侧滑门自动打开。先下来的是老陈，他穿着那件黑色背心，肌肉线条分明。他走到后座，手里拿着那个小马扎放在地上，然后江峰走了下来，他手里拿着半杯没喝完的可乐，还是那身旧卫衣，脸色依旧不好看，但在车灯的映衬下多了一分诡异的平静。李成站了起来，江大师。李成皮笑肉不笑，好大的排场，新车不错。江峰没理他，他走到那个小马扎前坐下，这个动作直接无视了李成准备的那张价值不菲的太师椅。这种高度差让李成不得不低头看他，或者蹲下。李总，江峰开口，不用搞这些虚的，你的茶桌太高，我看人喜欢平视。李成的眼角抽动了一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真的让人撤掉了茶桌和太师椅，然后让手下搬来了一个同款的小塑料凳子。李成坐在了江峰对面，全场的闪光灯疯狂闪烁，2个身份地位天差地别的人就这样坐在广场中央，像是2个街边下棋的老大爷。江大师，李成压低声音，昨晚你说我的楼风水破了，今天我把这广场清了，就是想听听高见。钱我有的是，只要你能把这局给我圆回来。江峰看着他。21点，任务时间到。系统界面在江峰眼前展开，那是一个巨大的全息建筑模型，重叠在现实的星光大厦之上，红色的警示光标在模型的基座和承重柱上疯狂闪烁。李总，江峰的声音通过李成领口的麦克风传遍了全场。我不看风水，风水救不了你。江峰抬手指向身后那栋高耸入云的大楼，我看的是大厦将倾之象。李成冷笑，危言耸听。我这楼请了港岛最有名的大师布阵，玉带环腰，藏风聚气，大师布阵布不了人心。江峰指了指李成的脸，你的财帛宫红的发紫，那是淤血，说明你最近的一笔巨款来路不正，带着血腥味。你的子女宫位置有一道横纹切断，在建筑相法里，子女宫对应大楼的西南角承重柱。江峰的声音突然变得锋利，那里的柱子裂了，对吗？李成手里的核桃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他的瞳孔剧烈收缩，那是绝密。昨天下午，工程部确实报告西南角地下停车场的承重柱出现了裂缝，他为了不影响上市审计，下令封锁消息，连夜让人用装饰板和墙纸封死了。这件事只有他和工程部经理知道，这个江峰怎么可能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李成猛地站起来，声音有些变调，我的楼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经过了验收的。江峰坐在马扎上，仰头看着他。验收？江峰笑了，笑意不达眼底。你这楼的地基打桩时，为了赶工期和省钱，用了不合格的钢筋，桩基深度少了5米，为了掩盖，
你把那个想举报的监理赶走了，还制造了一场意外。现在那个裂缝不是风水煞气，是物理学问题。地基下沉，简历强，受力不均。江峰伸出3根手指，3天，如果不加固，3天之内这栋楼就会出现结构性坍塌。这不是生意，李总，这是几千条人命，你要吃的不是风水饭，是牢饭。全场死寂，只有风吹过广场的呜呜声。直播间里几百万人屏住了呼吸。这不是算命，这是公开审判，这是在拿着李成的脑袋往地上砸。关掉直播，把直播关了。李成咆哮着冲向旁边的摄影师，保镖们一拥而上，想要去抢夺周围网红的手机。我看谁敢动！一声暴喝响起，老陈像一尊铁塔一样挡在江峰身前，他手里没有武器，只是一拳挥出，最前面的保镖直接倒飞出去2米远。警察别动！广场外围突然警笛大作，并不是因为李成报了警，而是赵毅。他一直在看直播，听到几千条人命和意外这几个词时，他就知道出大事了。刑警冲进广场，迅速控制了局面。李成瘫软在地上，他看着江峰，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人脉、手段，在这个年轻人的几句话面前土崩瓦解。江峰没有再看他一眼，脑海中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检测到目标，李成心理防线崩溃，罪行揭露，有效算卦次数3/3。恭喜宿主完成星光广场任务，正在结算奖励，奖励发放：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0%，剩余寿命增加60天，获得现金奖励500万。一股清凉的气流瞬间席卷全身，那种时刻盘踞在大脑深处的剧痛像潮水一样退去，呼吸变得顺畅，连视野都清晰了不少。江峰站起身，他把那个马扎折叠起来夹在腋下。下班，江峰拍了拍老陈的肩膀，两人在警察和人群复杂的注视下钻回了那辆黑色的雷克萨斯。车门关上，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江峰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老板去哪？老陈问。回家。江峰说困了。车门关上，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江峰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老板去哪？老陈问。回家。江峰说困了。黑色的雷克萨斯无声地滑出人群，汇入城市的车河，车轮碾过井盖，车身只有一丝极轻微的浮动。江峰没有睁眼。半小时后，车停在云顶1号小区门口，门口的保安亭里，值班的保安队长探出头，看清车牌后，整个人站得笔直。他小跑着出来，对着车头敬了个不怎么标准的礼，然后亲手按下了起落杆的按钮，车缓缓驶入。江峰睁开眼，从车窗里看到那保安队长的背影，还在鞠着躬。老板，人心就是这样。老陈的声音从前排传来，很平稳。江峰没说话。车停在5栋楼下，江峰推开车门，下了车。他走进电梯，按了5楼。电梯里的镜面映出他苍白的脸。回到502，他把小马扎和帆布包扔在玄关，反锁了门。屋子里很安静，他没有开灯，径直走进卧室，一头栽进那张柔软的大床里。手机被他从口袋里掏出来，调成飞行模式，然后扔到地毯上。世界终于清静了，疲惫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江峰睡得昏天暗地，对外界的风暴一无所知。他睡着的时候，整个互联网都在为他疯狂。第二天一早，财经新闻的头版头条被同一件事占据：星光传媒涉嫌重大工程安全问题，大厦被封，董事长李成被刑事拘留。内部人士透露，星光大厦西南角承重柱发现毁灭性裂缝，钢筋样本不达标。受此影响，星光传媒今日开盘即跌停，已启动退市程序。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也悄然发酵。本市刑侦大队证实，昨夜广场事件的起因源于一位热心市民的举报。所有新闻的配图都是那段疯传的直播录像。录像里，一个穿着旧卫衣的年轻人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平静地对着身价几十亿的富豪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断言：3天，如果不加固，3天之内这栋楼就会出现结构性坍塌。现在一切都应验了。江峰一句话干翻了一个上市公司。江半仙这个外号彻底坐实，全网寻找江峰的悬赏金额从沈老太太的一个人情变成了无数富豪权贵砸下的真金白银。有人开价5000万只求一卦，有人愿意出让公司股份只求见一面。云顶1号的物业电话快被打爆了，全都是打听5栋502住户信息的。而这一切的中心人物江峰正睡得人事不省。不知过了多久，江峰是被饿醒的。他睁开眼，房间里一片漆黑，分不清白天黑夜。他坐起身，感觉有点不一样。他试着吸了一口气，这一次气流顺畅地贯穿了整个胸腔，没有了那种熟悉的被石头压住的滞涩感。肺部不再像个破风箱，他甚至能闻到空气中窗帘布料的尘埃味。脑子里那股盘踞已久的钝痛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久违的清明。江峰站起身，走到窗边，一把拉开厚重的遮光窗帘。外面是黄昏，橘红色的阳光泼洒进来，却没有带来以往那种刺痛感。他活动了一下脖颈，骨节发出清脆的响声。就在这时，脑海中那个熟悉的机械音姗姗来迟。叮！星光广场任务评级完美，检测到宿主行为对社会造成巨大正面影响，挽救潜在伤亡数千人，触发额外奖励，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5%，剩余寿命增加9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500万。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强大的暖流从脊椎尾部升起，冲刷着4肢百骸。江峰舒服地哼了一声，他走到客厅，捡起地上的手机，关掉飞行模式。手机像是疯了一样开始震动，几百个未接来电，上千条短信和应用通知。江峰没看，直接全部清除。他现在只想做一件事。他换了身干净的 T 恤和牛仔裤，戴上鸭舌帽和口罩，走出了门。半小时后，市中心一家网红奶茶店门口，江峰手里捧着一杯全糖去冰大杯波霸奶茶，狠狠吸了一大口，甜腻的液体和 Q 弹的珍珠划过喉咙，真他妈的好喝。生病以来，他喝水都反胃，更别提这种高热量的垃圾快乐水。他靠在路边的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慢悠悠地喝着奶茶，这种感觉比赚几百万还要舒坦。一杯奶茶喝完，江峰心情好了不少。他打车回到云顶1号，刚下车，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江峰划开接听，喂，是江大师吗？江先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无比谄媚的声音，哪位？哎呦，江大师，我是您的房东啊，我姓黄，
您这房子的房东有事？江峰走进电梯，没事，就是跟您说一声，这房子您随便住，住多久都行，千万别跟我提租金的事。房东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巴结，这房子就当是我孝敬您的，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我把房产正给您送过去，咱们直接去过户，送一套几千万的豪宅。江峰面无表情的按下了关门键。不用了，别啊大师，我不要您钱，我就是最近生意上有点不顺，想求您给指点2句，就2句。没空。江峰说，另外这房子我不租了，押金你不用退，这个月底我就搬走。别，大师您别搬啊，您住，这是我的福气，我求求您了。江峰直接挂断了电话，他走出电梯，看着走廊尽头自己那间公寓的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从保安到房东，所有人都知道他住这儿，以后恐怕连下楼扔个垃圾都会被堵住，他需要一个没人认识、没人能打扰的地方。江峰回到屋里，打开手机上的房产 app， 他直接跳过所有公寓和联排，筛选条件只设置了一个独栋别墅，带大院子，安保顶级。一个位于城市西郊，名为龙湖山庄的楼盘跳了出来，广告语写着一户一山林，一宅一世界。江峰点开一张航拍图，那里的每一栋别墅都掩映在山林之间，彼此相隔甚远，私密性极好。他拨通了上面留的售楼电话，喂，我要看房。好的先生，请问您怎么称呼？大概预算是现在就看。江峰走到窗边，看着楼下已经出现的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我马上过来。江峰出门前随手拿起桌上的一面小镜子，镜子里的自己气色好了很多，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灰白，但他看着镜中的眉心，那里在系统的视野中不再是一片清明，一缕极淡却无比清晰的黑线像一道裂纹悄然浮现。这不是病气，也不是煞气，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征兆。江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苦笑，果然系统给的命不是白给的，这就像租房，住得越久房租越贵，下一次任务恐怕没那么好糊弄了。老板，出门。老陈站在客厅门口，穿着一身新的黑色运动服。买房。江峰应了声。黑色的雷克萨斯 LM 驶出地库，老陈开车很稳，车内只有空调的出风声。40分钟后，车停在龙湖山庄售楼中心门口，售楼处是座仿古的中式庭院，门口有2尊石狮。门口的迎宾看到这辆无牌的雷克萨斯 LM， 快步跑来，弯腰拉开车门，欢迎光临龙湖山庄。江峰戴着口罩和鸭舌帽下车，一个穿着西装套裙的女销售迎了上来。先生您好，我叫王倩，是这里的销售经理，刚才就是您打的电话吧？江峰点头，带我看看房，要最安静、最偏、离邻居最远的。王倩的表情有些意外，来这里的客户都喜欢选位置好、风水家的楼王，要最偏僻的还是头一回。他马上回应，好的先生，我们这儿正好有一套，很符合您的要求。他带着江峰和老陈坐上观光电瓶车，车子在绿树间行驶，绕过几个人工湖，最后在一个延伸到湖心半岛的尽头停下。眼前是一栋中式独栋别墅，白墙黑瓦，带一个大院子，院里杂草丛生，很久没人打理。别墅3面临湖，只有一条路能进。先生，就是这套了，观湖居。王倩拿出钥匙，打开雕花木门，一股带着水汽的凉气从门里扑来。老陈向前一步，挡在江峰身前。江峰拍拍他的胳膊，自己走了进去。房子是毛坯状态，只有水泥墙和地面，落地窗正对着湖面，因为光照角度，屋内有些暗。江峰吸了口气，凉气钻进鼻腔，脑部的胀痛感随之减轻。这地方不错，先生，这套房子占地3亩，建筑面积1200平。王倩跟了进来，搓着手，就是这房子有点特殊。江峰回头看他，说，这房子之前的几任业主，王倩压低声音，都出事了。第一任业主是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板，住进来不到半年，公司资金链断裂，破产了。第2任业主是对夫妻，感情特别好，搬进来3个月就闹离婚，家产都打官司打没了。第3任，也就是上一任，买下来就没住过，说是请了大师来看，说这里阴气太重，是破财败家的风水格局，转手就想卖，结果一直没人敢接。王倩说完，观察着江峰的反应，这些话本不该告诉客户，但他看江峰和他的保镖不像普通人，不敢隐瞒。江峰听完笑了，他现在不在任务时间，算不出风水，但他有钱，而且这股阴气能缓解他的病痛。多少钱？王倩一怔，先生，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房子不吉利，我问多少钱？江峰重复了一遍，原价是1个亿，上一任业主急着出手，报价5000万，一直卖不掉，现在挂牌价是3000万。王倩报出价格800万，江峰伸出8根手指，全款现在付。王倩的嘴巴张开，一时没合上。先生，您没开玩笑吧？800万，这连建筑成本都不够，那就不买。江峰转身就走，他只是觉得这里舒服，但不是非买不可。哎，先生您等等！王倩急忙追上去，这套房子是整个楼盘的滞销房，砸在手里好几年，每年光维护费就是一大笔钱，要是能卖掉，哪怕亏本，对他也是大功一件。先生，800万太低了，我做不了主，得给我们总监申请一下，给你5分钟。江峰站在院里看着湖面，3分钟后他挂了电话，跑回来说，先生，我们总监，我们老板同意了。1个小时后，所有合同签完，江峰刷卡付钱800万。王倩看着那张签购单，仍有些恍惚，上亿的豪宅就这么低价卖出去了。别墅要是交到江峰手里，王倩带着团队千恩万谢的离开。湖心半岛一下安静下来，只剩下江峰和老陈。夕阳透过落地窗，在地板上投下光影。江峰走进空旷的大厅，在大厅中央躺了下去，水泥地面的凉意透过 T 恤缓解了他身体里的燥热。他枕着手臂看着天花板，没有任务，没有病人，没有围观的人群，只有湖风和自己的呼吸声。这样真好，不用算计，不用演戏，遇到问题直接用钱解决。原来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老板，老陈走进来，提着2个外卖盒子，买了2份盒饭。江峰从地上坐起，盘着腿，两人就在这空旷的大厅里，坐在水泥地上吃着15块钱的盒饭。老陈，江峰扒拉着米饭，给你。江峰用手机给老陈转了笔钱，老陈的手机响了一声，他拿出来看，手抖了一下，转账金额10万。老板，这太多了。老陈的声音有些干，去买家具。江峰说，床、沙发、桌子、椅子，标准只有一个，要软
越软越好，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不差钱，但我这身子骨经不起硬的。老陈看着江峰苍白的脸，沉默了一会。好，他收起手机，把盒饭吃完。当晚，老陈不知从哪弄来一张大气垫床，铺在主卧。江峰洗了个澡躺上去，这是他几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夜半，叮咚，门铃声突然响起，在空旷的别墅里格外突兀。江峰睁开眼，老陈已无声地出现在卧室门口，手里拿着一把从车里工具箱翻出的扳手。我去看看。老陈低声开口。一起。江峰下床，递了件外套，两人走到玄关。监控显示屏上，门口站着2个人，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拄着龙头拐杖，旁边是个穿小西装打领结的小男孩，是沈老太太和沈小宝。老陈看向江峰，江峰皱了皱眉，过去打开门。江大师，冒昧打扰，乔迁之喜啊。沈老太太笑着开口。沈小宝从老太太身后探出头，打量着屋里，摸头叔叔，你家好大，这怎么什么都没有？有事？江峰堵在门口，别紧张。沈老太太用拐杖点了点地面，这家开发商是我沈家的产业，你前脚买房，后脚我就知道了。她收起笑容，身子前倾，凑到江峰耳边，我来不是为了道贺。老太太压低声音，是想告诉你一件怪事。一件怪事？江峰倚在门框上，没有让开的意思。金海大学最近不太平。沈老太太的声音很低，只有他们2人能听见。图书馆那边几个学生精神出了问题，都说夜里能听到书本自己在翻页。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江峰的脸，跟我无关。江峰回绝，我不是私家侦探。我知道。沈老太太笑了笑，沈家是金海大学最大的赞助方，我不想事情闹大，影响学校100年校庆。如果你愿意去看看，我可以把西郊那片还没开发的温泉山谷送给你。江峰没说话。沈小宝从老太太身后钻出来，递过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笑得很甜，穿着学士服。这是我孙女，也在那读书。老夫人，我再说一遍。江峰把照片推了回去，我不接私活，我的规矩您知道。沈老太太看着他，看了很久，她收回照片，叹了口气，好吧。他拄着拐杖转身，那就不打扰了。一辆加长货车从别墅旁的林荫道里开了出来，停在院门口。几个工人跳下车，打开车厢，里面是一整套崭新的黄花梨书桌和椅子，雕工繁复，木料在夜色里透出光泽。这些就当是给大师的乔迁贺礼。沈老太太头也不回，大师喜欢安静，这套桌椅最配你的书房。江峰看着那套比他年纪还大的古董家具，我喜欢软的，你找个时间退回去吧。他对着老陈的背影说，我知道了。老陈的后背绷紧了。货车开走，沈老太太的劳斯莱斯也消失在夜色里。湖心半岛四周再没有别的声响。江峰关上门，正准备回去补觉，滋，脑海深处熟悉的电流声窜起。江峰的脚步停住，他闭上眼，太阳穴突突直跳。新任务发布，地点金海大学西门正对图书馆，时间每日早晨7点至8点，方式摸骨、相面、学术版，领域学业、前程、学术不端等，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揭示真相。江峰睁开眼，死死盯着耐心时间，每日早晨7点至9点。他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2点，5个小时后他就要出现在大学门口。我恨早八。江峰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这狗系统是非要我去金海大学搅浑水。他一脚踹在门边的鞋柜上，鞋柜纹丝不动，他的脚趾钻心的疼。清晨6点半，天还没亮透，一层灰蒙蒙的雾气笼罩着城市。黑色的雷克萨斯停在金海大学西门对面的马路边，车里暖气开得很足。江峰裹着一件厚厚的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缩在后排的航空座椅里，一动不动。老板，到点了。老陈的声音从前排传来。江峰没动。老板。江峰把羽绒服的帽子拉得更低，只露出一双眼睛。我死了。他声音嘶哑。老陈沉默了片刻，他解开安全带，走到后排，拉开车门，一股寒气灌了进来。老陈弯下腰，伸手直接从羽绒服下面抄起江峰的胳膊，把他从座椅上拎了起来。啊！江峰发出一声惨叫，谋杀啊！老陈把那个掉漆的小马扎塞进他怀里，又递给他一张 A4 纸和一卷透明胶带。上班。江峰被冷风吹得一哆嗦，脑子清醒了些。他看着对面那座高大的石砌校门，打了个哈欠，眼角渗出泪水。他没像往常那样摆摊，他晃晃悠悠地穿过马路，走到校门口那座高大的思想者雕塑前。雕塑底座是大理石。江峰撕开胶带，把那张 A4 纸啪的一声贴在雕塑的大腿上。纸上是打印出来的几行黑体字：学业咨询、专治迷茫、挂科、延毕、选导师、发不出论文、均可、不准退学费。做完这一切，他把小马扎在雕塑脚下撑开，坐下，然后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顶，帽子戴好，双手插兜，整个人缩成一团，只剩下一双眼睛露在外面。7点整，上早课的学生陆陆续续多了起来，他们骑着共享单车，或者手里拿着豆浆包子，行色匆匆。每个人路过雕塑时，都会看一眼那个奇怪的纸片和纸片下面那个把自己裹严实的人。快看，那是什么？行为艺术吗？还是哪个社团的招新？学业咨询？神经病吧！大清早的，那人是谁啊？缩成那样，不冷吗？江峰听着这些议论，把脸埋得更深了。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大爷拎着橡胶棍走了过来，敲了敲雕塑的底座。嘿，小伙子，干嘛呢？江峰抬起头，他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根皱巴巴的烟，递了过去。大爷愣了一下，这烟的牌子他认识，中华。大爷。江峰的声音隔着羽绒服有些发闷。等人呢？他指了指远处那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家里逼我来体验生活，我女朋友在里面读书，等她下课。保安大爷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辆车虽然没有牌子，但一看就价值不菲。再看看江峰这一身，虽然邋遢，但羽绒服的牌子是加拿大鹅。大爷听了，把烟别在耳朵上，那你也别贴这儿啊，影响不好。马上就撕，等人来了就撕。江峰含糊的应着。大爷没再说什么，拎着棍子去别处巡逻了。江峰松了口气，又把头缩回羽绒服的帽子里。时间1分1秒过去，看热闹的学生来了又走，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发到学校论坛上。经西门金线算命大师自称专治挂科，是骗子还是炒作？有人去试试水吗？帖子里很快有人回复，等等，这身衣服，这个小马扎，这不是网上那个江半仙吗？我靠，真的假的？他怎么跑
我们学校来了，快去围观！活的！这个帖子很快引来了大量回复，一些原本不信的学生也停下脚步，围在远处指指点点。江峰皱眉，他今天特意换了件羽绒服，没想到还是被认出来了，看来是那个小马扎的辨识度太高。大师，真的是你吗？一个女生大胆地喊。江峰没理，他现在只想完成任务，然后回去睡觉。就在人群开始聚集的时候，一个男生从人群外围挤了进来，他大概25、6岁，戴着一副平底厚的眼镜，头发油腻的结成一缕一缕，身上的格子衬衫也皱巴巴的，他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精神萎靡。他没有看热闹，而是死死盯着江峰贴在雕塑上的那张纸。他在原地徘徊了很久，手插在口袋里，捏着一个硬硬的直角，几次想走过来，又都退了回去。最后，他一咬牙，穿过人群，走到了江峰面前。周围的喧闹声小了下去，男生低着头，不敢看江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整整齐齐的纸，是金海大学的退学申请书。男生的声音干涩沙哑，我看到你的牌子了。他把那张申请书递到江峰面前，你能算算我还要不要读这个博吗？江峰抬起头，在他看向这个男生时，系统界面在他眼前展开，别的什么都还没看清。江峰只注意到这个男生明明生就一副挺拔的额骨，平直的眉骨，这是标准的文曲星骨相，主学业亨通，才思敏捷。可他的整张脸上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灰黑之气，透着腐朽。江峰看着他，男生的退学申请书捏在手里，纸张边缘因为手心的汗水已经有些湿软。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我靠，博士退学，真的假的？这哥们我认识，物理系的刘伟，超级学霸，学霸都顶不住了，这是被折磨成什么样了？江峰没理会周围的嘈杂，他的视野里系统面板已经浮现，姓名刘伟，骨相银骨隆起，智慧线伸长，文曲灌顶，天赋评定，学术研究 S 级，当前状态精神压制，重度灵感枯竭，伟气运剥夺中。江峰看完系统面板，视线回到刘伟蜡黄的脸上，坐。江峰指了指自己脚下的地面，刘伟怔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江峰坐着的小马扎，又看了看冰冷的大理石地面，没有动。我坐这儿，你坐我对面。江峰补充一句，刘伟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最终还是没说什么，顺从的在江峰对面的地上坐了下来，双腿蜷缩着，把那份退学申请书抱在怀里。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更加渺小无助。手伸出来，江峰说。刘伟迟疑着伸出右手，那是一只属于学者的手，手指修长，但指甲缝里有些污垢，虎口处还有一层薄茧，不像是握笔磨的，倒像是干杂活留下的。江峰没有去碰他的手，而是轻身向前，枯瘦的手指直接按在了刘伟的后脑勺上，那里是骨相中的玉枕骨。你导师是不是快秃了？江峰开口。刘伟猛地抬头，镜片后的眼睛里满是震惊，法令纹很深，笑的时候嘴角向下扯，左边脸颊靠近鼻翼的地方还有一颗黑痣。江峰继续说，手指沿着刘伟的头骨缓缓移动。你怎么知道？刘伟的声音发抖，这些特征太具体了，他导师王建国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气运被他借走了。江峰收回手，重新缩回衣服口袋里。相法里你是松柏之姿，生来就是栋梁，而他是藤蔓之象，只能依附攀爬。藤蔓缠住松柏，吸取养分，松柏就会枯萎。你这3年是不是所有成果都成了他的肥料？刘伟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起了那无数个通宵的夜晚，他做实验、跑数据、写论文。每一次当他拿着成果去找导师时，王建国总是先劈头盖脸的把他骂一顿，说他做的一无是处。然后过不了几天，他的研究思路和数据就会出现在导师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新文章里，而他自己的名字最多排在第3、第4，甚至没有。你最近那篇关于量子隧穿效应的论文其实已经写完了，对吧？江峰看着他，刘伟的瞳孔狠狠一缩，这件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篇论文是他这3年最高水平的成果，足以投给国际顶级的物理学期刊，但他不敢，他怕又被导师抢走，所以他把论文藏在加密的硬盘里，对导师谎称实验遇到了瓶颈，一直没有进展。他说我的思路是错的，让我换方向。刘伟的声音带着哭腔，他不是让你换方向，是想让你把熟透的果子亲手送给他。江峰扯了扯嘴角，你这哪是读博，你这是在坐牢，还是给别人无偿打工的那种？这几句话让刘伟再也撑不住了。这个在实验室里沉默寡言，在导师面前唯唯诺诺的男人，突然抱住头，发出了压抑多年的呜咽。他想退学，甚至想过从图书馆的顶楼跳下去。他觉得是自己没用，是自己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原来不是他的问题。别退学！江峰的声音响起，他伸手从刘伟怀里抽出了那张退学申请书。刘伟抬起泪眼模糊的脸，不解地看着他。江峰没解释，把那张成载着刘伟所有绝望的纸慢条斯理的对折，再对折，叠成了一个纸飞机的形状。然后他屈指一弹，纸飞机晃晃悠悠地飞了出去，落在了远处的草坪上。你的一马心动了。江峰看着刘伟，那篇论文不要再藏着了，今晚就投出去，投给德国那家应用物理学快报，3天之内必有回音。你的学术运在北方，不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系你写的导师，你会飞。刘伟呆呆地听着，3天，国际顶刊的审稿周期至少也要几个月。德国，他从来没想过要把文章投到海外，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嚎啕大哭。哭声里有这3年的压抑，有不甘，有委屈，但更多的是一种释放。叮，有效算卦次数1/3，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江峰拉了拉衣服的领子，把脸又往里缩了缩，真冷。围观的学生鸦雀无声，他们看着那个哭得像个孩子的博士生，又看看那个缩在羽绒服里神情淡漠的年轻人，心里五味杂陈。这就是江半仙，不劝分，不揭短，这次竟然是反向画饼。哭了大概有10分钟，刘伟站了起来，他没再看江峰，也没看周围的人群，用袖子狠狠擦了一把脸，红着眼睛转身就走。他的脚步不再沉重，反而透着一股决意，他要去赌一把。看着刘伟的背影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人群才再次骚动起来。大师，大师，给我算算，我能不能考上研？大师，我这学期高数要挂了，怎么办啊？一群学生蜂拥而上，江峰只是把头埋得更深。就在这时，一个
个洪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小伙子！”江峰抬起眼皮，一个穿着灰色运动服、脚踩一双普通跑鞋的老头正站在他旁边。老头大概60多岁，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他刚才一直在旁边晨练，把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劝人背叛师门，这可不厚道吧？老头双手背在身后，上下打量着江峰。周围的学生看到这老头都安静了下来，有几个还小声喊了句“校长好”。江峰的视线落在老头脸上，又移到他脚下。我这叫帮人弃暗投明。江峰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回了一句：“还有，大爷，你这鞋带散了，小心点，别一把年纪再摔出个脑震荡。”老校长没有理会江峰的话，也没有再看他那张困倦的脸。他弯下腰，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从地上捡起了一张纸，那是刚才刘伟失魂落魄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一页草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推演符号。老校长把纸展开，抚平褶皱，仔细看了一眼。周围的学生们屏住呼吸。我不懂相面。老校长抬起头，目光重新落在江峰身上，平静地问：“但我懂物理，你凭什么断定他把这篇论文投给德国那家期刊，3天之内必有回音？”这一问把现场的氛围从玄学拉回了科学，所有人都看向江峰，等着他的回答。这是理性的质询，也是权威的考验。江峰在羽绒服里动了动，把脸往外挪了半分，声音闷闷地传出：“因为他那篇论文的水平够了。”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也因为那家期刊的主编最近2年都在死磕这个方向，却一直没找到突破口，急需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来稳住自己的学术地位。老校长的眉毛扬了扬：“这些也是你看相看出来的？”不，江峰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些是我昨晚没事干，刷物理学家八卦论坛看到的。算命是玄学，但投稿是信息战。”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我靠，信息战这个词用得好啊！原来大师算命还要结合情报分析的吗？这逼格也太高了！我就说嘛，玄学也要讲科学依据的。几个文学院的学生已经掏出小本本开始记了，标题都想好了：论玄学符号在现代信息传播中的符号学意义。江峰没在意周围的窃窃私语，他心里正在吐槽：得来活了。不过这老头儿看着比昨天那个拿钱堵门的顺眼，至少没一上来就拿钱砸人。他注意到老头手腕上那块表款式很旧，皮带都磨出了毛边，但牌子是几十年前的瑞士定制款，说明这人念旧也务实。老校长听完江峰的解释，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有意思，有意思的小家伙。”他把那张草稿纸小心地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大师，大师，看我，看我！”老校长一笑，现场的气氛顿时松快下来，学生们又开始蠢蠢欲动。“校长！”江峰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老校长的脚下：“您的鞋带。”老校长的笑声停住，低头看去，右脚那根散开的鞋带还耷拉在地上，右脚这根鞋带的磨损程度比左脚的严重很多。江峰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说明您走路的时候习惯性的用右脚先发力蹬地，最近右膝盖不太舒服吧？所以才下意识改变了走路的姿态。全场鸦雀无声。如果说刚才分析论文是信息战，那现在这个就是纯粹的观察和推理了，细致入微，令人头皮发麻。我劝他背叛师门，是因为他那个导师在偷窃，这叫止损。江峰的声音平静，却字字诛心。我让您系鞋带，是因为你是这所学校的顶梁柱，您要是摔了，学校的气就散了。江峰终于抬起头，露出了藏在帽子阴影里的眼睛。这不叫迷信，这叫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这4个字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原来算命还能这么解释，这哪里是封建迷信，这简直是把 MBA 的案例分析课搬到了校门口。老校长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审视，最后那审视又化为了欣赏。他看着江峰看了很久，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再次弯下腰。这一次他慢慢地郑重地系好了自己的鞋带，一个标准的蝴蝶结拉得很紧。直起身，老校长对着江峰郑重地点了点头，他没再开口，转身背着手汇入晨练的人流，慢慢走远了。校长一走，压在学生们头上的那股无形气场也随之消散，人群像炸开的锅，瞬间沸腾。大师，轮到我了，我出500，我出1000，大师就给我看看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学生们的热情比刚才高涨了100倍，一个个挥舞着手机扫码界面往前挤。江峰把头又缩回了羽绒服里，准备装死，让一让。一个清脆又带着几分傲慢的女生像一把剪刀剪开了嘈杂的人生，人群被一股力量推开，一个女生挤到了最前面。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白色香奈儿套装，裙摆下是笔直修长的小腿，妆容精致的一丝不苟，连头发丝都散发着金钱的味道。她的目光里满是毫不掩饰的鄙夷，身后还跟着2个同样气质的男女，显然是一个小圈子的核心。女生抱着双臂停在江峰的小马扎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像是在看一堆路边的垃圾，装神弄鬼。她的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的人听清。你这么能算，算算我能不能进学生会主席团？他扬起下巴，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算不准，我今天就让你在京海大学的论坛上出名。李雪站在摊位前，手里晃着手机，身后一男一女2个跟班文生掏出手机，镜头对到江峰脸上，录像红点闪烁。江峰把羽绒服领子往上拉了拉，只露眼睛在外，视线扫过李雪，一行行数据在空气中浮现：骨相眉骨过高，压制田宅；气色子女宫，卧蚕晦暗，纯白血虚；天赋平定，表演型人格，B级；当前状态众叛亲离，潜伏期身败名裂，即将触发，数据隐去。江峰盯着他的眉毛，纹得太直，眉尾拉得太长，而且压得极低，直接盖住了田宅宫。眉低压目，加上高耸的颧骨，典型的劳碌命，也是典型的送财童子。开始吧。李雪打开香奈包，抽出张红票子，手指一松，纸币飘落在江峰脚边水泥地上。算准了归你，算不准你就对着镜头大喊3声我是骗子。围观人群发出嘘声。江峰没看地上的钱，手从兜里抽出来，在小马扎底下摸索半天，掏出个掉漆的保温杯，拧盖吹气喝水，想问能不能进主席团哪儿。
江峰嗓音有点哑。李雪皱眉，很不爽这种被忽视的感觉。外联部部长，他下巴一点，虽然已经内定了，但我就是想听听你怎么变。江峰放下杯子，进不去。他又补了一句，别说部长，干事都没你的份。语气平的像在念说明书。李雪没吭声，后面那个拿手机的男生先嗤笑一声，搞笑呢？上学期校庆500万赞助，学姐一个人拉了一半，这种业绩，外联部部长除了他还能给谁？另一个女生附和，就是整个学生会谁不知道学姐多拼？你一个摆摊的懂个屁！周围人开始嘀咕，这好像是金融系的李雪，家里有矿，我也听说了。他爸是校董，这摊主踢铁板上了。李雪双手抱臂，等着江峰出丑。江峰把保温杯盖好，塞回屁股底下，能力确实强。李雪刚要张嘴，江峰接着说，但人不行。他指指李雪的脸，颧骨高耸无肉，这叫孤峰独耸，刻薄难服众。李雪脸色一沉，还有这眼角的纹路，全是烂桃花。江峰竖起3根手指，最近同时吊着3个男生，挺累吧？现场顿时没人说话了。那2个跟班互相对视一眼。江峰继续，物理系的那个帮你写马哲论文。江峰掰下1根手指，体育系的那个负责占座买饭，又掰下1根。计算机系的那个最惨，为了你的竞选 PPT 熬了3个通宵。李雪往后退了半步，抓着包带的手指发白。这些备胎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存在，他管理的滴水不漏，这人怎么知道？这叫私德有亏。江峰拍拍手套上的灰，学生会要的是形象代言人，不是时间管理大师。你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你这点破事整理成文档发给指导老师了，哪来的证据？李雪嗓门拔高，语音。江峰咳了一声，掐着嗓子模仿，哥哥最好了，没你我可怎么活呀？围观的人哄笑出声。江峰恢复正常嗓音，人家计算机系的懂技术，全录音备份了，说是防一手，所以别想主席团了。江峰看着他，先想想怎么写检讨吧。李雪僵在原地，早晨碰到那个死对头，对方看他的表情确实不对劲，既不是嫉妒，也不是挑衅，纯粹是看笑话。嗡嗡，包里的手机突然狂震，李雪浑身一抖，慌乱去翻，手一滑，手机啪的摔在地上，屏幕朝上亮着光，备注显示张老师，学生会指导老师。李雪盯着屏幕一动不动。啊！李雪尖叫一声，扑过去抓起手机，按掉电话又疯狂回拨，踉踉跄跄往外跑，高跟鞋差点崴了脚。2个跟班迅速收起手机，低着头钻进人群溜了。周围几十号人没一个出声，视线全集中在江峰身上。叮，有效算卦次数2/3。江峰搓搓手，弯腰捡起那张100块，弹了一下纸币，折好塞进内兜。第2卦搞定。人群还没散，让让！借过。外面传来喊声，有人用力扒开围观人群，硬挤了进来。是个穿篮球服的高个男生，满头大汗。他冲到摊位前，双手撑膝，喘的话都说不利索。大师，呼，大师！男生抬头，满脸极汗，眼眶发红。帮我算算，我女朋友去哪了？男生的吼声带着哭腔，回荡在刚安静下来的校门口。阳光正好驱散了晨间的最后一丝薄雾。李雪的闹剧刚刚收场，围观的人群还没从那种颠覆认知的震惊中回过神，这个满头大汗的篮球服男生就成了新的焦点。他很高，超过1.9米，但此刻却弓着背，双手撑着膝盖，胸口剧烈起伏，像一头搁浅的鲸。人群里不知谁先笑出了声，这又是哪个系的活宝？演小品呢？还被鬼抓走了？他当这是拍聊斋啊？我看就是情侣吵架，这男的戏也太多了。议论声此起彼伏，带着毫不掩饰的嘲弄。刚才江峰揭露李雪老底时，他们是敬畏，现在他们觉得是来了一个哗众取宠的。江峰依旧缩在羽绒服里，只抬了抬眼皮，系统视野在他眼前展开。男生的头顶气运很正常，没有半点晦暗，只是夫妻宫，也就是眼尾的位置，缠绕着一缕极淡的清气，像是沾上了一抹水彩。极恶宫，也就是山根鼻梁处，光洁平整，没有丝毫损伤的迹象。夫妻宫清气缠绕，主惊吓、口舌。极恶宫无损，无血光之灾。江峰收回视线，人没事，就是蠢。不过看这气色，不像单纯的情侣吵架。我没开玩笑。篮球男直起身，通红的眼睛扫过周围的人群，声音因为激动而破音。我女朋友叫苏月，昨晚在图书馆自习，11点多的时候给我发微信，说听到书架后面有怪声。她掏出手机，屏幕因为手抖而晃动。她说像是指甲刮墙的声音，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救命的表情包，然后就失联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找了一晚上，宿舍也说她没回去。我怀疑她被图书馆那个传说中的鬼给抓走了。图书馆闹鬼的传说在京海大学流传已久。她这么一说，人群的哄笑声小了下去，一些胆小的女生甚至下意识地抱紧了胳膊。我听学姐说过，好像真的有怪声，别自己吓自己，学校都辟谣多少次了。江峰没理会那些传言，他现在只想赶紧算完这最后1卦，然后回去补觉。你们最近吵架了？他问。篮球男愣了一下，摇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啊，我们感情好得很。我昨天还去校门口那家网红店排了半个小时的队，给他买了他最爱喝的那个什么芝芝美美。江峰没说话，换了个问题，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什么？抱怨？篮球男挠了挠头，努力回忆着，好像抱怨过，说图书馆总有人占座，还说自习室里有考研的翻书声音特别大，吵得他看不进去。哦对了，他一拍大腿，他还说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变态偷看他都快烦死了。江峰听着，在宽大的羽绒服袖子里伸出1根手指，又1根，最后停在3根，3个关键信息点：占座的、翻书的、戴眼镜的。足够了，他站起身，这个动作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江峰拍了拍羽绒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动作很慢。你女朋友没被鬼抓走？篮球男的眼睛里瞬间燃起希望。那他在哪？江峰伸手指了指不远处那栋高大的红砖建筑，他现在在教务处。篮球男傻眼了，教务处？江峰点头，写检讨呢。这3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得篮球男外焦里嫩。周围的学生也全都懵了，失踪了一晚上，结果是在教务处写检讨，这是什么神展开？写检讨？篮球男的声音都结巴了。为什么？江峰看着他，像是看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昨晚他嫌旁边一个考研的哥们翻书声音大，提醒了几次，对方可能看得太入神，没理他。然后他一气之下就把你排了半个小时队
买的那杯芝芝美美。江峰拖长了声音，全倒在了那个哥们的书上，还有他的笔记本电脑上。全场死寂，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篮球男的嘴巴慢慢张开，大的能塞下一个鸡蛋。他想起了女朋友苏月平时温柔可人的样子，怎么也无法和这种泼妇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人家那哥们是贫困生，省吃俭用攒了好几个月才买的电脑，现在主板烧了，几百块的专业书也全毁了。江峰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却像一把锤子，一下下砸在篮球男的心口。现在人家正拉着你女朋友在教务处要求赔偿，顺便实名举报他恶意破坏他人财物。至于那个救命的表情包，那不是求救，是他干完坏事之后觉得很解气，发给你炫耀的。还有，江峰最后补充道，那个总偷看他的变态就是被他泼奶茶的那个受害者，人家不是变态，人家只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真相大白，反转来的太快太猛，也太有戏剧性。篮球男整个人石化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变得青一阵白一阵。他引以为傲的温柔可爱的女友，在他不知道的地方竟然是这样一个形象。人群中终于有人忍不住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这笑声像会传染。我靠，人才啊！这他妈是碳基生物能干出来的事，这反转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都精彩。心疼那个考研的老哥，更心疼这个篮球哥啊！这是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篮球男在铺天盖地的嘲笑声中身体晃了晃，像是随时都要倒下。江峰没有再看他，他的脑海里机械音准时响起，叮，有效算卦次数3/3，叮，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0%，剩余寿命增加45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300万。早起的疲惫和寒意一扫而空，江峰舒服的眯了眯眼，他弯腰把那个掉漆的小马扎折叠好，夹在腋下，然后他走到那尊思想者雕塑前，慢条斯理的撕下了那张打印着学业咨询的 A4 纸，揉成一团，精准的扔进了10几米外的一个垃圾桶里。做完这一切，他在众人混杂着敬畏、同情和狂热的目光中，转身悠哉的走向马路对面那辆黑色的雷克萨斯。老陈已经拉开了车门，上车前，江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还呆立在原地怀疑人生的篮球男。他想了想，开口：小伙子，这恋爱谈的比高数还难懂，好自为之吧。龙湖山庄观湖居，落地窗前，阳光照进客厅，工人们已经撤走。老陈指挥着最后2人，把一张白色软沙发摆在客厅中央。别墅里添置的家具都以柔软舒适为标准。江峰现在一张6位数的意大利云朵沙发里，整个人被柔软的填充物包围。他左手拿着冰可乐，右手刷着手机。金海大学的校园论坛已经爆了，置顶的帖子里，他坐在思想者雕塑下的照片被 P 成了各种恶搞图，有的给他 P 上佛光，有的身后 P 上天兵天将，还有的直接把他 P 成了一条锦鲤。拜江神不挂科，转发这个江半仙，你的导师下周就给你改论文。江神语录：风险管理信息站，好自为之。江峰划过那些帖子，灌下一大口可乐。我只想续命，怎么就成了锦鲤了？他自语道。想在这个信息时代保持低调太难了。江峰现在只想安安静静没人打扰的待着。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老陈脱掉了黑色背心，换上一套灰色运动服，但肌肉轮廓依旧分明。老板，老陈走到沙发旁，站得笔挺。门口有几个人，被我劝走了。江峰应了一声，从沙发缝里探出头，看向窗外。别墅院门外，一个扛着摄像机的男人正一瘸一拐地爬起来，他旁边的女主播在捡地上摔碎的手机，他们那台崭新的直播支架扭曲变形报废了。江峰收回视线，月薪2万，还包吃住，这钱花得值。他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找了个更舒服的姿势，睡到自然醒，喝着可乐看别人倒霉，这种感觉比任务结算时还要舒坦。江峰决定出门犒劳一下自己，去尝长富人区商业街的馆子，跟以前吃的路边摊有什么区别？他从衣帽间里翻出一套最便宜的运动服，又戴上鸭舌帽，把帽檐压得很低。两人一前一后步行走出别墅区，商业街离得不远，路边种满了法国梧桐。江峰看中了一家装修考究的日料店，门口穿着和服的迎宾小姐正对着每一位客人鞠躬。就在他准备进去的时候，旁边传来一个声音：哎呦，这不是新邻居吗？江峰转过头，一个50岁上下的贵妇站在他旁边，打扮得珠光宝气，手腕上戴着一只满绿翡翠镯子，手指上那枚大钻戒在阳光下反射着光。他上下打量江峰那套普通的运动服，又看了看他身后站得笔挺的老陈，姿态拿捏得十足。小伙子，贵妇凑近了些，很自来熟的开口：你就是新搬来给8号别墅那位老板开车的司机吧？他指了指江峰刚出来的方向，8号别墅就是江峰买的那栋观湖居，看着挺精神的。贵妇拍了拍江峰的胳膊，语气很是和善：好好干，我听说你们老板挺有钱的，不会亏待你的。江峰怔了一下，司机。他看了一眼身后的老陈，老陈还是一样的站姿，但嘴角有压不住的弧度。他清了清嗓子，对着贵妇顺水推舟的点了点头：是啊，阿姨。江峰的语气朴实又憨厚：我们老板人是挺好的，就是脑子好像有点问题。贵妇的兴致一下子上来了：怎么说？江峰压低声音，一副神秘的样子。他非要买个凶宅住。凶宅2个字一出口，贵妇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他的脸色变了变，一把拉住江峰的胳膊，把他拽到餐厅门口的盆栽后面。哎呦，我的天！我就说那房子不对劲吧。贵妇的声音压得更低，语速却很快。你是不知道啊，小伙子，那房子邪门得很，前面几任业主不是破产就是离婚，没一个有好下场的。他说着还紧张地往四周张望。你快跟阿姨说说，你老板怎么回事？他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吗？是不是被人骗了？江峰看着他一脸渴求内幕的表情，心里觉得好笑。这比算命有意思。他酝酿了一下情绪，脸上挂着为难的表情。我们老板他说他命硬。江峰一本正经的胡扯，他说他八字纯阳，火气旺，专克这些阴邪玩意儿，能镇住这里的邪气。老陈站在不远处，背对着他们，双肩控制不住的抖动。贵妇听得倒吸一口凉气，我的妈呀，还有这种人？是啊，江峰叹了口气，表演得更投入了。
我们老板还说准备在院子里挖个坑，把以前那几任业主的坏运气都埋进去。他还说，江峰凑到贵妇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音量说，晚上要跟住在这里的老邻居们开个 party， 联络感情。他说，要是打麻将输了钱，就直接给他们烧纸。贵妇的脸彻底白了，她抓着江峰胳膊的手都在发抖。这太吓人了，谁说不是呢？江峰一脸无奈。所以阿姨，你以后晚上要是听到我们院子里有打麻将的声音，千万别害怕，那是我们老板在搞团建。江峰看着贵妇受惊的表情，对旁边的老陈使了个眼色。老陈转过身对江峰点头。江峰心里盘算着，今晚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呢？这种扮演穷人的小乐趣，比在大学门口扮大师有意思多了。江峰看见那贵妇快吓晕了，便对旁边的老陈使了个眼色。老陈忍着笑，转过身对江峰点了点头。那阿姨您先忙，我得去给我们老板买饭了。江峰用憨厚的口吻告辞，拉着老陈快步走进了那家日料店。一进门，江峰的腰背就挺直了，脸上的憨厚也不见了。憋坏了吧？江峰问。老陈的后背还在抖动，他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没有。走，今天我请客，最贵的那种。1周后，观湖居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江峰躺在太阳椅上，戴着墨镜，身上盖着薄毯，旁边矮桌上放着一杯冰可乐。不远处，老陈赤着上身，正用一把工兵铲吭哧的在院子角落挖一个大坑。贵妇那天被吓得不轻，第2天就找人送来一车礼品，说是给新邻居押金。江峰没收，但命令老板要在院里挖坑埋晦气的说法却传了出去。现在整个龙湖山庄的业主群里都在讨论8号别墅那个辟邪狂人。江峰吸了一口可乐。老陈，他喊了一声。老陈停下动作。你说我要是有你这身板，还需要算命吗？江峰开口，直接去抢。算了，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老陈拎着工兵铲走过来，站得笔直。老板，你的身体经不起剧烈运动。江峰撇撇嘴。这个星期是他过得最舒坦的日子，没任务，没病痛折磨，每天睡到自然醒，被老陈催着在院子里散步半小时，然后就窝在沙发里看电影，或是在草坪上晒太阳。银行卡里的数字让他体会到了废人的快乐，但他心里清楚，这种安宁是租来的，续上的命不是永久产权。脑子里那股让他痛苦的压迫感虽然消失了，但偶尔还是会有尖锐的刺痛，提醒他时间不多了。他抬起手遮住阳光，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脑中滋的一声电流窜过，江峰一下从太阳椅上坐直了身体。他摘下墨镜，揉了揉太阳穴，该来的还是来了。新任务发布，地点市中心宠爱一生高端宠物医院，时间每日14点至16点，方式通感旺气宠物版，领域宠物心事疑难杂症，目标接待3位毛孩子家长并解决问题。江峰盯着空气中浮现的虚拟文字，半天没说话。通感旺气宠物版，这系统更新时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代码？老板，怎么？老陈察觉他不对劲。江峰摆摆手，老陈去查一下宠爱一生宠物医院。老陈拿出手机在屏幕上点了几下，老板查到了。他汇报，本市最贵的连锁宠物医院，定位是宠物界的和睦家，一个常规体检套餐8888起步，挂号费都要500。江峰听完靠回太阳椅上，他明白了，系统这是嫌他最近赚钱太容易，开始增加难度。之前是跟人打交道，现在要跟畜生，不要跟毛孩子打交道，这活儿技术含量不低。江峰捏着下巴盘算起来，去这种地方，小马扎那套装扮肯定不行。能花小1万给猫狗体检的人，信的是科学，是专业，是权威。他们不会相信一个穿冲锋衣做小马扎的算命先生，只会觉得那是个行为艺术家或者脑子有病。老陈，江峰有了主意，再给我去弄一套行头。江峰伸出手指开始下指令。第一，一件合身的白大褂，质感要好，不能是医院里那种洗得发黄的。第二，一副金丝边眼镜，平光，镜片要擦亮。第三，江峰顿了顿，去打印店给我做一张证件，带塑封和挂绳的那种，头衔就写国际认证动物行为心理学专家，名字下面再加一行小字，美国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荣誉客座教授。老陈听完停顿片刻，老板，康奈尔大学的校徽要彩印还是黑白？江峰对他竖起一个大拇指，要彩印的，真一点。下午1点50，城南汽车园那辆黑色的雷克萨斯 LM 停在宠爱医生宠物医院对面的咖啡馆门口，车里江峰已经换上了全套装备，崭新的白大褂，金丝眼镜，胸前还挂着伪造的专家证。他对着后座的化妆镜整理了一下衣领，老板，你这气质比我们部队医院的主任还像主任。老陈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真心实意的评价。江峰没说话，看向车窗外，宠物医院门口停满了豪车，一个穿皮草的贵妇正抱着一只打石膏的白色泰迪抹眼泪，旁边的管家撑着伞，一个打扮新潮的青年正费力地拽着一只哈士奇，嘴里骂骂咧咧，一个提着猫包的女孩一脸焦急地在门口踱步，不停看手机。能来这里的非富即贵，而且状况都挺严重，不是宠物病了，是主人病了。老板怎么搞？老陈问。不摆摊。江峰回答。小马扎那一套跟这里的环境不搭，太掉价，他要玩点高级的。把后备箱打开。江峰下令。老陈照做。雷克萨斯 LM 的后备箱空间很大，江峰指挥老陈从车里拿出几张没拆封的羊绒毯子铺在后备箱里，他又从储物格里翻出几包宠物零食和几个磨牙玩具摆在毯子上，最后他拿出一块用相框裱起来的小白板立在后备箱一侧，白板上是手写的花体字：宠物低语者，解你家主子心病。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每次只疗10分钟，随缘收费。做完这一切，江峰点了点头。他整了整白大褂，从车上下来，没有坐，而是倚靠在车尾，双臂环抱在胸前，看着医院门口那些焦急的人们。一个穿白大褂戴金丝眼镜的专家倚靠在一辆200多万的豪车旁，身后是布置好的后备箱。这不叫摆摊算命，这叫移动行为咨询工作室。他这新奇的做派很快吸引了医院门口排队的宠物主人，他们先是好奇的打量，接着便小声议论起来。那人是谁啊？新来的医生吗？怎么在车后面看诊？你看他那车雷克萨斯 LM 顶配的吧？医生这么有钱，宠物低语者什么东西？
听起来挺高级的。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一个打扮艳丽的女士牵着一只穿粉色公主裙的白色贵宾犬，第一个走了过来。她身上的香水味很浓，她上下打量江峰在她胸前的证件和身后的豪车，上来回扫了几遍，撇着嘴角，带着几分不屑。这种包装她见多了，无非是想骗他们这些有钱太太的钱。她停在江峰面前，抬了抬下巴，开口的语气充满怀疑。动物心理专家，她的声音有些尖锐。我家的贝拉最近总是半夜乱叫，还把我好几个爱马仕的包都给咬坏了。医院的医生检查了几遍，都说她身体没病，各项指标很好。她说着，拽了拽手里的牵引绳，那只叫贝拉的贵宾犬不耐烦地叫了2声。你，她用涂红指甲油的手指了指江峰，要是真有本事，就给我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江峰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他越过女人，看向那只穿公主裙的狗。系统视野开启，那只狗的头顶并非寻常动物的单纯气晕光晕，而是一团纠缠的粉红色气团，那气团里还混着几丝代表嫉妒和愤怒的黑气。紧接着，一串尖锐混乱的音波直接冲进他的脑海，哒哒哒，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高频噪音，哗啦啦，麻将牌被用力搓洗的碰撞声。喂，李太啊！3缺1，赶紧过来啊！女人尖着嗓子打电话的声音，还有重低音音乐的轰鸣，以及各种男女混杂的高分贝谈笑声，这些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叠加放大。系统面板在贝拉头顶展开，目标贝拉贵宾犬，情绪状态烦躁 S 级，睡眠剥夺 A 级，领地焦虑 B 级。江峰结束了观察，这狗不是心里有病，是被主人折磨的快要神经衰弱了。夫人，江峰蹲下身，动作很慢，避免惊吓到那只已经很紧张的狗。他伸出手，没有直接去摸，而是在半空中停顿。贝拉犹豫地伸出鼻子，在他指尖嗅了嗅，然后用头蹭了一下。他不是不满意，江峰的语调平直，他是嫌你太吵了。贵妇的表情凝固了，吵？我哪里吵了？我说话声音向来是温声细语的。他拔高了音调，正好证实了江峰的判断。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宠物主人发出低笑声。对你来说是温声细语。江峰站起身，掸了掸白大褂，对他来说是噪音污染。江峰指了指贝拉的耳朵，犬类的听觉比人类灵敏很多，能听到许多我们忽略的声音。你穿着高跟鞋在家里走动，那个声音对他就是持续的敲击。你每天下午开麻将局、洗牌和出牌的碰撞声，对他而言就是巨大的噪音。还有，江峰的目光落到贵妇手腕上那只手表上。你晚上9点之后还喜欢在家里开派对，那些重低音音乐和嘈杂的人声会损害他的听力。江峰每说一句，贵妇的脸就难看一分。他确实是麻将爱好者，也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开派对，这些都是他社交生活的一部分。怎么到了这个年轻人嘴里就成了虐待动物？胡说！我给他准备了那么舒服的窝，他困了自己去睡不就好了？贵妇不服气，他告诉我，江峰开始翻译，他每天需要长时间的深度睡眠来恢复精力，但他根本睡不着。他的窝就在客厅旁边，你打麻将的时候他能闻到烟味，你开派对的时候总有喝醉的客人要去抱他逗他。江峰看着贵妇，他不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社交道具。这句话让贵妇的嘴唇哆嗦起来，说不出话。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我的天，说的也太准了吧！我上次去王太家里，确实看到他们打麻将打到半夜，原来是噪音扰民。哦不是扰狗啊，这专家有点东西。这哪是看病，这是在给主人上课啊！贵妇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周围人的注视让她浑身不自在。那他咬我的包又是怎么回事？他不甘心的追问，总不能是我的包，也太吵了吧！他咬你的包不是因为恨你，江峰的语调没有变化，是因为你的包上有外面别的狗的味道。贵妇的表情定住了，江峰没有停顿，继续说了下去。他尤其讨厌你那个棕色的铂金包。这话说出口，贵妇身体一震，他有几10个包，他怎么会知道是哪个？因为你昨天下午拎着那个包去你朋友孙太太家里喝了下午茶。江峰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孙太太家养了一只白色的萨摩耶，对不对？贵妇整个人都定住了，她张着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这件事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昨天只是一个闺蜜小聚。这个年轻人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连他见过哪只狗都知道，这已经不是推理，这是天眼。狗的嫉妒心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江峰最后总结，他认为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他的主人身上沾染了其他狗的气味，这是一种背叛。他没有能力去攻击那只萨摩耶，所以只能把愤怒发泄在那个沾染了敌人气味的罪证上。他再通过咬包的方式一遍遍地告诉你。江峰顿了顿，用清晰的声音说出贝拉的心声。这个家里只能有我一只小可爱。噗嗤，人群里一个年轻女孩笑出了声。这句反差极大的翻译引得众人发笑。哈哈哈，原来是争风吃醋啊！这画面感也太强了。这个家里只能有我一只小可爱，这狗也太霸道总裁了吧！我服了，我彻底服了。这大师不去写剧本，真是屈才了。贵妇站在原地，手里还牵着那只一脸无辜的贝拉，脑子乱糟糟的。他看着脚边这只小狗，第一次发觉自己完全不了解它。江峰没再理他，他转身从雷克萨斯的后备箱里拿出一个小塑料盒子，他打开盒子，从里面捏出2团黄色的弹性物件，是2只隔音耳塞。他走到贵妇面前，把那对耳塞递了过去。解决办法很简单，江峰开口，贵妇伸出手接住。要么你以后在家里保持安静，过上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贵妇的脸部肌肉跳了一下，这比杀了他还难受。要么，江峰指了指他手里的耳塞，你回家打麻将或者开派对的时候给他戴上这个。哦，对了，江峰补充，这是给人用的，狗用的专业降噪耳罩，你得自己去网上买。关键词我都替你想好了，宠物、降噪、睡眠。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张着嘴看着这一幕，一个困扰了宠物主人和兽医许久的疑难杂症，最后的解决方案竟然是一对耳塞。贵妇看着手心里那对小小的黄色耳塞，再看看脚边一脸无辜的贝拉，紧绷的肩膀垮了下来。她什么都没说，没有争辩，也没有质疑。她从那个差点被贝拉咬坏的爱马仕钱包里抽出一沓厚厚的红色钞票，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江峰的白大褂口袋里，那厚度至少1万。谢谢。她低声说了一句，然后弯腰抱起贝拉，头也不回的快步离开。她的背影有些仓皇，步子也乱了。叮，有效算卦次数1/3，第1单完成。江峰从口袋里掏出那沓钱，抽出2张，剩下的都递给了旁边的老陈。
陈，去对面那家进口超市把他们最贵的猫条、狗罐头、冻干零食一样来一份。江峰吩咐，咱们得备点货，好招待下一位顾客。老陈点点头，拿着钱转身就走。江峰重新倚靠在车尾，周围的人群非但没散，反而越聚越多，所有人都看着他，脸上混杂着敬畏与好奇，个个跃跃欲试，但又因为刚才那一幕，谁也不敢第一个上前。就在这时，让一让，麻烦让一让！一个急切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一个穿着蓝色外卖服的小哥挤开人群，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他怀里没有抱狗，而是提着一个印有方形纸箱，箱子被胶带封得严严实实，只在侧面扎了几个透气孔。一阵细弱的猫叫声从箱子里传了出来。外卖小哥跑到江峰面前，一张脸因为跑得太急而涨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他脸上满是恐慌和无助。他把那个纸箱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他抬头看着江峰，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大师，我这猫中邪了，您能给看看吗？江峰的视线从外卖小哥那张涨红的脸上移开，落在地上的纸箱上。箱子是普通的快递纸箱，侧面用圆珠比出了几个不规则的透气孔。一声微弱的猫叫从里面传来，更像是一声叹息。我早上出门送外卖的时候还好好的，活蹦乱跳的。外卖小哥的声音发颤，他蹲下身，但不敢打开箱子。中午回来就看见他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抽。我赶紧送来医院，抽血化验什么都查了，医生说查不出原因，各项指标都正常，就让我回去观察。可他越来越不对劲了，现在连叫都叫不动了。小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指着江峰，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我在我们外卖群里看到有人发您的视频了，说您在大学门口算得特别准。我就想着是不是他招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周围的人群发出小声的议论，是江半仙，真的是他，这身白大褂，这气质比视频里还神。江峰没理会周围的议论，他的目光穿透了纸箱，系统视野开启。箱子里一只橘色幼猫蜷缩着，白发凌乱，身体在无意识的轻颤，嘴角挂着白沫。猫的身上没有健康的光晕，只有一团正在收缩的灰败死气。紧接着一行红字弹出，警告：目标生命体征微弱状态，神经毒素中毒，毒素来源分析中10%、30%、70%。江峰的表情严肃起来。打开。江峰吐出2个字。外卖小哥一怔，手忙脚乱的去撕箱子上的胶带，胶带撕开，箱盖打开，一股腥甜的气味飘了出来。那只小橘猫无力的躺着，看到光线，眼皮只是颤动了一下，没有力气抬起。大师，您看，这不是中邪。江峰打断了他，是中毒。这2个字让在场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外卖小哥的脸一下变得惨白。中毒？不可能，我平时都把他关在家里，他不可能吃到外面的东西啊。旁边一个抱着比熊犬的大妈忍不住插话：小伙子，是不是为了什么不该喂的东西啊？猫不能吃巧克力和洋葱的，你不知道吗？没有，小哥急得连连摆手。我租的房子小，就1个单间，平时就我1个人住，我只喂他猫粮和水，连零食都没给他买过，那怎么会中毒呢？毒源在你家里。江峰的声音不大，却让全场再次安静。他蹲下身，戴着手套的手指伸进箱子，没有去碰猫，而是拂过猫身旁的空处。在他的系统视野里，能看到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毒素气流正从猫的口鼻处溢散。毒素来源分析完成，锁定石蒜碱、水仙花提取物。江峰站起身，看着外卖小哥：你家里很干净？对，我每天都打扫的，除了猫粮和水，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绝对没有了。小哥很肯定。江峰没再追问，而是换了个问题：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家里空气不好，想净化一下？外卖小哥一怔，下意识的点头：是啊，我那房子窗户小，有点闷。江峰盯着他：所以你买了一盆新的盆栽？这不是问句，一盆绿色的，叶子细长，现在正开着白色的小花，被你放在了阳台上。外卖小哥的嘴巴慢慢张开，半天合不拢。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对，楼下那个花店打折，我就买了一盆，叫什么来着？他挠着头想不起来。水仙。江峰替他说了出来：对，就是水仙。老板说这玩意儿好养活，还能净化空气。外卖小哥脸上有了点喜色，以为找到了线索。大师，是不是那盆花有问题？被什么人下了咒？江峰看了他一眼：花没问题。他的声音冷了下去：有问题的是你的无知。你的猫舔了那盆水仙的叶子，或者喝了花盆托盘里的水。水仙全株有毒，对猫是剧毒，尤其是它的球茎，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抽搐，最后神经麻痹，心跳停止。江峰指了指箱子里那只小猫，它的呕吐物里应该有植物的碎屑，只是你太蠢，根本没发现。外卖小哥彻底傻了，他呆呆地看着江峰，又看看箱子里的小猫，脑子一片空白。水仙有毒，就因为他想净化一下空气，就差点害死了这条小生命。悔恨和恐惧淹没了他。那怎么办？大师，我该怎么办？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江峰抬手看了一眼腕表，时间在流逝，把他抱回那家医院，告诉医生是水仙中毒，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进行催吐、洗胃和解毒治疗。再晚10分钟，神仙来了也就不活，快去！最后2个字吼出来，小哥一个机灵，如梦初醒。他手忙脚乱地抱起地上的纸箱，连句完整的感谢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喊着：谢谢大师，谢谢大师！朝宠物医院的大门冲了进去。他跑得太急，撞到了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人群自动为他分开一条路，所有人都目送着那个蓝色的身影消失在医院的玻璃门后。广场上再次恢复了安静，但气氛已经完全不同。如果说刚才看贵妇那单，大家看的是热闹和新奇，那么这一单他们看到了敬畏。江半仙不只会算风水、算姻缘、算前程，他还会救命。叮，有效算卦次数2/3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江峰看着那个外卖小哥消失的方向，沉默不语。老陈不知何时已经走了回来，手里提着几个大购物袋，里面装满了宠物零食。他沉默地站在江峰身后。江峰从口袋里掏出墨镜，重新戴上。他准备等老陈把后备箱收拾一下，就进行今天的第3单生意。就在这时，
时，一个带着质疑的声音在他面前响起：水仙中毒。江峰抬起头，一个穿着医院白色制服的年轻男人正站在他的车前。男人25、6岁，戴着黑框眼镜，胸前的名牌上写着主治医师王浩。他应该就是刚才被外卖小哥撞到的那个人。他听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王浩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上下打量着江峰。这位专家，他加重了专家2个字的发音，语带嘲讽。你刚才的诊断听起来很专业，就是不知道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国家认证的职业兽医资格证吗？王浩双手抱胸，姿态摆得很高，用教训人的口吻开口。猫科动物的应激反应很复杂，呕吐、腹泻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没有做生化检测和毒理分析之前，凭空断定是某种植物中毒，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他的声音不小，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注意。你这样做很可能会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万一不是水仙中毒，而是其他更急性的病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这话一出，周围的宠物主人们也开始动摇。这医生说的也有道理啊。是啊，万一断错了，那不是害了那只小猫吗？我就说嘛，还是得相信科学，仪器总不会骗人。江峰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没什么反应，他只是看着王浩问了一个问题：那你刚才给那只猫做了什么检查？开了什么药？王浩的表情僵了一下。我建议他做全身检查，包括血常规、生化、DNA 影像，但他付不起检查的费用。他梗着脖子补充：我只能先给他开了点肠胃调节剂，让他回去观察肠胃调节剂。江峰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声音听不出温度。所以你的负责任，你的科学，就是让一只马上就要毒发身亡的动物吃一堆对神经毒素毫无作用的益生菌。王浩的脸涨红了。江峰这番话直指他科学与流程之下对那只猫的束手无策，在昂贵的医疗体系和固化的诊疗流程面前，他所谓的负责任实在无力。我这是规范操作。王浩的声音拔高了，没有检查就没有诊断，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江峰摇摇头，你的原则会害死那只猫。两人对峙，气氛紧张起来。王浩身后的2个实习生看着自己老师被驳得面红耳赤，想开口帮忙，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周围的宠物主人也分成了2派，一派支持医生，认为流程很重要，另一派则觉得江峰说的对，救命要紧，哪能管那么多条条框框。就在这时，让让，麻烦让让！人群再次被一个声音分开，那个蓝色的身影又一次冲了回来，还是那个外卖小哥，但这一次他脸上不再是恐慌，而是狂喜。他手里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像是捏着救命的药方。大师，神了！您真是神了！小哥冲到江峰面前，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他冲着江峰鞠了一躬。我跟医生说了，是水仙中毒。他们半信半疑，但还是马上给猫催吐了。真的，吐出来的东西里真的有花的碎片。他举起手里的那张化验单，像是在展示什么功勋。化验也出来了，证实了，就是您说的那个石蒜碱中毒。现在猫已经注射了解毒剂，医生说已经脱离危险了。外卖小哥几乎是喊出来的。他转过身，通红的眼睛盯着王浩。他3步并作2步冲过去，把那张还带着体温的化验单对到了王浩的脸上。医生，你不是说要全身检查吗？你不是说大师不负责任吗？大师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你的仪器，你的流程还没大师的眼睛准。化验单上白纸黑字打印的清清楚楚。毒理分析结果：样本毒素与石蒜碱匹配度98%，7%。诊断建议按生物碱中毒标准进行治疗。那一行行科学的文字让王浩说不出话来。他盯着那张单子，握着他的手垂了下去。他引以为傲的知识体系，他坚信不疑的科学流程，被一张薄薄的纸否定了。他抬起头，看向那个倚靠在豪车旁没什么表情的年轻人。他的表情里不再是鄙夷，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理解的震撼和对未知的恐惧。科学居然输了，输给了一个连职业资格证都没有的神棍。外卖小哥没有再理会他，他再次跑回江峰面前，从口袋里掏出破旧的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现金都掏了出来，皱巴巴的，加起来也就200-300块钱。大师，我知道这点钱不够，但我现在就这么多了，等我发了工资，我一定。江峰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他没有去接那笔钱。回去吧，猫还需要人照顾。江峰的声音很平淡，以后别在家里乱养花了。外卖小哥的眼眶又红了，他把钱收了回去，对着江峰又是一个90度的深鞠躬，然后他转身快步跑回了医院。王浩失魂落魄的站在原地，周围那些曾经支持他的声音，此刻都变成了议论他的杂音。我的天，真让他说中了，这哪是算命啊，这是活体 CT 机啊！还好小哥信了大师，不然那只小猫就没了。在众人的注视下，王浩和他那2个同样呆住的实习生灰溜溜的走回了医院大楼，那背影狼狈不堪。叮，有效算卦次数2/3，江峰没有动。危机解除，喧闹再起。年轻兽医的溃败成了江峰最好的广告。刚才还在观望的宠物主人们，这次一拥而上，把江峰和他的雷克萨斯围了起来。大师，大师，看看我家的，先看我的，我出2万。大师，我这只猫不吃不喝好几天了，求您给看看吧。一张张焦急的脸，一双双渴望的眼睛，还有夹杂在人群中各种猫狗的叫声，让场面一度陷入混乱。老陈立刻上前一步，张开双臂拦在江峰身前，他那身肌肉和冷硬的表情比任何语言都管用。骚动的人群被强行遏制住。各位安静下。江峰终于开口，他摘下金丝眼镜，用一块绒布慢慢擦拭着。我这里有我的规矩。他重新戴上眼镜，视线扫过全场。今天只剩最后一卦。这话一出，人群更是炸开了锅，谁都想抢到这最后的机会。江峰没有理会那些挥舞着钞票的人，他的视线越过一张张人脸，最终落在了人群外围。那里，一个光头戴着拇指粗金链子的大哥正一脸不耐烦地站着，他的肩膀上站着一只羽毛华丽、体型巨大的金刚鹦鹉。那鹦鹉正歪着脑袋，用一双黑斗士的眼睛打量着这场闹剧。江峰的手指指向了那个方向，就你了。人群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自动分开一条路。光头大哥愣了一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肩膀上的鹦鹉。江峰点头，你不用过来，我过去。江峰说着，竟主动走下台阶，穿过人群，来到了光头大哥面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想看看这最后一卦又有什么玄机。光头大哥看着走到面前的江峰，眼神里带着几分警惕。大师，你看我干啥？我这鸟好得很，能吃能睡，比我都健康。江峰的目光没有看他，
而是直直的看着他肩膀上的那只金刚鹦鹉。鹦鹉缩了缩脖子，把头埋进了翅膀里。江峰的嘴角动了动，开口：“他身体是没病，就是你家这只鸟最近话是不是有点多？”光头大哥闻言，脸上的不耐烦消失了。他身体是没病，就是你家这只鸟最近话是不是有点多？光头大哥脸上的肌肉绷紧了，他肩膀上那只五彩斑斓的金刚鹦鹉歪了歪脑袋，小黑眼睛里倒映出江峰那张被金丝眼镜遮住大半的脸。周围的喧嚣忽然轻了下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从刚才那场科学与玄学的对决中抽离，聚焦到这只看上去漂亮又无辜的大鸟身上。亲爱的，开门呀！密码是4个8，藏在床底下，别告诉老婆。讨厌，你好坏哦。江峰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他觉得这已经不是在算命了，这是在听云德社的现场，还是单口循环播放的那种。大师，光头大哥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干涩。他一把将鹦鹉从肩膀上抓了下来，捧在手心。这个动作有些粗鲁，鹦鹉不满地扑腾了2下翅膀。他就是学蛇，瞎说的，电视里学的。电视里，光头大哥尴尬的解释，试图把锅甩给黄金档的8点半档。江峰还没开口，那只鹦鹉非常不配合的，用一种嗲得让在场所有女性都起鸡皮疙瘩的声音尖叫了一声：“亲爱的，开门呀！”这声呼唤婉转动人，充满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期待感。噗！人群中不知道是谁第一个绷不住笑出了声，紧接着笑声连成了一片。我靠，这调调专业啊！这哪是电视里学的，这分明是实践里出真知啊！大哥，你家电视有点东西，能不能分享一下频道？光头大哥的脸黑了下来，他恨不得把这只破鸟的嘴给缝上。他身后的老陈一直站得笔直如松，此刻肩膀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抖动。他努力的把视线转向别处，看着远方的天空，仿佛那里有什么绝美的风景。大哥，江峰憋着笑，一本正经的开口：“这鸟不是话多，是嘴太碎。他最近是不是总学一些不适合在家庭环境下有女主人在场时播放的句子？”光头大哥的冷汗刷一下就从锃亮的脑门上冒了出来。是啊，他声音发颤，快要哭了。我老婆最近正跟我闹呢，以为我在外面有人了，都要跟我分居了。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他望向江峰，满脸都是求助，指望江峰能帮他澄清。江峰清了清嗓子，决定帮他一把，也帮自己完成任务。他开始翻译那只鹦鹉的内心独白。他说，他最近学会的新词都是从你车里的一个毛绒玩具身上学来的。这话一出，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准备迎接更劲爆的内幕。光头大哥却愣住了。毛绒玩具？他没反应过来，我车里没那玩意儿，我一个大老爷们，车上放那东西不被人笑话死？江峰没回答他，他只是看着那只在他手心里依旧不老实的鹦鹉。鹦鹉似乎感受到了江峰的注视，再次扯着他那独特的嗓音叫了一声，密码是4个8，清脆响亮。光头大哥的身体一震，脸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江峰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光头大哥那股囊囊的裤兜。大哥，你副驾驶座位底下是不是藏了个备用手机？光头大哥的嘴唇开始哆嗦，说不出话来。手机密码是4个8。江峰的语气平淡，但每一个字都砸在光头大哥的心头。至于那个毛绒玩具，江峰看着光头大哥煞白的脸，也觉得他挺可怜。是你给这部手机里那个备注为亲爱的的联系人设置的专属来电语音提示。你那只鹦鹉记性太好，你每次在车里以为把它丢在后座，他什么都不知道，偷偷摸摸接电话的时候，他听得一清二楚。江峰的话音顿了顿，给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消化的时间。现在他把你的来电提示音和你讲电话的内容全都学会了，所以你老婆在家里听到的不是他在学舌，是原声大碟现场重放。全场寂静，真落可闻。所有人都用一种混合着震惊、同情和憋笑的复杂表情看着那个已经石化在原地的光头大哥。这哪里是算命，这他妈是公开处刑，还是带现场配音和环绕立体声的那种。光头大哥呆立当场，大脑一片空白。他捧在手里的那只金刚鹦鹉完全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还在不知死活的邀功。他用一种欢快的带着奶音的调子唱出了一句全新的歌词：藏在床底下，别告诉老婆。这句词是最后一下，彻底击垮了光头大哥。他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就在这时，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从光头大哥的裤兜里响了起来。不是那个藏在车里的备用机，是他常用的那一部。广场上一片寂静，这铃声格外刺耳。光头大哥浑身一抖，手机险些脱手。他手抖得厉害，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母老虎3个字让所有围观的人都倒抽一口凉气。光头大哥的手一哆嗦，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他抬起头，绝望地看向江峰，嘴唇蠕动，似乎想求大师再救他一次。然而江峰的脑海里响起了另一道声音：叮，有效算卦次数3/3，叮，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8%，剩余寿命增加5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200万。叮，检测到宿主行为涉及复杂因果链，任务评价提升，额外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新能力灵犀之耳。灵犀之耳，宿主可选择性屏蔽或放大指定范围内的声音，有效对抗因病症带来的听觉过敏。注：此能力仅对宿主自身生效，大脑深处涌出热流，通达全身，那些恼人的背景噪音和刺痛感都被隔绝在外，整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清静。江峰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理会光头大哥的求救。功德，今天这活儿干得太损了，功德都快扣成负数了。他示意老陈关上后备箱的车门，准备收工回家。老板，上车。老陈拉开车门，声音沉稳。江峰转身迈步，光头大哥最后的指望落空了。他哭丧着脸，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还在不停跳动的来电提醒，认命一般划开了接听键。喂，老婆。他的声音发抖。江峰没有回头，也没去听电话那头即将发生什么。在系统奖励到账时，他脑中那些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全部消失，世界清静了。江峰拉开车门坐进去，真皮座椅隔绝了车外的动静。老陈启动汽车，黑色的雷克萨斯 LM 平稳地汇入车流，
将那片是非之地甩在身后。1周后，龙湖山庄观湖居的后院草坪。呵，老陈的声音沉稳，古铜色的肌肉绷紧，他脚下步伐一错，手臂顺势一带，江峰只觉得一股大力从胳膊上传来，跟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砰一声闷响，他被撂倒在草坪上，摔得不轻。靠，他躺在地上成一个大字，半天没动弹，全身上下酸痛。老陈收回姿势，垂手立在一旁，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老板，你的核心力量太弱，下盘不稳。江峰从草地上拔起脑袋，吐掉嘴里的草叶。我要是有核心力量，还用得着你教？他揉着腰，疼得龇牙咧嘴。自从上个任务结束，他的身体状况一天好过一天，那种盘踞在脑子里的钝痛消失，化疗带来的恶心和畏光也减弱不少。人一精神就容易闲不住。看着老陈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打拳，虎虎生风，江峰也动了心思。他不需要练成高手，至少强身健体，以后跑路也能快2步。结果练了1个星期，他连老陈的衣角都没碰到过，每天就是在草坪上被摔。这不该是有钱人过的日子。江峰躺在地上哼唧，有钱人不都该躺在沙发里，左手可乐，右手零食，看80寸大屏幕吗？老板，那是肾虚的预兆。老陈一本正经的回答。江峰不跟他说话了，他翻了个身，趴在草地上。上次在宠物医院的事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个命令老板要在凶宅挖坑埋晦气的谣言，经过光头大哥鹦鹉事件的发酵，已经在富人圈里传开。现在整个龙湖山庄的业主都知道8号别墅住着一个脾气古怪、手段高明的狠人。从此再没有网红和狗仔敢来他门口堵门，有几个想翻墙的也都在老陈手下留下了直播设备。江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清静，钱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好。他有时候会想，除了续命，自己活着还能干点啥？就在他趴在草地上出神的时候，一阵引擎声由远及近，停在了别墅的院门外。老陈的耳朵动了动，身体肌肉绷紧，整个人进入戒备状态。江峰也听到了声音，他撑起身子朝门口看去，不是跑车或商务车，那是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车型普通，但车头的牌照却不是普通人能见到的。车门打开，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老人，他穿着一身熨贴的灰色中山装，头发花白，梳理的一丝不苟，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老人下车后没有立刻按门铃，只是站在车旁，隔着雕花铁门望着院子里的江峰和老陈。他的神态温和，没有压迫感，但老陈却高度警惕。老陈上前一步，挡在江峰身前，重心下沉。江峰拍了拍身上的草屑，从地上爬起来。老陈，开门。老陈有些犹豫，但还是执行了命令。铁门缓缓打开，老人迈步走了进来，他对老陈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江峰。江峰先生，对吗？老人的声音很儒雅，带着一股书卷气。江峰没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冒昧来访，请不要介意。老人笑了笑，我姓钱，单名一个李字，目前在华科院担任一个特殊课题小组的顾问。华科院？江峰眉毛动了一下，这3个字的分量可比什么集团传媒重多了。找我有事？江峰指了指客厅的方向，进去说。客厅里，江峰把自己扔进那张巨大的沙发里，从旁边的迷你冰箱里拿出1罐冰可乐，啪的一声拉开拉环，灌了一大口。钱里被老陈引到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老陈没有离开，而是笔直地站在江峰的沙发旁，紧盯着对面的老人。钱顾问是吧？江峰晃了晃手里的可乐罐，语气懒洋洋的，喝点什么？水还是茶？不过我家只有可乐。钱里摆摆手，不用麻烦了，江先生。他将手里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面前的茶几上，没有急着打开。江先生，我们关注你很久了。第一句话就直奔主题，从市民政局门口的第一挂到刑侦大队楼下的塔罗牌。钱里的语速不快，像在叙述一件平常事，从幼儿园门口的摸骨到星光大厦楼下的那场直播，你的每一次预测，其结果的精准度都超出了常规逻辑和概率学的解释范畴。江峰喝可乐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可乐罐放在一边，摊了摊手，还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那就是瞎蒙，运气好而已。他开始了他惯用的表演。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快死的病人，脑子不太好使，有时候会胡言乱语。大家给我面子，捧个场就当看个乐子。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对国家没什么用。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钱里静静地听着，脸上的笑容没有变化。他等江峰说完才开口，是吗？他伸出手将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朝江峰的方向推了过去。我们知道你的病。钱里的目光落在江峰的脸上，胶质母细胞瘤4期未分化。1个月前，金海市肿瘤医院的主治医师判断你的预期生存时间不超过90天。江峰的瞳孔缩了一下，但是钱里的手指在那个档案袋上轻轻敲了敲，这是我们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拿到的你3天前的最新一份体检报告。他顿了顿，一字一句的开口，报告显示你脑内的肿瘤非但没有继续恶化，反而出现了钙化迹象，体积缩小了23%，癌细胞的活性正在以一个现有医学理论无法解释的速度持续降低。钱里看着江峰，脸上的笑容不变。江先生，你不是对国家没有用，你本身就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那个非自然现象。这句话让江峰脸上那副懒洋洋的表情僵住了。他第一次在信息上被人掀了底牌。客厅里陷入沉默，只有冰箱压缩机发出的轻微嗡鸣。江峰慢慢的从沙发上坐直了身体，他伸出手拿过了那个档案袋，动作很慢，袋子没有封口。他从里面抽出一叠文件，第一页就是一张 CT 影像的打印件，上面用红色的箭头标注着他脑子里肿瘤的位置，下面是一连串他看不懂但无比熟悉的数据和分析。而在报告的最后一页，结论那一栏用加粗的宋体字打印着一行总结，该病例的逆向发展趋势已超越现有医学认知，建议作为特级研究样本上报国家生物科学中心。下面盖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带着国徽的鲜红印章。江峰把报告放回茶几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你们想怎么样？江峰的声音有些干涩。江先生，请不要误会。钱里摆了摆手，我们对你的身体没有恶意，恰恰相反，我们希望你能健康的活下去。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强制你做什么，
而是代表国家正式向你发出一个邀请。钱理的表情变得严肃，我们希望你能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协助我们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什么研究？江峰问。关于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钱理的回答很悬，他停顿了几秒，像是在组织语言。半个月前，某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一批先秦时期的竹简，那批竹简的材质特殊，上面的文字既不是甲骨文，也不是金文，不属于任何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我们动用了国内顶尖的古文字学家和破译专家，都无法解读其中任何一个字符。但这不是最关键的。钱理的脸色沉了下来。所有直接接触过那批竹简的考古队员、研究员，在之后的1周内都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异常，轻一些的是产生幻听、幻视，严重一些的会陷入长时间的呆滞，或者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目前已经有3名核心研究员被送进了精神康复中心，但任何药物都对他们不起作用。幻听、精神异常，这场景和之前京海大学图书馆的学生还有赵小雅的情况很像。我们怀疑，钱理的声音压得很低，那批竹简上记载的可能不是普通的信息，它可能是一种超越了我们现有认知体系的精神病毒，一种可以通过视觉直接感染甚至改写人类大脑认知模式的信息污染。精神病毒、信息污染。京海大学图书馆的事我们也调查过。钱理补充，沈老太太请你去看过，对吗？我们认为那可能是一种低烈度的同类型的现象。江峰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你们找我想让我干什么？江峰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让我去破译那些竹简。不，钱理摇了摇头，我们不需要你破译，我们只是想请你以你的视角去现场看一看那些竹简。钱理的目光里带着一种探究，我们想知道，当我们面对那些完全无法理解的符号一筹莫展的时候，你能从里面读出什么？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他们无法理解江峰的能力，但他们见证了这种能力的结果。现在他们想把这种能力当成一种工具去探测另一个未知领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江峰问得很直接，他做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活下去。第一，安全。钱理竖起一根手指，江先生，你现在很有名，盯上你的人不只有我们，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但如果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你的安全将由国家最高级别负责。第二，资源。钱理又竖起一根手指，我们承认无法解释你身体的变化，但是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不对外开放的生物实验室，或许他们能从另一个角度为你带来惊喜，比如一个真正的治愈方案。治愈。江峰的呼吸停顿了一下，系统给的是续命，是不断延长的倒计时，但国家许诺的是一个彻底摘掉这颗定时炸弹的可能。江峰沉默了。钱理看出了他的动摇，从档案袋里拿出了最后一样东西，那是一封制作精美的邀请函，白色的印制封套，上面用烫金工艺印着一枚庄严的国徽。他将邀请函放在茶几上，推到江峰面前，然后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中山装。江先生，我们不急。钱理微笑着，邀请的有效期是永久，你可以慢慢考虑，国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钱理走了，客厅里只剩下冰箱压缩机的嗡鸣。江峰倒进沙发，身体陷进皮质坐垫，他伸出手拿起茶几上的可乐罐又放了回去。那封白色的硬壳邀请函就摆在可乐罐旁边，烫金的国徽在阳光下反着光，一个代表国家，一个代表可乐，两者放在一起不太协调。江峰看着那封邀请函许久没动，他伸出手拿起那封信，信封很厚实，带着一股油墨味，这哪是邀请函？江峰对着空气开口，这是卖身契。他把邀请函翻来覆去的看，想从上面找出什么暗藏的玄机，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枚国徽，庄重肃穆，不带任何感情。江峰把邀请函放在鼻子前闻了闻，怎么还闻着一股长期饭票的味道？他嘟囔一句，然后把邀请函丢回茶几上。他站起身，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从落地窗走到玄关，再从玄关走回落地窗。大理石地面凉凉的，触感从脚底传上来。接受还是拒绝？接受就等于他将完全暴露在国家的视线之下，他身体的每一次变化，每一次呼吸都可能被记录在案，成为数据。更重要的是，那个考古现场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能让一堆专家学者精神失常的竹简，听起来比他脑子里的瘤子还邪门。但是治愈的可能，这个吸引力太大了。系统给的是续命，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倒计时，每一次任务完成，他都只是把终点线往后推了几天，而国家许诺的是一个彻底拆掉炸弹的机会。江峰停下脚步，他看着茶几上的那封邀请函，是被动的等着系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个角落发布一个新任务，还是主动跳进一个已知的坑里？哪个风险更大？江峰坐回沙发上，拿起可乐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一个在他心里盘踞了一阵的猜想：系统任务的发布真的是完全随机的吗？任务的发布总是和他所处遇到的事高度相关。如果他主动去到一个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呢？比如那个埋着先秦竹简的考古现场，一个充满了未知、诡异和信息污染的地方，系统会不会直接给他发布一个和考古相关的任务？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他就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单的木偶，他至少可以自己选择战场。这个想法比治愈本身更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掌控感。院子里，老陈打完了一整套拳，他收拾，吐出一口长长的白气，赤着的上身肌肉分明，汗水在皮肤上淌着。他走进客厅，看到江峰正对着茶几上的邀请函发呆。老陈没说话，走到饮水机旁，倒了一杯温水放在江峰手边。老陈，江峰头也没抬。问你个事。老陈笔直地站在他身旁，说。江峰拿起那杯温水，却没有喝。要是有个单位知道你所有的秘密，包括你哪只袜子上有个洞。江峰的语调很懒散，还非要请你去上班，工资待遇全球顶尖，五险一金交到。你下辈子还可能帮你解决你最大的难题，比如帮你找个老婆。江峰打了个比方，唯一的缺点就是这工作可能有点危险，一不小心就得为国捐躯的那种。江峰说完，抬起头看着老陈，你去不去？老陈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想了几秒钟，用他一贯沉稳的语气回答：老板，我的命是国家给的，如果需要，随时可以还回去。江峰被他这句话噎了一下，他端着水杯，看着老陈那张写满忠诚二字的脸，笑了。得，当我没问。江峰把水杯放下，你这思想觉悟，我赶不上。他靠回沙发里，摇了摇头。他跟老陈不一样，他是个普通人，一个只想活下去的普通人。他拿起那封邀请函，用手指淡了弹，发出清脆的声音。他拿出手机，解锁，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里，他输入了
几个关键词：西北考古先秦竹简。搜索结果很快跳了出来，全是些官方新闻通稿，内容大同小异。我国西北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发现疑似先秦时期高级别墓葬群。专家称，此次发现或将改写上古史，没有一个字提到竹简，更没有提到什么精神异常，信息被封锁得很干净。这反而证实了钱理所言非虚。江峰关掉手机，扔在一边，他下定了决心，与其在家里干等着系统下一次抽奖，不如主动去那个麻烦的中心看一看。他要验证他的猜想，就算猜错了，大不了就当公费旅游了，国家报销还配保镖，不亏。江峰再次拿起手机，他从通话记录里翻出一个没有存名字的陌生号码，是钱理留下的。他直接拨了过去，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通了。江先生，电话那头传来钱理温和的声音。江峰没等对方把话说完，直接开口。他靠在沙发上，双脚翘在黄花梨茶几上，就在那封邀请函旁边，姿态懒散，语气却不容商量。钱顾问，邀请我接受了，我有3个条件。电话那头沉默了，江峰也不催，静静的等着。他伸出一根手指，第一，我的人身安全和绝对自由，你们要保证，我去哪、见谁、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都得我说了算，不能派人24小时跟着我，更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伸出第2根手指，第二，研究期间所有事情我说了算，你们可以提建议，可以提供资料，但最后怎么做由我来决定，你们只需要听着，然后执行。他伸出第3根手指，第3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随时可以退出，只要我觉得不爽了或者没意思了，我扭头就走。你们不能用任何理由阻拦。江峰说完，把脚从茶几上放了下来。答应这3条，我就去；不答应就算了，你们另请高明吧。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只有电流的微弱声音。江峰很有耐心，他知道对方比他更需要这次合作。过了大约半分钟，钱理的声音再次响起，那声音依旧温和，但答案很明确：可以，江先生，你的条件我们全部答应，我代表课题小组欢迎你的加入。江峰什么都没说，直接挂断了电话。他把手机扔在沙发上，成了，他从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变成了主导研究的顾问。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性质完全不同。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安逸生活结束了。他看向窗外，阳光很好，草坪很绿。老陈，他对着身后的人开口，收拾行李。老陈的身影动了，咱们去一趟西北。江峰转过身，看着院门口的方向，看看咱们国家的好东西。第2天清晨，观湖居的雕花铁门划开，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门外，车牌号数字很少。钱理站在车边，还是一身熨贴的灰色中山装，脸上带着笑。江峰打着哈欠走出别墅，老陈跟在身后。老陈肩上背着军绿色战术背包，侧面网兜露出一截折叠工兵铲的手柄。他2手各提一个32寸的硬靠行李箱，箱子撑得有些变形，每走一步，脚下的地砖都发出闷响。江峰2手空空，穿着运动服，戴着墨镜，只希望别半路把自己拉去切片研究了。钱理的视线扫过老陈的装备，在那把工兵铲上停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他迎上2步，江先生，我们那边的安保措施很完善，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江峰摘下墨镜，用镜布擦了擦，他拍了拍老陈旁边的行李箱，箱子发出咚的一声。钱顾问，你们负责科学，我们负责玄学，万一挖出点不干净的东西，你们的枪不好使，我这司机的工兵铲说不定能当桃木剑用。江峰重新戴上墨镜，有备无患。钱理被这套歪理说得张了张嘴，没出声。工兵铲当桃木剑用，他活了70多年，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车门拉开，车里坐着一个司机和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两人听到江峰的话都忍着笑，肩膀一抖一抖。钱理摇了摇头，江先生说的是。他侧身做了个手势，请上车吧。老陈费力地把2个行李箱塞进后备箱，把空间占满了。江峰坐进后排，钱理坐在他对面。车内很安静，车子启动，平稳驶出。江峰从随身的帆布包里开始往外掏东西，一副边缘磨损的塔罗牌，一个黄铜罗盘，还有几串用红绳串起来的铜钱。他把东西在自己面前的座位上摆开，然后闭上眼，手指在铜钱上拨弄了几下，嘴里念念有词。前排戴眼镜的男人从后视镜里看着这一幕，满脸费解。钱理也看得眼皮跳了跳，忍不住问江先生，这是？江峰睁开眼，把东西收回包里，起价钱补一挂。他把东西收好，大吉。钱理他决定不再开口，尊重专家的习惯。车子没进市区，上了一条不对外开放的专用公路，直通机场的 VIP 区。江先生，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情况。钱理坐直了身体，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批竹简目前封存在西北戈壁的一处地下军事基地内，代号深井，现场完全隔离，所有研究人员都穿着防护服进行工作。江峰没说话，听着。但我昨天说了，精神层面的影响，防护服是挡不住的。钱理叹了口气，从文件里抽出一张照片递了过来，这是竹简的高清扫描图，经过了脱敏处理。照片是磨砂质感，不反光，上面是一片竹简的特写，材质非木非骨，呈暗灰黑色，上面的符号不是文字，是一些扭曲盘绕的线条，结构复杂，没有规律。人只是看着照片就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头也有些晕。江峰接过照片，只看了一眼，嗡，大脑深处一声轻响，纸上的扭曲符号在他的视野里蠕动起来，要钻进他的眼睛里。一股腐朽的能量从照片上传来，灵犀之耳启动。江峰屏蔽了车内的声音和那股能量的侵扰，闭上了眼睛。这感觉和系统任务开启前的征兆很像，但又不同。系统任务是指令，这个东西带来的是混乱和恶意。他清楚现在不在任务时段，算不出什么。他要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江峰再次睁开眼时，已经恢复了常态。他把照片递还给钱理。这东西认人，他不喜欢在照片里被偷窥。车里一下安静下来，钱理接过照片的手停在半空。前排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回过头，他是课题组副组长周明，一个认知心理学专家，之前一直对江峰这个玄学顾问抱有怀疑。江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江峰靠回椅背，你们用机器扫描它，翻拍它，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冒犯，它是有生命的。你们以为研究的是死物，其实是在招惹一个活物，他当然会反击。周明呼吸有些不稳，有生命？你的意思是它是某种未知的生物？我没说它是生物。江峰纠正他，我说它有生命，一把会伤人的刀。你也可以说它有生命，一块会砸死人的石头，也可以说
它有生命，这是一种性质，不是物种。江峰用一套歪理把周明绕了进去。周明听完，开始琢磨生命的定义和延伸。钱理不在乎江峰说的是哲学还是玄学，任人不喜欢被偷窥有生命这几个词，为他们遇到的诡异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我明白了。钱理把照片小心地收回文件袋，对江峰点头。江先生，多谢你的提醒，这个信息很重要。江峰摆摆手，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他心里有了底，这次来对了。那个代号深井的军事基地很可能会触发系统任务。商务车穿过数道关卡，停在一架客机舷梯旁，飞机通体银白，机身上没有航空公司标识，几名地勤人员在舷梯下等候。老陈提着行李先下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将行李送去货舱。江峰最后一个走下车，他伸了个懒腰，看着那架飞机，转头问身边的钱理。钱顾问，飞机餐有哈根达斯吗？江峰问得很认真。我这人运机得吃点甜的压一压。钱理准备了一肚子关于安全条例和保密协议的话，全被这一句问话堵了回去。他看着江峰的脸，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让他们尽量安排。引擎轰鸣减弱，飞机在颠簸中平稳降落，舱门打开，一股夹着沙粒的热风扑面而来。舷梯下方是一条藏在光秃秃山谷里的简易跑道，跑道尽头停着几辆军绿色越野车，车旁站着几个持枪的士兵，皮肤黝黑。更远处是一排排灰色活动板房和几个混凝土建筑，构成了一个基地。江先生，欢迎来到西北。钱理的声音在风中有些发飘。江峰拉了拉运动服的领子，心里嘀咕一句：这地方说是考古基地，倒更像军事禁区。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左上角显示着无服务，差评。老陈背着战术背包，提着2个行李箱走下舷梯，一个坚硬的士兵上前帮忙，手刚碰到箱子，身子便是一沉，竟没能提动。老陈没说话，自己把箱子拎上了其中一辆越野车的后斗。钱顾问，江峰的声音懒洋洋的。你们这儿的安保费应该再加1倍。你看我这司机又是搬行李又是当保镖，多功能人才，得加钱。钱理的眼角动了动。江先生，你的薪酬待遇已经是我们能给出的最高规格了，是吗？江峰不置可否。那看来你们这活儿性价比不高啊。一行人上了车，越野车在颠簸的土路上行驶，卷起一阵黄沙。江峰看着窗外倒退的荒凉景色，心想这地方连个鬼都懒得来。车子穿过2道哨卡，最终停在一栋3层高的混凝土建筑前，这里就是基地的核心区。钱理带着他们走进一间最大的会议室，长条形的会议桌旁坐了7、8个人，有穿着磨损考古夹克、满脸灰尘的老人，也有穿着白大褂、头发乱糟糟的研究员。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重重的眼袋，眼球布满血丝。江峰和老陈的出现让会议室里的交谈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看了过来，表情里混杂着审视和排斥。为首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深度束眼镜，考古夹克上沾着干涸的泥点。他看到江峰一身休闲的打扮，年纪又轻，眉头随之旖旎。钱顾问，老人开口，声音沙哑。我们在这里等了2个小时。孙教授，给你介绍一下。钱理谦意的笑了笑，这位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江峰先生，我们这次请来的特别顾问。那个被称为孙教授的老人从眼镜上方打量着江峰。特别顾问，他指了指桌上摊开的一堆资料和图片。我们这里需要的是能看懂这些鬼画符的古文字专家，是能解决精神污染的顶级心理学家。孙教授站起身，毫不客气地指着江峰，不是一个连毛都没长齐，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江湖骗子。话音落下，会议室里没人接话。其他几位专家虽然没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和孙教授也差不多。他们已经被那些竹简折磨得快要崩溃，现在上面派来的救兵却是个向来郊游的年轻人。钱理面露尴尬，正要开口解释，江峰却笑了。他没有理会孙教授的指责，环视会议室，最后看向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20多岁，穿着研究员的白大褂，独自坐在一个靠墙的椅子上。他低着头，双眼无神地盯着地面，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江峰指着那个年轻人问孙教授：“这位就是你们说的3个病号之一吧？”孙教授一愣，没料到他会突然问这个。没等他回答，江峰径直开口：“他不是疯了，他是听得太多，脑子宕机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怔住了。宕机？这是什么形容？江峰没管他们的反应，继续解释：“你们的电脑同时打开几百个软件，运行超高负荷的程序会怎么样？会卡死，会蓝屏，会烧掉 CPU。” 江峰指着那个呆滞的年轻人，他现在就是这个状态。那批竹简就是一种超高负荷的程序，直接灌进了他的脑子里。他的大脑为了自我保护，只能选择强制关机。这番用计算机科学做的解释，让在场的专家都陷入了沉默。你们最好把他隔离起来，单独关在一个完全安静的房间里。江峰说，不然他这台死机的电脑会通过一种你们理解不了的局域网，把病毒传染给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会跟他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变成安静的人形摆件。这番话一出，离墙角最近的几人不自觉地把椅子往外挪了挪。孙教授被江峰这套歪理邪说气的嘴唇发抖，正要发作，江峰却没再给他机会。他溜达到会议室的饮水机旁，给自己接了满满一杯温水，然后在所有人注视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圆柱形筒子，从里面磕出一片白色的药片，扔进了水杯里。滋啦，泡腾片在水中翻滚，升腾起细密的气泡。会议室里只剩下这滋啦声。江峰就这么拿着杯子看着气泡升腾，这副悠闲散漫的态度让孙教授火气更盛。他指着江峰，气得说不出话。孙教授冷静。钱理赶紧上前按住他的肩膀。钱理转向江峰，一脸苦涩：“江先生，我们都知道情况紧急，不急。”江峰打断他，吹了吹水杯上的泡沫，饭要一口一口吃，病人要一个一个看。他说着，抬眼看向会议桌的中央，那里摆放着一个半米长的银色金属手提箱，箱体上带着复杂的密码锁和生物识别模块，箱子外面还罩着一个厚实的防爆玻璃罩。钱理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会议。他指着那个箱子对所有人介绍道：“江先生，那批先秦竹简就在里面。”话音落下的瞬间，江峰的脑海里那个久违的机械音毫无征兆的响起。新任务发布，地点西北73号研究基地，样本封存室，时间每日9点至12点，方式灵犀通感学术版，领域信息污染溯源，目标接待3位受害者，并解析其异常根源。江峰端着水杯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扣了一下，赌对了，他不再是被动的等待系统抽奖，而是通过选择战场成功的诱导了任务的生成。现在的
的他重新掌握了一部分主动权。水杯里的泡腾片已经完全溶解，变成了一杯橙黄色的液体。江峰仰头喝了一大口，酸甜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他放下水杯，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看向那群专家教授，慢悠悠地开口：“行了，别研究我了。”他伸手指了指墙角那个呆坐的年轻人，又指了指门外。明天早上9点，把你们那3个宝贝病号挨个儿带到放竹简的那个屋里来。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孙教授张着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钱理也一脸错愕。江峰拿起那杯泡腾水，晃了晃，看着里面细小的气泡，再次升起。他顿了顿，补充道：“我要开始会诊了。”第二天早上9点整，样本封存室的合金门划开，露出内部。房间由一体成型的银灰色合金构成，墙壁、天花板和地板上看不到一颗螺丝。房间中央的金属桌上摆放着罩有防爆玻璃罩的金属箱。江峰没做准备好的高背椅，而是让老陈把他那个边缘掉漆的小马扎摆在玻璃罩旁。他就那么坐着，两手搭在膝盖上，姿态松弛。封存室外隔着单向防弹玻璃，钱理、孙教授和其他专家都盯着监控屏幕，他们对江峰的会诊保持着好奇和不信任。江峰看着玻璃罩下的金属箱，系统视野已经开启，扭曲的黑气从竹简的缝隙中溢散出来，盘绕不休。他心里没什么起伏，只觉得这阵仗有些小题大做。开始吧，江峰对着衣领上的微型麦克风说。合金门划开，2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搀扶着一个穿病号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正是昨天江峰点名的张远。张远的双眼空洞，没有焦点，他的嘴唇翕动，重复发出模糊不清的音节，咕那西，没人听得懂。工作人员将他按在江峰对面的凳子上，然后退到墙角，保持着距离。江峰没碰金属箱，也没碰张远，他闭上眼睛，身体前倾。观察室里，孙教授通过对讲麦克风冷哼一声，装神弄鬼。他的声音在封存室里响起。我倒要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钱理抬手示意他安静，自己则紧盯住监控屏幕。封存室里很安静，只有张远喉咙里的呢喃和设备的电流声。突然，观察室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语言学家身体前倾，凑近屏幕。你们看他的手。屏幕上，江峰闭着眼睛，放在小马扎边缘的右手食指正有节奏的敲击，嘟嘟嘟嘟。敲击的节拍和张远嘴里发出的音节节奏完全一致，分毫不差。观察室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之前只是看热闹，现在一种无法解释的协调感让每个人都集中了注意力。孙教授脸上的鄙夷不见了，他可以说江峰在表演，但这种节奏上的同步让他找不到反驳的词汇。封存室里，江峰对外界的反应一无所知，他闭着眼，手指敲击着节拍，给系统一个同步的基准频率。频率同步完成，正在接入目标。张远潜意识信息流解析开始，信息污染源样本001，先秦竹简污染模式，潜意识共振放大，正在解码异常波段。江峰的脑海里不再是文字，系统将竹简的信息流与张远大脑的异常波段链接，把混乱的数据翻译成破碎闪回的画面。浑浊的河水，一个7、8岁的男孩在水里挣扎，手脚扑腾，水草缠住他的脚踝，阳光透过水面扭曲又遥远，水灌进他的口鼻，肺部灼痛，接着是黑暗和被活埋的窒息感。这些是张远童年最深的恐惧，是他遗忘却烙印在潜意识里的创伤。那些竹简没有创造新东西，只是找到了他最脆弱的裂缝，将那份恐惧放大，摧毁了他的理智。5分钟后，江峰的指尖停止敲击，他睁开眼，看着对面的张远，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进观察室。他不是在说胡话，他是在求救。江峰转向墙角那2个茫然的工作人员，又像是在对观察室里的人发问，去查查他的档案。张远7岁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的河里溺过水，差点死了？话音落下，观察室里一片安静。孙教授的嘴巴张着，半天合不拢，眼睛后面的眼睛里全是震惊。他研究了一辈子文献和文物，相信逻辑和证据，可现在这个他眼中的骗子，只是闭着眼睛敲了敲凳子，就说出了一个深埋在20年前的童年秘密，这已经超出了逻辑的范畴。钱理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一把抓起身旁的内部通讯电话，直接吼了出去，马上去核实，动用一切资源，联系当地部门，查户籍档案，走访家人。3分钟内，我要确切结果。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忙乱的回应。封存室里，江峰表现平静，他靠在小马扎上，冲墙角那2个呆住的工作人员摆了摆手，把他带出去吧。那2人回过神，上前一左一右架起还在喃喃自语的张远，拖着他离开了封存室。合金门在他们身后合上。江峰看着空荡荡的对面，又扭头看向观察窗，他清楚那些人需要时间消化和验证。他从口袋里掏出泡腾片筒子，磕出一片，扔进保温杯里，滋啦，气泡升腾。他晃着杯子，看着水变成橙黄色。有效算挂次数1/3，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成了。江峰心里没什么起伏，他赌对了，这个地方就是他最好的任务地点，他不需要招揽生意，国家就是他最大的顾客。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封存室里只有他喝水和泡腾片溶解的声音，观察室里乱成一团。江峰虽然听不见，但能看到那些专家教授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争论，最后归于一种复杂的沉默。2分50秒，钱理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他一把抓起话筒，听着电话里的汇报，他握着话筒的手收紧，关节发白。他挂断电话，走到观察窗前，拿起对讲麦克风，他的手在抖。江先生，他清了清嗓子，想让声音平稳。核实了，张远，籍冠豫省周口市下属张庄村，21年前，时年7岁，于村口淮河故道支流溺水，昏迷超过5分钟，被同村村民救起，抢救3小时后才脱离生命危险。钱里的每个字都让观察室里的人说不出话。孙教授身体晃了一下，靠在墙壁上，嘴里喃喃着：“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一直以来相信的东西，此刻出现了裂痕。江峰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拧上保温杯盖子，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坐麻的腿脚。他对着麦克风语气懒散：“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他指了指合金门的方向，下一个。这次进来的不是被搀扶的，
而是被2个安保人员用束缚带捆在移动担架床上推进来的。那是个女人，30出头，穿着同样的病号服，她的头发凌乱，脸上有几道自己抓出的血痕。她没有张远的呆滞，而是在挣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叫，身体在束缚带下扭动，发出砰砰的闷响。放开我，烧掉，全都烧掉！她喊叫着，声音尖利，透着恐惧。火，有火！观察室里，孙教授捏紧了手里的笔。相比于张远的安静崩溃，眼前这个女研究员李慧的狂躁情况棘手得多。她的情况最严重。钱里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很是疲惫。3天前，她在整理扫描图的时候突然发病，试图用打火机点燃所有资料。如果不是发现及时，整个基地的核心数据都会被付之一炬。江峰没说话，只是看着那个在担架床上用力挣扎的女人。系统面板在眼前浮现，姓名李慧，状态信息污染重度，已与火灾创伤深度绑定，又是创伤触发器。安保人员将担架床固定在房间中央，然后推到墙角，姿态戒备。李慧的脑袋疯狂地转动，扫看房间里的每个角落，最后停在江峰身上。是你身上也有，烧掉你！他嘶吼着，挣扎得更厉害了。固定床的金属支架都在晃动。江峰转过身，背对着李慧，面向那面单向玻璃。他知道观察室里的人都在看着。孙教授，江峰开口。你现在去找一篇小学课文。观察室里的人都愣住了。小学课文？孙教授皱着眉，通过麦克风问：什么课文？江峰的语气平淡：王二小。这3个字一出，整个观察室鸦雀无声。一群国内顶尖的科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在国家最机密的地下基地里，被一个玄学顾问要求去找一篇几10年前的小学英雄故事。江顾问，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孙教授的声音里压着火气。我没开玩笑。江峰转过头，瞥了一眼还在嘶吼的李慧，他脑子里现在是一片火海。你跟他讲科学、讲道理，等于往火里浇油。你得用一个更强大的、更底层的、植根于他童年认知里的概念去覆盖那场火。江峰伸出一根手指，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在小学课堂上建立起来的那种对英雄最朴素的崇拜和安全感，就是最好的灭火器。这套理论让观察室里的人面面相觑。用童年记忆覆盖创伤记忆，听起来有那么点心理学的影子，但操作方式也太离谱了。找不到课文，找个会背的人也行。江峰补充，找个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的男同志，对着麦克风把这篇课文给我从头到尾朗诵一遍。记住，要有感情。钱里没有犹豫，他看了一眼还在发作的李慧，又看了一眼监控屏幕里江峰的背影，他不再犹豫，照他说的做。钱里对着身旁的副组长周明下令，马上去办，用最快的速度。周明点点头，转身快步离开了观察室。封存室里，李慧的嘶吼还在继续，江峰就那么背对着他站着不动，在等待。大约2分钟后，一个有些紧张但努力保持沉稳的男生通过封存室的广播系统响了起来：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声音响起时，李慧的挣扎停顿了一下，不是他还能是谁？就是那从小看我长大的王二小。朗诵的声音继续，带着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朴实力量。李慧脸上的疯狂慢慢褪去，换上了一副茫然的神情，她通红的眼睛映出天花板上冰冷的灯光。江峰依旧背对着他，他的右手食指又一次在身侧的空气中轻轻敲击，读读读读。他在同步广播里朗诵的节奏，频率同步完成，正在接入目标。李慧潜意识信息流解析开始，信息污染源样本001，先秦竹简污染模式，潜意识共振放大，正在解码异常波段。紧接着，火光与灼痛感涌入江峰的脑海。一个陈旧的筒子楼，狭窄的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浓烟滚滚，呛得人无法呼吸。一个小女孩5、6岁被反锁在家里，窗户被防盗网封死。她惊恐地拍着门，哭喊着妈妈。外面是消防员破门的巨响和邻居的尖叫，火焰从门缝里舔了进来，烧着了她的裤脚。敌人把二小从山顶上扔了下来，我们的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广播里，朗诵者用沉痛的语气读完了最后一个字。封存室里恢复了安静。担架床上，李慧不再嘶吼，也不再挣扎，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眼角滑下2行眼泪，嘴里无意识地呢喃着：二小哥。江峰转过身，他走到担架床边，俯下身看着这个被童年噩梦困住的女人。他伸出手，隔着空气拂过她的额头。火灭了。江峰轻声说：你安全了。李慧闭上了眼睛，呼吸变得均匀，沉沉睡去。观察室里没人出声，所有人都看着监控屏幕，看着那个被他们认为是疯子的女研究员，此刻安静地睡着了。孙教授扶着桌子边缘，身体轻微发抖。他研究了一辈子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相信的是碳14和地质分层。可今天发生的一切，把他几10年来建立的科学信仰砸得粉碎。这不是科学，这是神学。有效算卦次数2/3。江峰直起身，对着墙角的安保人员摆了摆手：带他下去吧。找个女护工给他擦擦脸，换身干净衣服，让他睡，什么时候睡醒了，什么时候就好了。2个安保人员回过神来，连忙上前解开担架床的固定锁，小心翼翼地推了出去。合金门再次合上，江峰走回自己的小马扎旁坐下，他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已经没什么气的泡腾水。他抬头看向那面看不见的玻璃墙，钱顾问，我在。钱里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声音发颤。现在我们可以聊聊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江峰指了指桌上那个被层层保护的金属箱，他站起身走到箱子前。这东西不是什么精神病毒，也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江峰的语气很平实，他更像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搜索引擎。观察室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竖起耳朵。他不产生任何东西，他只是检索。他会扫描每一个靠近他的人类大脑，检索你们记忆库里最深刻、最脆弱、最恐惧的那部分记忆。张远的溺水，李慧的火灾。江峰的手指在防爆玻璃罩上轻轻划过，他找到这些记忆碎片，然后用一种我们目前无法理解的技术把它放大，再用单曲循环的模式直接在你们的潜意识里播放。所以你们的队员不是疯了，他们只是被强行按在了一台 VR 设备前，没日没夜的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电影，一遍又一遍，直到精神崩溃，主板烧毁。搜索引擎
单曲循环 VAR 设备。心理学副组长周明一拍大腿，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基于记忆唤醒的强制性心理暗示，它的信息波可能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杏仁核和海马体。孙教授也像是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扶了扶眼镜，拿起一支笔，在一个全新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标题：关于信息污染的唯象理论与临床干预初步研究报告。在标题下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一笔一画的在课题顾问那一栏写上了江峰2个字。写完，他抬起头，通过麦克风用请教的口吻询问江顾问，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病人刘教授，他的症状很奇怪，不哭不闹，也不疯不叫。孙教授的声音里带着恳求，他就是笑，从发病开始就一直坐在那里笑，谁跟他说话他都笑，我们给他打镇定剂，他还是笑。江峰抬了抬下巴，笑，带上来吧。江峰重新坐回他的小马扎，语气恢复了之前的懒散。正好今天3卦还没凑齐，抓紧时间，我还等着下班吃午饭呢。合金门再次无声的划开，这一次没有束缚带，也没有人搀扶，一个男人自己走了进来。他50多岁，头发稀疏，戴着厚底眼镜，穿着合身的病号服，样子斯文，脸上挂着笑，那笑容裂开，从左嘴角一直到右耳根，露出2排烟熏黄牙。他的双眼空洞，没有焦距，直直的盯着前方。他就这么笑着，一步步走到房间中央，在江峰对面的凳子上坐下。他坐姿端正，双手放在膝盖上，然后他抬头看着江峰，继续笑。整个过程无声无息。封存室里一片沉闷，观察室里钱里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孙教授下意识推了推眼镜，后背有些发凉。前2个病人，一个痴傻，一个狂躁，还在情绪的范畴内。眼前这个举止不像病人，反而更接近一个出了故障的机械。江峰看着眼前的笑面人，心头冒出一个念头：前2个是系统死机和硬件过热，这最后一个是中了病毒，变成了微笑小丑。姓名刘建军，状态信息污染重度，已与病态补偿心理深度绑定，深层映射，永恒的遗憾，无法终止的道歉。江峰的目光从系统面板上移开，重新落回刘教授那张笑脸上，牙根有些发酸。孙教授的声音通过广播响起，音调里有压不住的颤抖。他就是刘建军，刘教授，我们的首席古文字专家，也是第一个直接接触竹简的人。他发病3天了，不吃不喝，不睡不眠，就是这么坐着笑。我们给他注射了最大剂量的镇定剂，一点用都没有。江峰没理会广播，他站起身，绕着自己的小马扎走了2步，然后走到刘教授面前。他蹲下身与刘教授平视，然后他问了一个和竹简、考古、精神污染都毫不相干的问题。刘教授，江峰轻声问：30年前盛夏，你是不是丢过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观察室里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住了，钱里张着嘴，忘了要说什么。孙教授猛地抬起头，满脸惊愕，话题怎么会跳到这里？一个30年前的家庭悲剧跟眼前的现象有什么关系？他下意识想开口反驳，却被身旁的钱里一个手势制止。钱里什么都没说，只是注视着监控屏幕里那个蹲在地上的年轻人。直觉告诉他，关键的部分要来了。封存室里，江峰的话音落下，刘教授毫无反应。刘教授依旧在笑，那笑容的弧度没有变化，固定在脸上。江峰就这么蹲着，看着他也不说话。就在观察室里，所有人都以为江峰这次算错了的时候，变化发生了。刘教授脸上的笑容，那道咧到耳根的弧线开始轻微地不规律地抖动起来，紧接着那笑容凝固了，它没有消失，只是僵在脸上，然后开始变形。刘教授脸部的肌肉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他想维持那个笑的表情，可身体背叛了他，那笑容扭曲成一个古怪的表情，2行浑浊的黄泪从他空洞的眼眶里涌出，顺着脸上纵横的皱纹滑落。nan，一个沙哑破碎的音节从他干裂的嘴唇里挤出。nan，他想说那个名字，但声带许久未用，发音困难。喃喃，终于一个完整的词伴随着泪水从他的喉咙深处吼了出来。那嘶吼不似人声，充满了压抑多年的痛苦。观察室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隔着防弹玻璃看着那个斯文儒雅的老教授，此刻正嚎啕大哭，哭声通过麦克风传过来，让每个人的心都揪紧了。江峰站起身，退后2步，给这个压抑了30年的人留出宣泄的空间。他开口，语气平直，只是在陈述事实，逐渐放大了他内心最深的遗憾。30年前，他是国内顶尖的青年学者，被一个重要的海外项目绊住，脱不开身，而他唯一的女儿突发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坐最快的飞机赶回来，只看到了医院太平间里那具小小的身体。观察室里，心理学专家周明摘下眼镜，用力揉着太阳穴。他想起了什么，快步冲到一台电脑前，双手在键盘上敲击，调出了刘建军教授的个人档案。婚姻状况那一栏写着离异，子女状况是无。江峰的话还在继续，他错过了女儿最后的救治时间，他一生都活在愧疚和自责里。他觉得是他的研究杀死了他的女儿，他唯一的自我安慰就是一种病态的臆想。江峰看着那个哭到浑身抽搐的老人，他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女儿最喜欢看他笑，如果他当初在医院不是哭而是在笑，他的女儿看到也许就会开心，就会醒过来。这个念头成了他余生唯一的精神支柱。江峰转过头看向那面单向玻璃，仿佛在跟孙教授他们对话。而那个竹简，那个所谓的信息污染源，他扫描到了这个病态的执念，然后他把这份自我安慰扭曲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不可违抗的电脑指令。江峰的语气里没有同情，只有一种技术人员拆解代码的分析。所以他不是在笑，他是在用余下的生命对他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女儿进行一场长达30年永不间断的无声道歉。竹简只是按下了那个循环播放键。观察室里一片安静，孙教授手里的笔杆被他无意识的捏得咯吱作响。周明看着电脑屏幕上刘教授的档案，又看看监控里那个痛哭失声的老人，感觉自己几十年的心理学知识在这一刻派不上用场。钱理闭上眼睛，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们一直以为面对的是未知的敌人，到头来只是一个人的伤口。封存室里，刘教授的哭声减小，变成了低低的抽泣。他趴在地上，像个迷路的孩子。江峰对着墙角的2个安保人员摆了摆手，那2个身材高大的汉子
眼眶通红。他们走上前，没有用粗暴的动作，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刘教授从地上扶了起来，带他去休息吧。江峰开口，找个心理医生陪着他，什么都不用说，让他哭出来就好了。2个安保人员点点头，搀扶着还在抽泣的刘教授，一步步走出了封存室。合金门缓缓合上，整个房间又只剩下江峰和那个装着竹简的金属箱。叮，有效算卦次数3/3。叮，3卦任务完成。江峰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他走到小马扎旁，把它折叠起来，夹在腋下，然后他拿起自己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将里面剩下的泡腾水一饮而尽。他抬头对着观察窗的方向扬了扬手里的空杯子。行了，收工。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带着一种下班打卡的轻松。前顾问孙教授，各位专家，午饭时间到了。江峰把保温杯揣回自己的帆布包里，环视了一圈这个合金房间。午饭我要吃红烧肉，多加点冰糖，再来个拍黄瓜，要多放蒜。观察室里，一群国内顶尖的科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看着监控屏幕里那个提着小马扎、背着帆布包开始点菜的年轻人集体失语。江峰抬手敲了敲那扇合金门，他的脸上是朴实无华的对午饭的期待。江峰现在只想吃午饭。门外，钱理和孙教授站得笔直，看到江峰出来，两人都松了口气。江顾问，这边请。钱理的姿态放得很低，侧身引路。基地食堂的小包间里，桌上摆着4菜1汤，一盘红烧肉在正中间。江峰没客气，坐下就抄起筷子。老陈在他身边盛饭倒水。江峰夹起一块最大的红烧肉塞进嘴里，满足的眯起眼。就在这时，脑海里机械音响起，叮，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江峰嚼肉的动作一顿，可算来了，再不来饭都消化完了。他一边吃一边分神看着眼前的虚拟面板。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5%，剩余寿命增加9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500万，命长了，钱多了，常规操作。叮，检测到宿主行为对国家级项目产生重大积极影响，任务评价提升，额外奖励发放中。江峰的筷子停在半空，又有额外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新能力因果世界。他差点被一口肉噎住，他放下筷子，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面板上新能力的介绍浮现出来：因果世界脱离任务限制，宿主每日可主动使用1次，使用后可通过触碰特定物品观测到与该物品相关的能量最强的一段因果片段。注：该能力极耗精神，请谨慎使用。江峰飞快地扫过介绍，脱离任务限制，主动使用，触碰物品，这意味着他终于有了一点主动出击的能力。他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等待系统派单，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用指定方式算命的木偶了。他有了一张可以自己决定何时打出的底牌。他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没露出什么表情。他重新拿起筷子，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慢条斯理地吃着。这能力有点意思。包间的门被轻轻敲了2下，钱理和孙教授端着餐盘，姿态拘谨地站在门口。他们的餐盘里只有馒头和一碗白菜。江顾问，我们不打扰您用餐吧？钱理试探着问。江峰抬了抬眼皮，用下巴指了指对面的空位，坐。钱理和孙教授对视一眼，如蒙大赦，拉开椅子坐下。两人坐姿端正，双手放在膝盖上。孙教授看着江峰吃得满嘴是油的样子，几次张口想问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还是没忍住。江顾问，您辛苦了。他亲自拿起桌上的水壶，给江峰的杯子续满。关于那竹简，我们想……江峰抬起筷子，打断了他。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他的筷子头点了点桌上的那盘红烧肉，这是规矩。孙教授被噎得满脸通红，后面的话全堵在了喉咙里。坐下。江峰又重复了一遍。钱理和孙教授只好苦笑着坐下，手里捧着自己的餐盘，看着江峰大快朵颐。江峰又吃了一块肉，咂了咂嘴。你们食堂这红烧肉不错，他评价道，就是冰糖放少了点，下次让厨子多放2块。钱理和孙教授愣住了，他们准备了一肚子的问题，关于信息污染，关于记忆唤醒，关于那3个研究员的后续治疗方案。结果这位江顾问跟他们聊起了红烧肉的甜咸。孙教授是个做学问的老实人，下意识就接了话。江顾问，红烧肉正宗的做法应该是咸咸口的，用酱油提味，冰糖只是用来上色和中和咸度。停。江峰又一次打断他。孙教授，你是考古专家，不是美食家。江峰用筷子点了点他，我喜欢吃甜的。孙教授的脸更红了，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接。一旁的钱理赶紧出来打圆场，对对，江顾问说的对，我这就去跟后厨说，以后给江顾问开的小灶都多放糖。江顾问喜欢吃甜的，他喜欢。钱理在心里把这句话重复了3遍。一顿饭就在这种古怪的氛围里吃完了。江峰吃得心满意足，钱理和孙教授吃得食不知味。饭后，江峰被一群专家簇拥着回到了那间合金封存室。他走在最中间，双手插在运动裤的口袋里，姿态悠闲。钱理和孙教授一左一右落后他半步，身后还跟着7、8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些人对江峰的态度已经从早上的审视和怀疑变成了敬畏。合金门划开，房间中央那个罩着防爆玻璃罩的金属箱依旧静静地摆放在那里。所有人都停在门口，只有江峰一个人走了进去。孙教授站在门口，扶了扶眼镜，紧盯着江峰的背影。江顾问，他终于问出了那个憋了1中午的问题。现在您能直接读一下这东西了吗？他指着那个金属箱，不需要通过病人作为媒介，直接读取。观察室里，所有人都通过单向玻璃盯着江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江峰站在金属箱前，看着里面那些黑色的竹简，扭曲的符号在他视野里泛着不祥的黑气。他摸了摸下巴，正好试试新到手的能力。他转过身，对门口的孙教授和钱理勾了勾手指：“你们俩进来。”两人一愣，随即快步走了进去。江顾问有什么吩咐？江峰指着那个玻璃罩子：“我想摸摸它。”孙教授和钱理都变了脸色。不行！孙教授失口喊道：“江顾问，这绝对不行！刘教授就是第一个直接接触竹简的，他的情况你也看到了。”钱理也一脸凝重：“江先生，我们不能拿您的安全冒险。”江峰看着他们紧张的样子，笑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他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现在是我在给你们解决问题，你们的选项只有2个，要么听我的，要么我撂挑子走人。
你们自己抱着这堆破竹子研究到天荒地老。他的语气很平淡，但话里的意思让两个加起来快150岁的老人说不出话。孙教授的嘴唇翕动，还想争辩，江峰没给他机会，他缓缓伸出手，伸向那个防爆玻璃罩。孙教授下意识想上前阻止，江峰的手停在离玻璃罩只有1公分的地方，他没碰，他的手指在空气中停住，然后抬头看向钱里。我的规矩是必须直接接触到物品本身。他嘴快说错了半句，又不动声色地圆了回来。隔着这层玻璃，跟戴着手套挠痒一样，没用。钱里和孙教授面面相觑，还有这种规矩？打开它！江峰的语气不容商量。钱里的额头上渗出细汗，这道命令他不敢下，一旦出事，这个责任他担不起。江峰看出了他的犹豫，收回手插回裤兜里。算了，他转身就走。看来你们还没准备好，等你们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吧。他溜达到门口，做事要出去。等等，钱里急了，他快步冲到江峰面前，拦住了他。这位在外面跺跺脚都能让一方震动的老人，此刻脸上带着恳求。江先生，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他压低声音，实在是这东西的危险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必须制定万无一失的方案。江峰看着他，突然笑了。钱顾问，你觉得这世界上有万无一失的事情吗？他拍了拍钱里的肩膀，我就是你们最大的那个万一。说完，他绕过钱里，继续往外走。老陈已经等在门口，见江峰出来，默契的跟上。江顾问，孙教授也急了，他追了出来。您别走，有话好商量。江峰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们，没什么好商量的。他的目光扫过那群专家，最后落在钱里脸上。要么现在打开，他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我进去用我的方法给你们一个答案；要么你们继续用你们的方法开会、研究、写报告，等到你们下一个专家疯了再来请我。他笑了笑，不过下次出诊价格可就要翻倍了。没人说话了，钱里站在原地，脸上阴晴不定，一边是无法估量的风险，另一边是近在咫尺的真相。足足过了1分钟，钱里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开箱。孙教授的脸色白了，他想阻止，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命令已经下达。一名穿着白色无菌服的技术人员走上前，他用掌纹扫描，移贴在金属箱的生物识别模块上。第一，身份验证通过。他又取出一根细长的金属探针，伸进密码锁孔，快速拨动，咔咔嗒，锁芯内部传来机括转动的声音。在场的所有专家都停止了呼吸，眼睛盯着那只箱子。江峰站在那里，双手依旧插在裤兜里。老陈在他身后半步远的位置，身体紧绷，一只手摸向了自己战术背包侧面的工兵铲。咔嗒，最后一声响，锁解开了。技术人员退后2步，对着观察室的方向点了点头。钱里对着麦克风下令开。技术人员上前，双手搭在箱子的锁扣上，向上一掀，吃，一股白色的冷气从箱子缝隙里喷出，箱盖被完全打开。几十片暗灰黑色的竹简静静地躺在深蓝色的丝绒衬垫上。房间里很安静，什么都没发生。孙教授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江峰动了，他从裤兜里抽出手，走向那个敞开的金属箱。江顾问，孙教授喊了一声。江峰没理他，他走到箱子前，低头看着那些竹简，那些扭曲盘绕的符号在他眼中泛着微光。他伸出手，别。钱里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带着颤音。江峰的手指没有停顿，直接落在了最中间的一片竹简上。他闭上了眼睛，在心里默念使用因果世界。嗡，他的身体晃了晃，向后踉跄退了一大步，脸色变得苍白，额头上渗出冷汗。刚才那几秒，他看到了一段破碎的画面，一个由青铜铸造的巨大祭坛立在昏黄的天空下，祭坛下方跪满了穿着麻衣的人，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嗡鸣。祭坛中央，一个戴着青铜面具的祭司正高举双手，他的身前是一尊燃烧着幽绿色火焰的方鼎。祭司拿起一片片黑色的竹简投入鼎中，竹简处碰到火焰没有燃烧，反而发出更深沉的暗光。画面到此中断。江先生，老陈一个箭步上前，从侧面稳稳扶住了他。老板，老陈的声音里带着担忧。观察室里乱成一团，快，医护组准备急救。钱里对着麦克风大吼：江顾问，您看到了什么？您感觉怎么样？孙教授也急了，对着广播连声追问。合金门被紧急打开，2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提着急救箱冲了进来。出去！江峰靠在老陈身上，喘着粗气，对着那2个医生低吼。2个医生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地看向观察室。江峰推开老陈的手，自己站稳。他抬起头，看向那个敞开的箱子，然后晃了晃脑袋，走到自己的小马扎旁坐下。这个动作让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观察室里，钱里看到他还能自己行动，稍稍松了口气。江顾问，您的身体死不了。江峰摆了摆手，打断他。他抬起头，目光扫过观察室那面单向玻璃，声音有些沙哑。我看到的不是文字。所有专家都竖起了耳朵。江峰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是一场祭祀。祭祀？孙教授愣住了。江峰伸手指着那个金属箱，语气沉重。这东西不是用来记录的，是用来镇压的。镇压？心理学专家周明喃喃自语。镇压？镇压什么？一种思想，一种魔音。孙教授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想到了中国古代方术中的各种阵物、符咒。江峰的话还在继续。你们把他从古墓里挖出来，就等于拔掉了镇压那个瓶子的瓶塞。他抬眼看着观察室的方向，所以他不是在对你们释放什么信息病毒，他是在呼救，或者说江峰的声音压得更低，他是在召唤某个我们所有人都惹不起的东西。召唤。如果说镇压只是让他们感到震惊，那么召唤这个词则带来了含义。观察室里一片安静。孙教授身体晃了晃，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被身旁的研究员扶住。镇压，召唤，他嘴唇哆嗦着。那他在召唤什么？被他镇压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他们都看向监控屏幕里的江峰，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江峰看着他们那副样子，心里琢磨怎么说，总不能告诉他们自己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在往一个烧着绿火的炉子里扔木头片。江峰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极度疲惫的模样，他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天机不可泄露。他叹了口气，今天就到这吧，我累了。他扶着自己的膝盖，慢吞吞地站起身。这东西邪门得很，
能量太大，不能硬来。给我时间缓缓。说完，他冲着门口的老陈招了招手，老陈立刻上前，再次稳稳地扶住他。江峰把大半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老陈身上，拖着脚步向外走去。钱理和孙教授带着一群专家快步从观察室里冲出来，在门口排成一排，对着江峰的背影郑重地鞠了一躬。江顾问辛苦了，声音整齐划一。江峰脚步顿了一下，头也没回，只是无力地挥了挥手，然后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廊拐角彻底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封存室门口，一群顶尖专家对着那个空荡荡的金属箱如临大敌，立刻封锁现场，启动最高级别的物理隔离。钱理的声音都在发抖。还有，孙教授补充道，把我们之前所有的研究报告全部推翻重写，研究方向就从镇压与召唤的符号学意义开始。另一边走廊尽头，江峰一离开那些专家的视线，立刻就直起了身子。他拍了拍老陈的胳膊，行了行了，别扶了，我还没那么虚。老陈松开手，看着江峰恢复正常的脸色，有些不放心。老板，你刚才的样子吓死我了，演戏懂不懂？江峰白了他一眼，我要是不表现得惨一点，怎么体现出我工作的危险性和重要性？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加钱？老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江峰没再理他，一边走一边揉着自己的太阳穴。这新能力用着是方便，就是这后劲真够大的。3天后，西北73号研究基地特别顾问休息室，房间里恒温恒湿，一张2米宽的大床摆在正中，床的对面一台最新款的外星人电脑摆在特制的升降桌上，旁边还专门拉了一根军用级别的光纤网线。江峰盘腿坐在电竞椅上，戴着降噪耳机，电脑屏幕上一辆黄色的重型卡车正以180码的速度从悬崖上飞驰而下，伴随着一连串的翻滚和爆炸，屏幕上弹出一行红色的字：任务失败。江峰摘下耳机，端起手边的可乐喝了一口。拿国家的钱，用国家的网打资本家的游戏，他打了个嗝。这日子不错。自从3天前那次强行通灵后，他就以元气大伤，需要静养为由，开始了在基地里的闲鱼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3餐由专人送到门口，闲了就打开电脑，在虚拟世界里送快递。基地里的人，从钱理到孙教授，再到普通的研究员和士兵，都默契的不来打扰他静养。在他们看来，这位江顾问每一次闭眼，都是在另一个战场上，与那些来自远古的力量进行着搏斗。只有老陈知道，他家老板只是在打游戏。休息室的门外，孙教授和心理学副组长周明，一人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哈密瓜，一人捧着一摞打印出来的报告，在门口徘徊。2人已经在这里站了快10分钟了。孙老，周明压低声音，指了指门缝里透出的彩色光影。江顾问这都静养3天了，我听老陈说，他那游戏都快通关了。咱们那个课题，孙教授瞪了他一眼，用更低的声音斥道：“你懂什么？”他把手里的报告抱得更紧了。高人行事，岂容我等揣度？你以为那是在打游戏？我告诉你，那是在修行。孙教授一脸肃穆，开始了自己的分析。我查阅了大量道家的典籍，这叫持域，是在通过一种高速的信息交互，调整自身的频率，以对抗那竹简带来的信息污染。周明张了张嘴，他一个认知心理学专家，居然被一个考古学教授用玄学理论上了一课。而且孙教授继续道：“你没发现吗？江顾问选择的这款游戏核心是链接与建立，他在用这种方式对抗竹简代表的断裂与混乱，这是在用现代科技的理去中和远古巫术的乱。”周明听得愣住了，原来是这样吗？他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眼神里多了几分思索。就在2人准备鼓起勇气敲门时，房间里传出一个懒洋洋的声音：“门外的朋友是为艺术模型的熵增难题而来吧？进来吧。”门外的孙教授和周明身体同时僵住，2人对视一眼，彼此的眼神里全是骇然。他们今天确实是为了一套模拟竹简信息扩散的数学模型而来。那个模型在计算过程中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熵增现象，导致整个课题组停滞不前。他们还没敲门，一个字都没说。他怎么知道的？孙教授手一抖，差点把手里的报告扔在地上。周明扶了扶眼镜，深呼吸。孙老，江顾问他神人，当真是神人。孙教授喃喃自语，推了推周明，快进去。2人怀着异样的心情，轻轻推开了那扇门。房间里，江峰已经暂停了游戏，他转动电竞椅，面向门口，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端着保温杯，姿态慵懒。坐。他用下巴指了指房间角落的沙发。孙教授和周明不敢坐。2人走到办公桌前，将手里的水果和报告放在桌角。江顾问，我们是来向您请教的。孙教授弯着腰，语气谦卑。江峰的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屏幕上是他的卡车坠毁在山谷里的画面，无数快递箱子散落一地。他指着那个画面，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们看，这像什么？”孙教授和周明都凑了过去，看着屏幕上的游戏残骸，一脸不解。这不就是游戏输了吗？江峰没等他们回答，自己解释起来：“你看，这就像你们那个模型。”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划过，这些散落的箱子就是你们想要破解的信息，卡车就是你们建立的解码路径。他指着那个熊熊燃烧的卡车残骸，货物的总量是恒定的，但你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运输路径，强行要让一辆载重10吨的卡车去走一条只能让自行车通过的小路。孙教授和周明听得入了神，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思路走。结果呢？江峰靠回椅背，喝了口水，结果就是系统崩溃，路径被毁，货物散落一地，最终什么都得不到。他下了结论：一地鸡毛。这番用游戏里的现象做的比喻，让2位专家脑中的迷雾散开了。周明猛地一拍大腿，眼镜都差点飞出去。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激动的脸都红了。江顾问，您的意思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他指着那堆报告，声音都在抖。我们一直在试图去解码，去翻译那些竹简上的符号，我们默认了它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信息。但如果，周明的声音拔高，如果那些符号本身就是一种无法被解码的乱码呢？如果它的存在，其目的就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让任何试图解读它的系统强制过载呢？孙教授也被点醒了，他扶着桌子，嘴唇哆嗦。对，镇压、召唤，它的功能不是记录，是作为一种工具，就像一把锁。我们不应该去研究锁芯的构造，
而是应该研究它锁住了什么，以及它在被强行破坏时会触发什么样的警报。2位国内顶尖的专家在江峰的游戏机前，因为一个送快递的游戏找到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多谢江顾问指点。孙教授对着江峰深深的鞠了一躬，我们茅塞顿开。周明也跟着鞠躬，激动的说不出话。我们这就去组织会议，立刻调整研究方向。2人拿着江峰那个游戏启示，也顾不上桌上的报告和水果了，转身就往外跑。江峰看着他们火急火燎的离开，耸了耸肩。他重新戴上降噪耳机，嘴里小声嘀咕：哎，带这帮学霸也太累了，脑子太好使，就是容易想太多，还得陪他们玩角色扮演。江峰摇了摇头，转过椅子，重新面向电脑屏幕。屏幕上依旧是那片狼级的坠毁现场和那行任务失败。他拿起鼠标，准备点下了屏幕下方的那个重新载入存档点的选项，但与此同时，身后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江顾问，汇报会要开始了。周明探进半个头，语气带着催促。江峰退出游戏，伸了个懒腰，跟着他走向基地最大的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孙教授站在讲台上，正对着投影幕布讲解。PPT 的扉页上，特别顾问江峰几个大字用加粗的黑体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孙教授的声音都有些变调，语速飞快。根据江顾问提出的过载效应理论，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解码思路，将竹简本身视为一种具备功能性的远古工具。它的作用就是强制性唤醒并放大特定个体的深层创伤记忆，从而达到一种精神层面的攻击效果。台下一片赞同的点头和低声讨论。江峰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这帮科学家的效率还是太慢了，一个竹简研究了这么多天，还停留在理论阶段。他看着台下一个个愁眉苦脸、头发稀疏的研究员，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一个一个来多麻烦，干脆搞个团建集体辅导算了。冗长的会议终于结束，灯光亮起，钱理快步走到江峰身边，神色忧虑。江顾问，他压低声音，虽然有了新方向，但下面各个子课题的研究员都遇到了瓶颈。搞材料的分析不出竹简的材质，搞信号的捕捉不到稳定的异常波，搞历史的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文献记载。钱理叹了口气，整个项目进度依然很缓慢，大家都很焦虑。江峰听着一拍大腿，这好办啊。钱理一愣，看向他。江峰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坐麻的筋骨。你把他们都叫到那个放竹简的屋里去，我给他们搞个学术1对1的辅导。钱理的脑子没转过来，您的意思是？江峰背着手踱了2步，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我不能直接读竹简，但我可以读想读懂竹简的人啊。他这话一半是忽悠，一半是试探。他想看看系统是不是真的可以被他这样主动引导。话音刚落，嗡，只有他能看见的虚拟面板在眼前展开，熟悉的机械音在脑海中响起。新任务发布，地点西北73号研究基地主实验室，时间每日14点至17点，方式文网卜卦，领域科研瓶颈，目标为3位研究员，指点迷津成了。江峰心里一乐，他再次验证了自己的猜想，他真的可以主动诱导任务，他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接受的打工仔，他已经成了可以主动选择战场，甚至影响任务内容的项目合伙人。钱理还沉浸在江峰那句读人的话里，试图用他贫瘠的玄学知识去理解。江峰咧嘴一笑，他煞有介事地抬起手，屈起手指，飞快地掐动了几下，然后他闭上眼，眉头时而舒展，时而拧起，嘴里念念有词。钱理大气都不敢出，紧张地看着他。几秒后，江峰睁开眼，长出了一口气。他看着钱理，声音里带着一股装出来的疲惫。钱顾问，我刚才心血来潮，掐指一算，今天下午2点到5点是吉时，最宜解惑。钱理浑身一震，这种我刚说完就掐指一算的无缝衔接，而且算出的结果正好就是为他解决眼下难题的方案。这是什么？这是天意。在他眼中，江顾问的形象愈发神秘，愈发深不可测。您放心，钱理腰杆挺得笔直，对着江峰保证，我马上去安排。他甚至没问江峰具体要怎么辅导，直接转身就走。在他看来，神人办事，凡人只需要听从安排，然后等着见证奇迹。不到10分钟，江顾问要开坛讲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基地。听说了吗？江顾问要亲自下场指导了。下午2点，主实验室，点对点解决科研瓶颈。我的妈呀，我的那个该死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有救了！别急，人事处正在发号，按课题组优先级排队。整个基地都沸腾了。正在对着显微镜发呆的材料学博士一把推开仪器，冲向走廊。正在为一组乱码数据抓狂的密码学专家把键盘一摔，夺门而出。正在图书馆里翻顾纸堆的历史系教授把手里的放大镜往桌上一扔，跑得比谁都快。他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争先恐后的去排队，等着接受江顾问的学术指导。老陈看着这混乱的一幕，默默走到江峰身边，低声问：老板，这阵仗您顶得住吗？江峰正在电竞椅上闭目养神，闻言眼皮都没抬。慌什么？他懒洋洋的开口，不过是换个地方上班而已。下午1点50分，基地最大的主实验室被完全清空，这里原本摆满了各种精密的仪器设备，现在都被移到了两边，中间腾出一大片空地。江峰没用他那个标志性的小马扎，而是让老陈从基地的仓库里搬来了一张不知道哪个年代的古朴书桌，桌子是老榆木的，桌面上有几道墨迹和刻痕，桌上没放电脑，没放报告，只摆着一副他从家里带来的有些磨损的龟甲和几十枚泛着暗黄色泽的铜钱。江峰换下了一身运动服，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棉麻衬衫，黑色阔腿裤，脚上一双布鞋。他坐在那张书桌后面，焚上一炉从钱里那里借来的顶级沉香，青烟袅袅，形成一种诡异的和谐。江峰就这么坐着，闭目养神。实验室门外，一群掌握着国家顶尖科技的博士、教授正紧张地排着队，每个人手里的报告都被抓得发皱，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江顾问，这是要干什么？用龟壳给我们算偏微分方程？我听说这是文王卜卦、周易里的东西，很玄的。嘘，别乱说。孙教授说了，这叫通过高维信息映射寻找低维空间的最优解，是咱们理解不了的科学。下午2点整，实验室的门无声地划开，老陈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高大的身形挡住了大半个门洞。第一位，他喊了一声。队伍最前面，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马尾的女人定了定神，她抱着一叠厚厚的材料分析报告走进了实验室。女人抱着一叠材料分析报告走进实验室，她站定在书桌前，30岁上下，戴着黑框眼镜，头发用一根铅笔随意地挽在脑后，看着桌上的龟
龟甲和铜钱，眉头紧蹙。江顾问，女人开口，声音清脆：“我是陈静，材料分析组的。”他将手里的报告放在桌角，推了过来。我们用了质谱仪、俄械电子能谱、扫描隧道显微镜，几乎把基地里所有能用的高精度分析设备都用了一遍，结果是一片空白。陈静扶了一下眼镜，话里透着挫败：“我们无法分析出竹简的具体成分，它好像不属于元素周期表里的任何一种物质。”江峰抬眼看着陈静，在他眼里，这位女博士的头顶上盘踞着一团顽固的灰色气团，厚重凝实，堵住了所有通往答案的路径，思路堵塞。江峰收回目光，伸出3根手指，在桌面上那堆泛着暗黄色泽的铜钱里拨弄了一下，铜钱相互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别急，先摇一卦。陈静愣住了，他准备了一肚子的数据、图谱和分析模型，准备跟这位顾问进行一场跨学科的深度探讨。结果对方的回应是让他摇铜钱。他看着桌上那副不知来历的龟甲，又看看江峰那张过分年轻的脸，嘴唇动了动，没把这部科学4个字说出来。钱理和孙教授已经下了死命令，在江顾问面前，一切行动听指挥。怎么摇？陈静问，语气生硬。手洗干净了吗？江峰反问。陈静又是一愣，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只是指尖因为长期接触化学试剂微微泛黄，用酒精凝胶消过毒了。他回答。江峰点点头，将那3枚铜钱推到他面前，合在手心，心里想着你那个破不了的局，摇6次。陈静迟疑地伸出手，他拿起那3枚冰凉的铜钱，铜钱表面磨损严重，刻着看不懂的文字。他，一个材料学博士，此刻要在国家最机密的实验室里，用这种手段解决一个超前沿的科学难题。他抿了抿嘴，将铜钱合在掌心，哗啦哗啦，金属在掌心碰撞翻滚。他按照江峰的指示摇动，然后撒在桌面上，1次、2次、6次，每一次铜钱落下，江峰都会拿起一支狼毫毛笔，在铺开的宣纸上画下一道横线，或是完整的阳爻，或是断开的阴爻。6次之后，一个由6道横线组成的卦象出现在纸上，离为火。江峰看着纸上的卦象，笔尖的墨迹尚未干透，他的眼前只有他自己能看见的系统面板，同步浮现出解析。卦象解析：众民以利，附着于万物，其性为火，其德为明。破局之法不在分析，而在激发。江峰放下毛笔，抬头看向一脸紧张的陈静：“你们的路子从一开始就走错了。”陈静的身体绷紧了，错了，他无法接受这个结论。为了分析这个竹简，他的团队已经连续奋战了半个月。我们的方法论没有问题，他下意识的反驳，指着桌角那叠报告，所有的实验设计都经过了严谨的逻辑推导。逻辑？江峰轻笑一声。你们的逻辑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那叠报告。你们从始至终都把这东西当成一个物体，所以你们想知道它的密度、它的分子结构、它的同位素半衰期，你们想用物理的方法把它拆开来看个究竟，难道不是吗？陈静追问。当然不是。江峰靠回椅背，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它不是物体，它是一个能量的载体。陈静皱起了眉，思考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江峰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老陈刚泡好的枸杞红枣茶。他咂了咂嘴，继续说：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讲，万物皆有五行。你这材料五行缺火，五行缺火。陈静张了张嘴，他能理解量子隧穿，能计算金格能，能绘制香图，但他理解不了这个。江峰看他那副表情，决定把话说明白一点。他可没兴趣真的跟这些科学家普及玄学理论。别用你们那些冷冰冰的仪器了，你现在去写一份报告，申请一台高能激光器，功率要够大，频率要可调。激光器？陈静的脑子飞快转动，用激光照射样本，这是材料分析中的常规操作。我们试过了，竹简表面没有任何反应，激光扫过，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你们那是想切割，想破坏它？江峰摇了摇头，我让你们做的是点亮它。点亮？陈静重复着这个词，人待在原地。它的本质不是物质，是能量，所以你不能用研究物质的方法去研究它，你要给它能量，它才会告诉你它是什么。别想着去分析它的原子构成，去测试它的频率响应，用不同的波段去照射它，从红外到紫外，一个一个频段的扫，找到那个能让它亮起来的频率。五行缺火，高能激光，点亮。一个玄学理论，最终却导向了一个全新的、完全符合科学逻辑的实验方案，把样本视为一个需要被充能才能激活的黑匣子。这个想法太疯狂了，也太天才了。陈静的呼吸急促起来，攥紧了拳头。他什么话都没说，对着江峰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他转身就跑，忘了拿桌上那叠已经变成废纸的报告。他要立刻去写实验申请，要立刻拿到激光器的使用权限。看着女博士火急火燎冲出实验室的背影，江峰端起茶杯，吹了吹飘在上面的红枣。他的脑海里机械音适时响起，叮，有效算卦次数1/3。江峰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对着门口的方向懒洋洋地喊了一声：“下一个！”门口，心理学副组长周明，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斯文男人，正忐忑地站在那里。他手里也抱着一摞文件，但表情比刚才的陈静还要紧张。他走进实验室，看着书桌后面那个年轻人，感觉自己不是来做学术交流的，而是来被审判的。周明走到书桌前，没有像陈静那样把报告直接推过来，他先对着江峰鞠了一躬。他将手里那叠画满了复杂流程图和数学公式的草稿纸摊在桌面上，纸张上密密麻麻充满了拉普拉斯变换、傅里叶级数，还有各种非线性动力学方程。江顾问，周明的嗓音有些干涩，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按照您上次提出的过载效应理论，我试图建立一个认知污染的数学模型。他指着草稿纸上一团乱麻般的箭头和曲线，但我失败了。变量太多，信息传递的路径，个体记忆库的差异，潜意识的过滤机制，我把能想到的所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周明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无论怎么简化，模型都无法收敛，用超算跑出来的结果是一片混沌，完全是无序的，没有任何规律。江峰的目光从那些天书般的公式上扫过，他一个都看不懂，但这不妨碍
他摆出看懂了的表情，他甚至还伸出手捻起一张写满了偏微分方程的草稿纸，拿到眼前装模作样的看了几秒，然后他把那张纸放回桌上，摇了摇头。他没说话，只是用下巴指了指桌上的那3枚铜钱，意思很明白，先摇一卦。周明先是愣了一下，但他还是照做了。他见识过江峰是怎么让陈静茅塞顿开的。周明深吸一口气，学着陈静的样子，将那3枚铜钱合在掌心，他的手心全是冷汗，哗啦哗啦。他闭上眼，脑子里想的不是模型，不是数据，而是那3个至今还在接受心理疏导的研究员。江峰依旧是用那只狼毫毛笔在宣纸上画下卦象，这一次的卦象有2个3爻的艮卦上下相叠而成，艮为山。系统面板在江峰眼前浮现，给出了解析。卦象解析：其性为止，静止沉稳，两山并立，静止之象。大道至简，解在自身，大道至简。江峰放下了笔，他抬起头看着满脸期待的周明，他伸出一根手指点了点桌上那堆复杂的草稿纸。你这不是在建模型？江峰摇了摇头，语气平淡。你是在修迷宫，而且还是那种修到一半就把自己绕进去，再也出不来的那种。周明脸色一白，江顾问的话总是这么直接扎心。可是周明急了，试图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可是信息的传播和感染，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每个人的认知结构都是一个黑箱，我必须考虑尽可能多的变量，才能……谁告诉你信息一定是通过传播和感染的？江峰打断了他。周明被问得愣住了，信息不是通过传播和感染，那还能通过什么？实验室里陷入了安静，江峰没再说话，他只是慢条斯理的拿起桌上一个透明的玻璃水杯，杯子里是老陈刚给他倒的温水。他又拿起刚才画卦的那只狼毫毛笔，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包括监控室里的钱理和孙教授，都集中在他手上。江峰把那支笔竖着，慢慢的放进了水杯里，笔杆进入水面，在光线的折射下，看起来像是断了。笔尖的狼毫在水中散开。江峰做完这个动作，抬眼看着周明，你看，笔是湿了。周明下意识的点点头，但水有减少吗？周明继续点头，然后猛地摇头，他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谁有主动传播给笔吗？江峰的声音不大，却在周明的脑海里掀起波澜。周明呆住了。传播、感染，他一直以来都把竹简上的信息污染当成一种类似病毒的东西。病毒需要宿主，需要传播途径，需要感染过程，所以他的模型才会变得那么复杂。他要考虑空气动力学，要考虑接触面积，要考虑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可如果他根本就不是病毒呢？他不是病毒，不需要传播。江峰一字一句地说，声音清晰地回荡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它是一个场，这个物理学中最基础也最核心的概念，从江峰嘴里说出来，让周明浑身一震。竹简就是这杯水，它在这里构成了一个场。你们所有接触者都是进入了这个场的范围，你们就像这支笔。江峰的手指在水杯壁上敲了敲，发出清脆的响声，被动地发生了浸润。笔湿了，不是因为水主动攻击了它，而是因为它进入了水的范围。你明白吗？周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场、浸润，这2个来自物理学和材料学的概念被江峰信手拈来，用在一个心理学模型上，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脑中所有的锁。困扰他和他整个团队数周的难题，在这一刻被一个简单的动作彻底击碎。原来这么简单，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你们要研究的不是什么复杂的传播路径，也不是什么个体差异的黑箱模型。江峰把笔从水杯里拿出来，水珠顺着笔杆滴落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墨迹。你们要研究的是这个场的边界和强度。他看着周明，给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你的模型删掉90%的变量，只留下2个。江峰伸出2根手指，距离和接触时间，用这2个变量去重新你和那3个病人的精神崩溃曲线，你会发现一切都对得上。周明的嘴巴越张越大，眼睛后面的双眼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距离和接触时间，对啊，他猛地想起来，第一个发病的刘教授是直接用手接触了竹简，接触时间最长；第2个发病的李慧是整理扫描图，距离中等，接触时间次之；第3个发病的张远只是远远的看过几次，接触时间最短。他们的发病严重程度和江顾问提出的这2个变量完全成正比。这个他一直忽略的最简单的线性关系，居然就是最终的答案。我明白了。周明喃喃自语，他激动的浑身发抖。我明白了，原来如此，场论模型原来是场论模型。他猛地站起身，对着江峰深深的90度鞠躬，多谢江顾问指点。说完，他转身就往外冲。他一边跑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嘴里念叨着什么建立2维高斯场强分布，以接触时间为积分变量之类的疯话。他现在就要去超算中心，他要立刻建立一个新的模型。看着心理学专家像个疯子一样冲出实验室，江峰平静地喝了一口水。他的脑海里系统提示音姗姗来迟。叮，有效算卦次数2/3。江峰靠在椅背上，看着实验室门口的方向。这帮科学家还挺好忽悠的，就是不知道下一个来的又是哪个领域的学霸。门外安静了一会儿，下一个进来的是位老人，头发花白，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他手里没拿科研资料，只捧着一本封皮磨损的线装《史记》。老人脸上没有前2位的焦虑，只有一种疲惫和固执。他走到书桌前，将那本《史记》放在桌面上，他的视线没落在江峰身上，而是停在了那副龟甲上。我叫张静茹。老人的声音很慢，金海大学历史系的，在这里负责文献考据。江峰端起保温杯，抿了一口枸杞水，打量着眼前的老人。张教授没有伸手去碰那3枚铜钱，而是抬起头看着江峰，他的手指敲了敲那本《史记》。我研究了一辈子先秦史，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战国七雄的文字演变，没有我看不懂的。张教授的脸上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和不解，但这东西，他看向实验室角落的金属箱，它上面的每一个符号都像在否定我过去的一切。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的文字体系，它的语法结构完全颠覆了我对上古文明的认知。他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声音发颤。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要么是这竹简是假的，是某个好事者的恶作剧，要么……张教授停顿了很久，才把那句话说出来。我这一辈子学的都是假的历史。江峰放下了保温杯，他对着门口的老陈抬了抬下巴。老陈明白，转身走过去，将实验室的门关严。江峰他伸出手，拿起了张教授那本《
史记》。他随意的翻开一页，是秦本纪第5。江峰的手指点在2行字中间的空白处。张教授，看这里。张静茹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一脸不解。看什么？这是空白。对，就是看空白。江峰的语气平淡，历史书记录的都是发生过的事，而这竹简上写的是被抹去的事。张静茹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抹去，他不能理解，史书的编纂或有疏漏，或有偏颇，但彻底抹去一段文明，这不符合逻辑。谁说他是文明了？江峰反问。他手指捻起一枚铜钱，在指尖转动。我问你，犯人的名字会写进功德簿里吗？张静茹愣住了。江峰将铜钱在桌上轻轻一弹，发出一声脆响。你一直想翻译它，把它当成一本书来读，可如果它根本就不是书呢？江峰的目光落在那堆铜钱上，这些符号不是文字，是名单。江峰拿起一支毛笔，在宣纸的空白处随手画了几个扭曲的符号。这个符号不是某个字，它的意思是震；这个意思是锁，而这个江峰的笔尖顿住，它的意思是永不超生。张静茹的身体晃了一下，扶住了桌角。你的意思是？没错。江峰放下笔，靠回椅背。你手里的《史记》是阳面，它记录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记录那些应该被记住的人和事；而那个竹简是阴面，它是一份囚犯名单，也是一本墓志铭。被写在这上面的东西，无论是人、是神还是别的什么，就代表它在正史里被彻底删除了，连同它存在过的所有痕迹一并抹除。所以你找不到，也查不到，因为这东西被埋进土里的那一刻，就是为了让你找不到。监狱名单、墓志铭。张静茹的脸色发白，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她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相信的是出土的文物是严谨的考据，她可以接受史料的缺失，但她无法接受一段历史被人为的删除，这违背了她作为史学家的所有信仰。荒谬，一派胡言。张静茹站起身，因为情绪激动，胸口起伏。历史就是历史，发生过就是发生过，怎么可能被完全抹掉？那只是你以为。江峰的语气没有变化。你脚下的土地埋了多少你不知道的秘密？他看着情绪激动的张教授，用下巴指了指桌上的铜钱。不信，摇一卦吧，看看把你困住的究竟是什么。张静茹看着江峰，粗重的喘息着，他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他颤抖着手，将那3枚铜钱合在掌心。他在想，自己这一生的执着究竟是对是错？哗啦，铜钱在掌心滚动。江峰提笔落墨，6次之后，一个新的卦象出现在宣纸上，上为兑，下为坎，泽水困。江峰看着纸上的卦象，又抬头看看脸色灰败的张静茹。卦象说，你被困住了。江峰放下笔，不是被竹简困住，也不是被那段空白的历史困住，你是被自己困住了。他站起身，走到张静茹身边。你痛苦的根源在于你想用存在的证据去证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江峰拿起那本《史记》，再次翻开。你穷尽一生都在研究这本书里写了什么，但你从来没想过这本书里没写什么。你一直试图解读竹简上的内容，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江峰的声音压低，他为什么会被埋在那个地方？张静茹的身体一震。对啊，那个墓穴的规格极高，陪葬品却少得可怜，最核心的位置没有棺椁，只有一个用来封存这些竹简的青铜匣子。那不像一个墓，更像一个地牢，因为那不是书。江峰一字一句把答案说给老人听，那是墓碑。而你，一个研究了一辈子历史的学者，正站在一座埋葬了无数秘密的坟场上，你却想对着一块块墓碑问他们，这里面埋的人生平经历是什么？墓碑这个词打通了张静茹脑中所有的死结。她一直以来的研究思路都是把竹简当成一本书去读，但她从没想过，如果这东西的功用不是为了让人读懂呢？如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宣告，宣告着此处埋葬，禁止探寻。墓碑，张静茹低声重复，她的脸上那层顽固的执拗开始碎裂。她想通了，我明白了。老人站起身，他看着江峰，眼神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审视。张静茹退后一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襟，然后对着江峰深深的鞠了一躬。多谢江顾问。他只起身，眼眶里已经有了泪水。我错了，我们都错了。他拿起桌上那本《史记》，如同拿起了自己一生的信仰。我的研究方向要改了。老人转身向着门口走去，他的腰杆挺得笔直。从今天起，我们不破译了，我们去考证那段被抹去的历史为什么会被抹去。我们去研究这座墓碑究竟是为谁而立。门打开又关上，实验室里恢复了安静。江峰向后靠在椅背里，吐出一口气。他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一阵声响。叮，有效算卦次数3/3。叮，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脑癌细胞活性降低10%，剩余寿命增加4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300万。一股暖流冲刷过身体，先前使用因果世界后的疲惫感随之消退。叮，检测到宿主行为对国家级项目产生重大积极影响，任务评价提升，额外奖励发放中。又来了，恭喜宿主获得新能力共情屏蔽。被动能力说明，当宿主处于高烈度情绪场或信息污染环境中，将自动屏蔽过载的共情信息，保持绝对理智。备注：适合近距离看戏，也适合在精神病院长期工作。江峰这备注还是那么不会聊天。就在他感受着身体变化的时候，实验室的门被猛地推开，钱理和孙教授冲了进来，两人神色慌张。江顾问，钱理的声音都在发颤，出事了。孙教授紧跟着补充，他指着实验室的角落，声音发紧。竹简的能量波动在失控性增强，什么意思？江峰问。今天早上7点开始，基地 B3区的所有精密时钟全部出现了0.7秒的延时。9点，超算中心的量子比特退相干速率突然增加了12%。孙教授一口气说完，呼吸急促。就在刚才，陈静用高能激光照射样本的时候，激光器的冷却系统突然宕机，要不是断电及时，整个材料实验室都要被烧穿了。钱理的脸色很难看。我们尝试了各种屏蔽手段，铅板、法拉第笼、超低温液氮全都没用，它就像一个信号塔，功率还在不断被调高。他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图纸，在江峰面前展开。那是一个多层球体结构，这是我们最后的方案，用钛合金内胆包裹10层交错的平油和铅板，内部抽真空，再注入惰性气体。钱理指着图纸，我们会把它焊死，然后用深潜器沉入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让11000米深的水压永远的封住它。江峰看着那张图纸，摇了摇头。他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吹了吹里面的枸杞。你们这不是
再解决问题。他喝了口水才开口，你们这是在挑衅。钱理和孙教授都愣住了，这东西是活的。江峰放下杯子，你把一个活物关进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棺材，再扔进1万米深的海底黑屋子里，你猜他会怎么样？他看着两人，他会生气，他会用尽一切办法把那个棺材弄开，然后出来找你们算账。到那个时候，可就不是钟表变慢，机器死机这么简单了。实验室里很安静，钱理和孙教授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那该怎么办？孙教授的声音干涩，他不想被关起来。江峰站起身，走到实验室中央，他想要的不是一个监狱，是一个家。家，两位加起来超过130岁的老人彻底被这个词弄糊涂了。给我一张大点的纸，还有笔。江峰吩咐。很快，一张1米见方的工程图纸铺在了书桌上。江峰拿起一支记号笔，拔掉笔帽，他闭上眼，脑中浮现出因果世界里看到的那一幕：青铜祭坛、幽绿火焰、麻衣信徒。他开始在纸上画画，他的画工很烂，线条歪歪扭扭。他先画了一个3条腿的容器，然后在容器的周围画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浪线，最后他在容器的下方画了几个看不出形状的方块。钱理、孙教授还有闻讯赶来的周明、陈静等人全都围了上来，他们看着这张草图，满脸不解。这是什么？陈静忍不住问。祭坛。江峰回答。他放下笔，指着那个3条腿的容器，形状必须是这样，3足为顶，用来稳定它的根基。他又指了指周围的波浪线，这里需要有声音，一种很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嗡鸣声。最后，他的手指落在那几个方块上。这是基座，要用能导电的东西，但又不能是普通的金属。3足为顶，大地呼吸，导电又非金属。这些词汇让在场的科学家们陷入了沉思。几秒后，孙教授突然一拍大腿，他指着那个3足顶的结构，激动得满脸通红。我明白了，3足结构在任何不平整的表面，3点都能构成一个最稳定的支撑平面，这在结构力学上是最优解。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心理学家周明扶了扶眼镜，他的目光锁定在那些波浪线上，低沉的、持续的嗡鸣声。江顾问，您说的频率是不是在20赫兹以下？江峰想了想，点了点头，大概吧，就是那种耳朵听不见但胸口会发闷的声音。次声波。周明的声音拔高了8度，是次声波。通过次声波共振，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谐振场，用来抵消或中和不稳定的能量辐射。材料学博士陈静也凑了过来，他盯着那几个基座的方块，眼中放光。导电，但又不是普通金属。我知道了，是石墨烯或者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它们的导电性比铜还好，但本质上是非金属的碳基材料。一群科学家围着一张草图，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江峰的魔法翻译成了科学。他们越讨论越兴奋，用超导磁体在顶的中心构建一个强磁场，形成磁约束。次声波发生器阵列必须精确调整相位，与竹简本身的能量频率同步。我们可以用3D 打印技术一体成型这个碳纳米管基座。看着这群亢奋的专家，江峰默默地退到一边，重新坐回自己的电竞椅上。他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带这帮学霸就是省心。钱理听着耳边各种高深的物理学名词，再看看那张已经被各种公式和箭头画满的草图，他深吸了一口。他走到一旁，拿起了那个红色的加密电话，接华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给我找王院士；接第9设计院，让他们最好的结构工程师团队待命。通知后勤73号基地所有非核心项目暂停，所有资源优先供给政坛项目。一个又一个指令从他口中发出，所有专家都冲了出去，他们要去开会，要去建模，要去设计。空旷的实验室里又只剩下了江峰和老陈。钱理挂断电话，快步走到江峰面前，他的脸上是一种混杂了敬畏和激动的神情。江顾问，按照专家组的初步估算，这个政坛最快也要3天才能建造完成。江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钱理顿了一下，换上一种郑重的语气：江顾问，上面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国内最顶尖的医疗专家团队已经待命，他们会为您进行一次全世界最全面的身体检查和联合会诊，这是我们之前承诺的。钱理的声音很郑重，带着一种契约完成的释然。江峰看着他，没有立刻回应，他转过身，目光投向那扇厚重的合金门后。去之前，先把竹筒的事办妥。江峰的声音很轻，总不能让客人一直住在手提箱里。3天后，地下7层，一个空间被完全腾空，地面和墙壁都覆盖着黑色的吸能材料。空间的中央矗立着一个江峰从未见过的造物，它主体是一个直径超过5米的3足巨鼎，材质非金非铁，呈现出深沉的哑光黑色。巨鼎的周围环绕着一圈又一圈巨大的超导线圈，线圈之间连接着无数根比手臂还粗的缆线。更远处是12台排列成阵的庞然大物，那是基地的次声波发生器阵列，每一台都足以让1公里外的玻璃共振破碎。整个场景充满了科幻与古典交织的矛盾感。老陈站在江峰身侧，看着眼前的景象，压低了声音：老板，这是要在这开演唱会？江峰喝了口水，差不多，不过主唱脾气不太好。孙教授和一群穿着白色无尘服的专家快步迎了上来。江顾问，政坛主体结构已经完工，能源系统和次声波阵列全部在线。孙教授指着那个黑色的巨鼎，语气里全是激动。鼎身是用碳纳米管和石墨烯复合材料3D 打印一体成型的，完全按照您画的草图。内部的磁约束场发生器已经通过了最高功率测试，可以产生一个绝对封闭的球形磁场。次声波阵列的相位也调试完毕，随时可以启动。专家们争相汇报着这3天里不眠不休创造出的成果。江峰听着耳边一堆他听不懂的名词，只是点了点头。装样本的那个箱子呢？在那边。陈静博士指着场地另一侧，那个装载着先秦竹简的特种金属箱被单独放置在一个升降平台上，周围拉着高压警戒线。钱理走了过来，表情严肃。江顾问，现在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将样本从箱子里安全的移入政坛。他指了指一旁待命的几个机械臂，我们准备了遥控机械臂操作，它的能量波动很不稳定，我们担心机械臂靠近会直接失灵。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江峰身上，他们可以建造出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却不敢去触碰那个核心。江峰将
将手里的保温杯递给老陈，准备一套手套。钱里的脸色变了，您要亲自，不然呢？江峰反问，等他自己跳过去吗？孙教授立刻让人取来一双最高防护等级的铅胶手套。江峰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不用这个，太厚了，影响手感。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会隔绝气场感应。气场感应这个词让所有科学家都闭上了嘴。最后，陈静递过来一双纤薄的白色丝质手套，江峰戴上手套，活动了一下手指，他走到那个金属箱前，都退后30米。专家和工作人员们立刻向后撤去。周明，江峰喊道，在。心理学专家周明立刻应声，启动次声波阵列，频率用我昨天给你的那个。明白。周明立刻在控制台前操作，嗡，一种无声的震动传遍了整个地下空间，在场的人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但胸口却一阵阵发闷。江峰不再犹豫，他走到金属箱前，对着控制台的技术员抬了抬下巴，开箱。随着一连串复杂的密码和虹膜验证，金属箱在一阵泄压的嘶声中缓缓打开，那黑色的竹简静静地躺在衬垫上。江峰没有迟疑，轻轻地捧起了那些竹简，一股阴冷的气息顺着指尖试图钻进他的身体，但那股气息刚一接触到他的皮肤，就被另一股无形的力量屏蔽在外，共情屏蔽自动生效了。江峰捧着竹简站直了身体，他转过身，向着场地中央那个黑色阵坛走去。整个空间里只有他平稳的脚步声，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那短短的30米距离十分漫长。终于，江峰走到了阵坛的边缘，他低头看着顶内那个悬空的金属平台，他弯下腰，将手里的竹简放在了平台中央。就在竹简离开他双手的瞬间，滋啦，整个地下7层所有的照明设备爆闪了一下，全部熄灭。应急的红色灯光随即亮起，那12台次声波发生器发出一阵刺耳的扭曲声，然后集体冒出一股黑烟，哑火了。一股比刚才强大100倍的压力从阵坛的中心爆发开来，在场的所有人，无论专家还是士兵，都在这一刻感觉自己的耳膜刺痛，心脏被狠狠捏住。有人当场跪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呻哑；有人抱着头，双眼翻白，口吐白沫。控制台前所有的仪器屏幕都变成了一片血红，警报声响彻了整个基地，能量指数突破临界值，磁约束场正在失效，空间曲率出现异常波动。钱理和孙教授死死地扒着控制台，巨大的压力让他们站立不稳。而在这片混乱的中心，江峰独自站在阵坛旁，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股能撕裂人精神的压力对他来说就像一阵风。他看着顶内竹简正微微地颤动着，一股肉眼可见的黑色雾气正从竹简中升腾而起，冲击着即将崩溃的磁场光照。他在抗拒。江峰皱了皱眉，他伸出手，在那冰凉的由碳纳米管构成的顶身上轻轻地拍了拍。在一片哭嚎和刺耳警报的背景音中，他低下头，对着顶内用一种很随意的口吻低声说了一句，行了，别闹了，这儿有空调有电，比土里舒服，老实待着吧。话音落下，那股冲击磁场光照的黑气一滞，江峰对着控制台的方向喊了一声启动。一个还清醒的技术员本能的颤抖着手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总开关，一道蓝色的光幕从阵坛的底部升起，光幕收缩形成一个球体，将那竹简和升腾的黑气包裹在内。所有刺耳的警报声戛然而止，那股把人逼疯的压力烟消云散。控制台前所有的红色警报都变成了绿色，屏幕中央一行硕大的字体清晰地显示着能量读数0，空间曲率0，场内信号0，一切都归零了。那竹简静静地悬浮在蓝色光球的中央，被强大的磁场约束着，动弹不得。那股不祥的黑气也被锁在光圈之内，再也无法溢出分毫。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是爆发的掌声和欢呼声。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一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国宝级专家此刻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他们冲向江峰，将他团团围住。江顾问，这是个奇迹，您的那句话就像一个指令。他竟然听懂了。江峰被这群激动的白大褂围在中间，只是摆了摆手，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疲惫。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好好睡一觉。钱理拨开人群，快步走到江峰面前，他看着江峰，眼神里的情绪很复杂。江顾问，辛苦您了。江峰抬起头，看了一眼那个悬浮着蓝色光球的阵坛，他像一座坟墓，将那个来自过去的秘密永远的封印在了这片土地的最深处。走吧。他收回目光，声音里透着疲惫，去看看那帮专家能不能给我这条命也造个这么结实的家。半小时后，江峰躺在平台上，被推进一个白色圆环。嗡，机器启动的低鸣声响起，他被各种他看不懂的射线和波段反复扫描。整整两天，江峰的生活被简化成了一系列指令：请躺好，不要动，请吸气，然后屏住呼吸，请喝下这杯造影剂，味道有点像金属。国内最顶尖的医疗专家们用尽了一切手段，试图窥探他身体里的那个秘密。神经外科、肿瘤科、放射科、基因工程，甚至核物理与高能粒子学的主任与院士汇聚一堂。他们看江峰的表情没有同情，只有一种看到了新物种的狂热。老陈全程守在外面，两个撑得鼓囊囊的行李箱立在脚边，手始终没有离开过拉杆。他看着江峰被一次次推进不同的检查室，脸上的表情一动不动。第3天上午，基地医疗中心最大的会议室，气氛压抑，长条会议桌的两侧坐满了头发花白的专家，每一个人的胸牌上都缀着一长串头衔。钱理坐在主位，一言不发，江峰则坐在他对面，用指甲划着桌面。他被折腾了2天，现在只想知道结果，能不能治，给个痛快话。投影幕布亮起，一张大脑的核磁共振断层扫描图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会议室里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主治医师一位60多岁国内神经外科的院士，姓张。他站起身，拿起一支激光笔指向幕布，红色的光点落在图像的中央。各位请看。张院士的声音干涩，这是江顾问大脑的最新影像。从形态学上看，这依然是一个胶质母细胞瘤，但是他的手抖了一下，他和我们过去见过的任何一例都完全不同。他切换到下一张图，那是一张经过3维重建后的立体模型。大脑组织的模型中，那个肿瘤的位置不再是一团模糊的阴影，它呈现出一种规则感。我们发现肿瘤内部出现了大面积的钙化，但它不是无序的骨质增生，而是一种近似晶体的结构。张院士指向模型的核心，看这里，这些高亮度的部分呈现出筋簇状，从中心向外辐射生长。癌症是细胞的无序增生，而江峰脑子里的这个东西却长
出了秩序。更无法解释的在后面，张院士又切换了一张图，这一次图像的背景是漆黑的，只有那个肿瘤的轮廓在黑暗中散发着蓝绿色的光芒。这是我们用高能粒子束进行激发造影后捕捉到的画面，它在发光。张院士放下激光笔，看向江峰。江顾问，按理来说，您的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大脑功能区应该已经被肿瘤严重侵占，您现在应该处于深度昏迷甚至脑死亡状态。但事实是，您的逻辑清晰，思维敏捷。我们通过脑机接口检测发现，您原本的神经传导系统大部分已经坏死。他停顿了一下，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觉费解的结论：是这个正在变异的肿瘤在您的大脑里构建了一套全新的第二神经传导系统，它正在模拟甚至替代您大脑的功能。它一边在杀死你，一边在维持你的生命。江峰听着面无表情，他只是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最近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原来是脑子里的这个邻居把家里的线路都给重新装修了一遍。那能切吗？钱理终于开口，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会议室里所有专家的表情都变得凝重。张院士缓缓地摇了摇头，不能。他看着江峰，一字一句地开口。现在这个肿瘤就是江顾问的命门，他和江顾问的生命中枢已经融为一体，或者说他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新的生命中枢。任何试图切除他的行为，哪怕只是切掉一小部分，都会导致这套脆弱的传导系统瞬间崩溃。其结果，张院士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即刻死亡。钱理的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国家的力量在这里失效了，他们可以建造政坛，封印那个来自远古的秘密，却无法拆除一个年轻人脑中的炸弹。那如果不切呢？一个年轻的专家忍不住问。不切，它会继续生长，继续变异。张院士的语气里全是无力。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他现在像一个寄生物，用自己的方式维持着宿主的生命，但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止这种共生，或者说，当他生长到某一个临界点，会不会一个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的老专家突然开口？他的头发全白了，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他是华科院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奠基人之一，这可能已经不属于肿瘤学的范畴了。老人的声音很慢，但很清晰。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这可能不是病，而是一种进化。进化这个词让整个会议室都炸了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进化失败的产物。老人扶了扶眼镜，或者是某种更高能量形式的生命体，在我们无法理解的维度上，与江顾问的身体发生了寄生。他试图将一个碳基生命改造成更高级的形态，但这个过程失败了，或者说卡住了，所以才呈现出这种既非生也非死，既是毁灭也是共生的矛盾状态。会议室里争论声四起，这太荒谬了，根本没有理论依据。但你又怎么解释那些影像？那根本不是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病理现象。江峰听着耳边嘈杂的争论，反而松了口气，他懂了。这帮全国最顶尖的医生对着他脑子里的玩意儿开了一场长达3天的玄学研讨会，结论就是没救，等死，别瞎治。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消息，只要不是让他立刻住院化疗，一切都好说。他唯一的生路从来就不在这间会议室里，而在他脑海中那个时不时会叮他一下的系统。钱顾问，江峰突然开口，所有争论都停了，全都看向他。钱理睁开眼，声音里带着愧疚和疲累。江顾问，对不起。他低声说，我们没事。江峰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他站起身，走到钱理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搞得跟我明天就要死了一样。他咧嘴一笑，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的。专家们也尽力了，总不能让他们当场给我造个新脑子出来吧。他这番话让会议室里凝重的气氛消减了不少。张院士看着他，眼神复杂。江顾问，您的心态很好，还行吧？江峰活动了一下脖子，主要是想开了。他转头看着钱理，一脸认真的问，现在我能走了吗？钱理一愣，您想去哪？回家。江峰的回答理所当然。哦不，先不回家。他看着钱理，脸上带着一种真诚的向往。我想回城里吃顿火锅，要9宫格，最辣的那种。西北的风沙在停机坪上卷起黄尘，螺旋桨的轰鸣打破了山谷的宁静。钱理站在红旗轿车旁，一身中山装被风吹得紧贴在身上，手里捧着2个盒子。他看到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江峰，笑了起来。江顾问，这就走了？不多留2天，指导我们的工作。江峰抬手挡了挡风沙，走到他面前，再留下去，你们食堂的厨子该跟我拼命了。我天天要求红烧肉多加糖，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钱理被这句玩笑话逗得笑出了声，将一个黑色的丝绒盒子递了过来。这是院里特批的，虽然您不算是编制内人员，但这东西在有些场合比身份证好用。江峰接过盒子，入手有些分量。他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张黑色的证件卡，没有照片，只有一个烫金的国徽和一行钢印小字，华科院特别顾问，下面还有一行编号007。007。江峰合上盖子，这吉利吗？听着像是个要加班到死的工种。钱理咳嗽了一声，掩饰住笑意，这是权限等级，不是工号。您放心，没有您的同意，不会有人拿工作上的事来打扰您。那就好。江峰把证件和随手抛给身后的老陈，收好，以后咱们就是有身份的人了。老陈手忙脚乱的接住，用2只手小心的捧着。另外，这箱子里是特供的大红袍和几条烟，算是个人的小小心意。钱理指了指地上的另一个箱子，孙教授本来想亲自来送，但他刚在那口顶旁边搭了个帐篷，说是观测到了什么量子纠缠态的宏观表现，死活不肯挪窝。江峰摇了摇头，他精神还好吧？好得很，比我们任何人都好。钱理苦笑了一下，他说找到了毕生的研究方向，这本笔记是他连夜写的，让我务必转交给您。他递过来一本厚厚的牛皮纸笔记本，封面上龙飞凤舞的手写着一行大字：周易与量子力学场论。江峰接过来翻了2页，满纸的公式和八卦图混在一起。他合上本子，按了按太阳穴，这我可看不懂。孙教授说您一定能看懂。钱理的表情很认真，他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已经站在尽头了，而他才刚刚找到爬上来的梯子，行吧？江峰把本子塞进随身的帆布包里，替我谢谢老孙，告诉他别把自己熬死了，我还等着他
给我的脑子想办法呢。钱理听到这话，表情严肃起来。您放心，关于您身体情况的研究项目已经成立了，由张院士亲自带队。只要您还在，咱们的合作就永远有效。知道了。江峰挥了挥手走了。他转身走向那架银白色的专机，没有再回头。老陈提着2个巨大的行李箱，轻轻松松的跟在后面。经过钱理身边时，这汉子还特意挺直了腰杆，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进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钱顾问，您放心，我一定保护好江顾问的安全。钱理回了个礼，看着2人登机，舱门关闭，飞机加压起飞。一股力量把他按在座椅上。江峰调整了一下姿势，看着窗外迅速变小的基地。老板，老陈从对面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那个黑色的证件盒子，翻来覆去的看。您现在在我心里已经从半仙升级成战略人才了，就是那种电影里演的，平时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一出手能救一个国家的那种。既然是战略人才，江峰的声音懒洋洋的从眼罩底下传出来，那就让我这个人才睡会儿，我有点晕机。好嘞。您睡，您睡。老陈坐直了身体，挺胸收腹，我给您守着，保证没人打扰您。江峰不再理他，任由自己在引擎的嗡鸣声中沉入睡眠。4个小时后，金海国际机场，江峰站在舷梯上，吸入一口浑浊的空气，反而很踏实，比那个安静的能听见呼吸的地下基地强多了。老板，还是城里热闹。老陈跟在后面，也忍不住感慨，在那下面待久了，我耳朵里都快长草了。江先生，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 LM 早就停在停机坪侧面，一个穿着西装的司机快步跑过来，对着江峰鞠了一躬，然后伸手想要接过老陈手里的箱子。陈先生，我来吧。老陈手一臂，那司机抓了个空，差点闪了腰。我自己来。老陈瓮声瓮气地说，这里面可是战略物资。司机愣了一下，看着那2个被塞得快要爆开的行李箱，没敢再多问。那是江峰的换洗衣物和在基地没吃完的零食。上了车，柔软的真皮座椅让江峰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回龙湖山庄。好的，江先生。车子平稳地驶出停机坪，汇入机场高速的车流中。江峰刚说完，口袋里的手机就震动起来，刚连上信号，各种未接来电和微信提示音接连不断地响起。江峰拿出来扫了一眼，大部分是推销电话和垃圾短信，还有几个陌生号码，只有一个名字让他手指顿了一下，赵毅。他想了想，还是按下了接听键。喂，电话那头是一阵嘈杂的背景音，能听见划拳声和酒杯碰撞的声音，听起来是在大排档或者酒吧。江兄弟，赵毅的声音又干又哑，还带着一点酒气。你要回来了吗？刚落地，江峰看着窗外飞逝的高架桥，怎么，赵队想请我喝茶？我最近可是遵纪守法，连红灯都没闯一个。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是一声叹息，不是喝茶。听筒里传来酒瓶重重放在桌上的声音，还有打火机点烟的动静。江兄弟，能不能出来喝个酒？赵毅的声音很疲惫，就现在喝酒？江峰靠在座椅上，赵队，你这听着可不像是要跟我叙旧，出什么事了？我有麻烦了。赵毅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个字都说得很费力，很大的麻烦。他停顿了很久，才吐出一口烟气，声音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找谁了。江峰把玩着手里的黑色证件，听着赵毅那种濒临崩溃的语气，这跟他印象里那个在刑警队门口大吼大叫的硬汉完全不同。那时的赵毅虽然疲惫，但很有劲头，现在的他却没了那股气。你手下那帮兄弟呢？帮不了你，就是因为他们，我才……赵毅的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江兄弟，别问了，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行。江峰没有再追问，地点发我，龙湖山庄。半个月没住人，别墅里却依然干干净净，空气中甚至还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物业显然没少下功夫，毕竟这房子的业主现在是整个金海市物业圈子里的传说人物，买凶宅镇压邪祟的狠人。江峰把帆布包扔在沙发上，先去洗了个澡，热水冲刷掉身上的戈壁沙尘。他裹着浴袍出来，老陈正在客厅里给那个价值10万的真皮沙发做保养。老板，晚上不在家吃？老陈问。出去一趟。江峰换上一件不起眼的灰色卫衣，不用开车，我自己打车去。你歇着吧。老陈愣了一下，不用我跟着，您这身子骨，放心，我有数。江峰拿起手机，网上关于神算子失踪的话题热度还没退，有人说他泄露天机遭天谴了，还有人信誓旦旦的说在某道观见过他在扫地。最离谱的一个帖子说他被国家招安去研究外星人了。江峰给那个帖子点了个赞，这届网友有时候蒙的还真准。半小时后，老城区一家路边的烧烤摊，烟熏火燎，人声鼎沸。江峰一眼就看到了缩在角落里的赵毅，他没穿警服，只套了件起球的旧毛衣，胡子至少3天没刮，眼袋黑的像被人打了2拳，脚边放着3个空的啤酒瓶，桌上除了一盘没怎么动的花生米，全是烟头。赵队。江峰拉开对面的塑料凳子坐下，这是在体验生活，还是刚从南民营回来？赵毅抬起头，眼神有些涣散。看到江峰的那一刻，他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坐直了身体。你来了。赵毅抓起酒瓶给江峰倒了一杯，泡沫溢出来，流了一桌子。我就知道你会来。江峰没动酒杯，只是看着他，说吧，什么麻烦能把刑警队副队长逼成这样？赵毅苦笑一声，把手里的烟屁股按灭在满是油污的桌子上。江兄弟，你还记得上次你跟我说的吗？哪句？那个开枪的人就在这栋楼里。赵毅的声音压得很低。你说内鬼就在我身边。江峰点了点头，记得。我查了。赵毅抓着头发，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这半个月我像疯了一样查，卷宗、通讯记录、银行流水，我把队里所有人的底细都翻了一遍。结果呢？没有结果。赵毅的声音在发抖，或者说每次只要我刚摸到一点线索，线索就断了。不是证人突然翻供，就是关键证据意外损毁。甚至上周我想调一份3年前的监控档案时突然起火。江峰挑了挑眉，意外？狗屁的意外！赵毅低吼了一声，引得旁边几桌食客侧目。他赶紧压低声音。哪有那么巧的意外？我现在感觉我就像是个没穿衣服的人站在聚光灯下，我的一举一动，我想查谁，我想干什么，对方全知道。赵毅死死盯着江峰，眼里的血丝像是要爆开。江兄弟，你是高人，你既然能算出来有内鬼，那你能不能再给我算一卦？他伸出手想要抓江峰的袖子，又怕弄脏了江峰的衣服，手僵在半空。你告诉我名字，就一个名字。赵毅的声音里带着乞求，只要有了名字，我哪怕拼了这身警服不要，我也要把这颗毒瘤挖出来。江峰看着赵毅那张写满绝望的脸，系统毫无反应。现在不是任务时间，这里也不是任务地点，因果世界。可他要触碰什么东西
才能找到证据呢？一天试错一次，就算自己没疯，估计赵队都疯了。他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别说算内鬼的名字，就算这盘花生米有多少克都算不出来。赵队，江峰把那杯溢出的啤酒推开，拿了一串烤好的羊肉串。这世上有些东西，你越是死盯着看，越是看不清。赵毅愣住了，什么意思？你看你现在，江峰咬了一口肉，孜然味很重，满脑子都是抓人找鬼，你的眼睛里全是怀疑，看谁都像鬼。这样下去，鬼没抓到，你自己先疯了，那我该怎么办？赵毅有些颓然，我不能看着我兄弟白死。江峰指了指赵毅放在桌上的配枪位置，虽然那里现在是空的。警察找人讲究证据，我们算命的找人讲究个机缘。江峰慢条斯理的把签子放下，既然找不到人，为什么不试试找东西？东西？赵毅皱眉。对，江峰看着他，人会撒谎，会演戏，会销毁证据，但是东西不会。有些东西丢了，只要把它找回来，人自然就现形了。赵毅似乎捕捉到了什么，但又不太明白。可是什么东西丢了？我也没丢东西啊。就在江峰提到丢东西这3个字的瞬间，他的脑海深处那个熟悉的机械音突然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宿主触发关键词失误，寻找新人物生成中。江峰心里一乐，这就来了。这系统现在的触发机制越来越智能了，甚至有点像是顺着他的话茬往下接。任务发布地点：金海市地铁总站失误招领中心大厅，时间每日16点至19点，晚高峰时段，方式0百寻物，领域遗失寻回，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找回其遗失之物。江峰看着视野里那个悬浮的任务面板，又看了看面前一脸懵逼的赵毅。0百，这系统是打算让他从东方半仙转型成西洋神婆。不过地铁站人流量大，确实是个适合浑水摸鱼的好地方。赵队，江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孜然粉，回去睡一觉，洗个澡，把胡子刮了。赵毅抬头看着他。那你呢？我去给你找个突破口。江峰神秘莫测的笑了笑，明天下午4点，如果你没地方去，可以来地铁总站找我。去那干嘛？去看看这城市里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江峰说完也不解释，转身融入了夜色中，只留下赵毅一个人坐在嘈杂的烧烤摊上，盯着那盘花生米发呆。找东西？赵毅喃喃自语，到底找什么？第二天下午3点半，金海市地铁总站行政办公区，地铁运营部的张经理正满头大汗的看着坐在沙发上的2个人，一个年轻，脸色苍白，穿着灰卫衣，看着像个刚逃课的大学生；另一个壮实，黑西装，戴墨镜，坐姿笔挺，像个刚退役的保镖。最关键的是，那个保镖手里拿着一本黑色的证件。张经理虽然没见过那种证件，但上面那个烫金的国徽和华科院3个字让他腿肚子直转筋。那个同志，张经理搓着手，小心翼翼地问：咱们地铁是有什么辐射泄漏，还是有什么地质隐患？华科院的人都来了，这事儿小不了啊。江峰坐在沙发上，手里把玩着一个从系统空间里取出来的东西，那是一条细细的银链子，末端缀着一颗棱角分明的白水晶，水晶并不通透，甚至有点浑浊，但在灯光下偶尔会闪过一丝诡异的紫芒。张经理，别紧张。江峰把水晶0百缠在指尖，没什么大事，就是我们在做一个关于城市磁场与物品遗失概率的社会学课题啊。张经理张大了嘴巴，社会学？对，老陈在旁边板着脸补充，这是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为什么雨伞在地铁里总是会消失。张经理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雨伞消失还需要国家级课题研究，那不是因为大家都忘了吗？但看着老陈那一脸杀气腾腾的样子，他不敢反驳。那2位需要我们配合什么？给我们腾个地儿。江峰指了指外面，就在失物招领大厅，我要在那里收集数据。10分钟后，失物招领中心大厅的角落里，江峰搬了一张办公桌，铺上一块不知道从哪弄来的黑色天鹅绒布，桌上没有签筒，没有罗盘，只有那颗悬在半空的水晶0百，旁边立着一块那个熟悉的小白板，上面的字迹依旧龙飞凤舞。寻物咨询，不找活人，专找死物，无论丢了什么，这里都有答案。本次咨询属于学术调研，不收现金。张经理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总觉得画风哪里不对，这真的是搞科研的，怎么越看越像天桥底下算命的？现在正是晚高峰前夕，失物招领处人来人往，这里堆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成山的雨伞，各式各样的水杯，一只鞋，甚至还有一副拐杖和一口高压锅。来这里的人大都带着火气和急切。哎，我说你们这怎么回事？我明明记得丢在3号线了。一个穿着格子衬衫、戴着厚眼镜的男人正对着柜台里的工作人员咆哮，他满头大汗，头发油腻腻的贴在脑门上，背后的双肩包拉链开着。先生，我们真的没收到。工作人员无奈的解释，所有捡到的电子产品都在这了，没有您说的那个移动硬盘。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男人急得直跺脚，声音带着哭腔，那里面有我的命啊！先生，您冷静点。我怎么冷静？那里面存着我这几年挖矿的所有比特币私钥，价值几千万啊！几千万！这话一出，整个大厅都安静了1秒。几千万！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身上，工作人员也被吓住了。几千万的东西，这要是丢了，确实是要命的事。报警吧！有人建议。报了。警察说那是虚拟财产，而且没有监控死角，刚好没拍到，很难立案。程序员抓着头发，整个人顺着柜台滑到了地上，完了，全完了。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那个穿格子衬衫的。江峰坐在黑色绒布后面，手里提着那根银链子，水晶坠子在半空中微微晃动。要不过来试试？程序员猛地抬头，满眼红血丝，他看到了那个奇怪的摊位，看到了那块写着寻物咨询的牌子。如果是平时，作为崇尚科学的代码民工，他肯定会骂一句神经病，但现在他是溺水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他也得死死抓住。程序员连滚带爬地冲到江峰桌前，双手撑着桌沿，你能找到？江峰没回答，只是把手里的0百提起来，悬在桌面上的一张金海市地铁线路图上方。你的硬盘长什么样？黑色，希捷的，2T，
有点旧，脚上磕掉一块漆。程序员语速飞快，像是机关枪。好，江峰闭上眼睛，并不是为了装神弄鬼，而是他在启动系统给的临时技能灵摆寻物。在他闭眼的瞬间，视野变了，原本嘈杂的大厅消失了，黑暗中只有无数条发光的线条在交织，那是气的流动。他能感觉到程序员身上有一股焦虑的灰色气流，正顺着桌面延伸到那颗水晶灵摆上，那是施主和物品之间断裂的因果线。江峰的手很稳，纹丝不动，但那颗水晶灵摆却像是有了生命一样，开始自己动了起来。起初是轻微的颤动，然后是画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嗡！那一瞬间，江峰的系统视野里看到了一抹刺眼的金光，那不是硬盘本身的光，而是那个硬盘所代表的几千万财富散发出的财气。但是这股财气正在移动，而且移动得很快。江峰猛地睁开眼，灵摆的尖端此时正如同一根指针，死死地指向了地图上的一个方向，并且还在随着某种轨迹缓慢地移动着。找到了！江峰看着那个还在旋转的灵摆，表情变得玩味起来。东西没丢，他正在一路向北。什么？程序员声音发颤，眼泪还在睫毛上挂着。往北走，我的硬盘他自己长腿了不成？江峰拿着灵摆，手上动作均匀，在他特殊的感知中，那道代表硬盘的金色光线正随着地铁路线图上的绿色线条快速移动。那团金光周围还环绕着一圈粉色气息。他没有长腿。江峰的手指在半空中滑动，示意着地图。他被人拿走了。程序员闻言，脸色刷得惨白。被人拿走了？是小偷吗？我的天！他声音带着哭腔。不像。江峰观察灵摆的摇晃频率，给出判断。如果是专业的扒手，散发出来的气息会是深沉的，带着躲藏和算计。但现在这团气很散漫，甚至可以说是粗心大意。他停顿了下，补充了细节。对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显示她携带了不少东西，很可能是蔬菜、肉类。她的步态不稳，行动上没什么计划。她拿走那东西也不是出于主观的恶意，她将那些玄学征兆翻译成更容易理解的语言。说起来，那是一个大妈。江峰把灵摆暂时放在桌上，望向程序员。她穿着件红色的马甲，手里提着购物袋，里面大概放着芹菜和排骨。她拾走你的硬盘，可能以为那是别人落下的充电宝或者什么趁手的铁块，想着废物利用啊！周围旁观的人群中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呼。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声音细碎。这也说得太具体了吧？有人低声议论，连大妈穿什么，手里提着菜都能看出来。张经理站在旁边，听得眼珠子几乎要掉出来。他盯着江峰，又望了望桌上的灵摆。江大师，这哪里是社会学推断，这简直就是高科技的定位系统啊！他的声音里满是震撼。程序员呆愣片刻，回过神来，不管不顾地向前，差点抓住江峰的手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大师，求你帮帮我！那硬盘可不只是数据，那是我的老婆本啊！他的声音里全是哀求，眼看又要掉泪。别急，江峰制止了他。他重新拿起灵摆，注意到他的摆动幅度收缩，随后方向快速改变。他下车了。江峰指向面前的电子地图上的一个站点。这么快啊？程序员追问。江峰确认，换乘站。他现在在新源里站。张经理探头过来，看到地图上的标记，解释道：新源里，那是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站，人流量特别大。他正在换乘5号线。江峰的声音提高了一点，而且他走得很快，看样子是为了抢个座位。就在这个时候，人群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让让，都让让一下！赵毅拨开人群，气喘吁吁地挤了进来。他真的如江峰所言，刮掉了胡子，还换了一件干净的夹克外套，整个人精神了许多。他还有点迷糊，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江兄弟，我来了。赵毅看向江峰，随后扫过桌上的灵摆、地图以及坐在地上满脸泪痕的程序员，他一头雾水。你这是在唱哪一出啊？你来的正好。江峰抬手示意了一下身边的程序员，赵队，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找东西。他直视赵毅，言简意赅，5号线往南的方向，大概还有3分钟进站。你能联系到那边的站警吗？赵毅对于眼前的一切不理解，但他对江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毕竟这年轻人连埋在墙壁里的逃犯都能算出来，这种找东西对他而言也并非不可思议。能。赵毅当即回答，动作麻利的掏出腰间的对讲机。我是刑侦队赵毅，呼叫新源里站警务室，请求协助拦截。拦截谁？赵毅问道，回头等待江峰的指示。江峰看着灵摆，口述特征，一个穿着红马甲的大妈，她手里提着一个无纺布袋子，上面印着永煌超市的标志，袋子里露出一把芹菜的顶部。她刚从3号线下来，现在应该正在5号线站台排队等车。赵毅听完，对着对讲机重复了一遍江峰的描述。整个失误招领大厅内，所有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空气中只剩下轻微的背景音。1分钟过去，2分钟过去，对讲机里只有滋滋的电流声，等待显得漫长。江峰的手很稳，灵摆仍然在细微的颤动，指针准确地指向地图上的那个位置。车进站了。江峰开口，他话音刚落，对讲机里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广播声，伴随着报站的提示：列车即将进站，请乘客们注意安全，保持秩序。抓到了吗？赵毅顾不上礼节，对着对讲机大声询问。滋滋，对讲机里传出年轻民警急促的声音：赵队，看到了，是不是一个烫着卷发的大妈？她正准备挤上车，拦住她。赵毅当即下令：大妈您等一下，警察要查身份证。年轻民警的声音再次传出，随后便是一阵混乱的争吵声。干什么？我不坐车了还不行吗？我孙子还在家等着吃排骨呢。你们警察怎么回事？就知道欺负我们这些老太婆啊！大妈中气十足的嗓门透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失物招领大厅，话语里全是不耐烦和抱怨。赵毅听着那嗓门，悄然松了口气。他转头，目光投向江峰，征求下一步的指示。江峰轻轻点头，示意他继续，问问他那个袋子里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方块状东西。赵毅将江峰的话语传达给对讲机那头的民警。几秒钟后，对讲机里再次响起民警的声音，这次他的语气变得很古怪：赵队，我们搜查了，确实有一个希捷品牌的移动硬盘。那位大妈说她在座位底下捡到的，一开始以为那是个
大号的麻将牌，正准备拿回去给他孙子当积木玩具搭着玩，扑通一声，程序员身体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这次他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喜极而泣。找到了，真的找到了！他双手抱着头，嚎啕大哭，哭声里满是解脱。周围的围观群众一下子炸开了锅，卧槽，这简直神了！这难道是神仙不成？拿根链子晃2下就能给人精准定位，这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算子吗？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他的视频。大师，我也丢了东西，我丢了个金戒指，能不能也帮我算算？大师，我也要求卦，我把我的初恋给弄丢了，能找回来吗？叮，有效算卦次数1/3。他低头看了一眼，任务才完成了第1次。江峰揉了揉太阳穴，看着眼前那些亢奋的人群，他抬手示意，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接下来的卦可是要留给这位警察叔叔的。江峰一开口，沸腾的大厅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头都转了过去，齐刷刷地盯着人群边缘的赵毅。赵毅的身体绷紧了，他成了全场的焦点，周围人的脸上挂着好奇、探究，还有几分看热闹的戏谑。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常年当警察养成的习惯让他无法在公众面前露怯。他拨开身前的人，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角落里的摊位，每一步都走得很重。江峰看着他，在系统赋予的视野里，赵毅的身上缠绕着一股灰黑色的郁结之气，那不是病气，也不是煞气，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混杂着背叛和无力，还有长时间精神内耗留下的疲惫。这股气将赵毅牢牢困在原地。江兄弟，他把江峰拉到一边，远离了那些竖着耳朵的围观群众。他压低声音，哇，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没法让你找东西。赵毅的脸上满是撞了南墙后的绝望。我按你说的来了，但我没东西让你算。他的声音急切又挫败。这半个月，我查了所有相关的卷宗和证物，没有任何东西丢失，没有任何记录被篡改，对方做的天衣无缝。我他妈在追一个影子，根本没有实体的线索。他烦躁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没有东西，你怎么找？你总不能凭空给我编一个证据出来吧？周围的议论声嗡嗡作响，但江峰充耳不闻。他拿起桌上的灵摆，那颗浑浊的水晶在他指尖晃了晃，折射出地铁站惨白的灯光。谁说没有丢失？江峰的话让赵毅的焦躁停滞了。赵毅抬起头，你丢了最重要的东西。江峰没有看他，视线落在灵摆上，水晶的尖端在空气中画出细微的轨迹。他抬起眼，直视赵毅布满血丝的眼睛。3年前，雨夜码头仓库，你兄弟理想牺牲。江峰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砸在赵毅最痛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你丢了真相。从我告诉你内鬼的事实，你也丢了对身边人的信任。这2样东西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江峰将灵摆提到赵毅面前，今天我就帮你找找这信任的碎片到底掉在了哪个角落。信任、真相，这2个词狠狠刺痛了赵毅的神经。他身体晃了一下，靠在身后的墙壁上。是啊，他丢了信任。他现在看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心里琢磨他是不是内鬼。那个曾经能让他把后背完全交出去的团队，现在变成了让他夜不能寐的罗生门。我该怎么做？赵毅的声音沙哑，微微发抖。他不再纠结于实体线索，他被江峰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逻辑。伸出手，江峰开口。赵毅机械地伸出右手，悬在地图上。赵毅的手掌悬停在那张巨大的金海市地铁线路图上方。他的手再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激动和压抑不住的愤怒。现在闭上眼，江峰的声音带着引导，别想证据，别想卷宗，别想那些让你头疼的人际关系，想那个雨夜，想你兄弟倒下去的样子，想这3年来你每一次查到线索又被迫中断的憋屈，想你现在最想撕碎的那张脸。赵毅闭上了眼睛，黑暗中无数混乱的画面涌入脑海。倾盆的雨水，仓库铁皮屋顶被雨点砸出的密集鼓点，李想死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一哥，我女儿下个月生日，还有这半个月。他熬了无数个夜晚，对着那面贴满照片和关系网的白板，却找不到任何一个突破口，每一次都只差一点点，每一次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回原点。憋屈、愤怒、不甘，积压了3年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顺着他的手臂涌向那张地图。江峰手中的灵摆不再是轻微的晃动，他开始剧烈的摇晃，疯狂地旋转，银色的链子绷得笔直，在空气中划出残影。周围的围观群众发出一片惊呼，那颗水晶失控般的旋转，透着邪性。只有江峰知道，这不是失控，这是找到了方向。赵毅的情绪就是最强的信标。终于，那疯狂旋转的灵摆骤然停下，水晶的尖端纹丝不动地指向了地图边缘的一个区域。那个地方被一片红色的虚线框了起来，旁边的标注写着3个字：已拆迁。失物招领中心的张经理凑过来看了一眼，倒吸一口冷气。这不是3年前出事的那个南港码头吗？早就拆平了，现在是一片工地，听说要盖新的物流中心。赵毅也睁开了眼，他看着那个地点，神情复杂。那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人生最大的梦魇。江峰却没有看地图，他闭着眼睛，眉头皱起，一副正在倾听的模样。几秒后，他开口了，他开始描述一个场景，真相被留在了那个已经消失的地方。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赵毅耳里。他被锁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里，上面刻着一个孩子的希望，也沾染了你兄弟的血。他闻起来，江峰的鼻子动了一下，有烟草、机油和绝望的味道。金属盒子、孩子的希望、烟草、机油、绝望，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毫无逻辑，把赵毅的思路搅得一团乱。他完全无法将这些词组合成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个仓库早就被夷为平地，变成了一片长满杂草的瓦砾。这要怎么找？难道要他把整个工地都翻一遍吗？江峰睁开眼，收起了那根已经不再晃动的灵摆。他看着困惑的赵毅，将那块写着询务咨询的牌子翻了过去。去吧，赵队，那片废墟里藏着你失去的信任。江峰站起身，将那张办公桌推回原位，动作干脆利落。有时候找东西需要一点运气。他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和一台金属探测器。深夜，南港码头旧址，几道光柱照亮了一片建筑废墟。这里曾经是金海市最繁忙的货运中转站之一，如今只剩下混凝土块和碎石瓦砾。滴滴滴，电子音在空旷的废墟上回荡。赵毅握着一台手持金属探测器，在一片狼藉中缓缓移动。探照灯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一哥，这都3个小时了。一个叫王超的年轻刑警用脚踢开一块碎砖，声音里满是疲惫。除了钢筋就是铁皮，这地方还能挖出金子来不成？他看了一眼赵毅的侧脸，压低声音对旁边的同伴嘀咕：队长是不是魔怔了？就因为那个算命的一句话，拉着咱们哥俩
来这垃圾堆里寻宝。另一个叫李军的老邢紧叹了口气，把手里的工兵铲往地上一插。你少说2句。队长心里憋着火，让他折腾折腾，一火也好。话是这么说，但他看着赵毅那副六亲不认的架势，心里也直打鼓，太荒唐了。一个刑警队副队长不看卷宗，不审嫌犯，半夜3更带着俩心腹，拿着淘宝上买的金属探测器，在一片废墟里找一个算命先生说的盒子。这事儿要是传回局里，赵毅怕是得直接被送去做精神鉴定。赵毅对身后的议论充耳不闻，他的耳朵里只有探测器的鸣叫。江峰的话在他脑子里反复回响：金属盒子、孩子的希望、烟草、机油、绝望。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路了。他信江峰，与其说信，不如说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滴滴滴滴，探测器突然发出一阵急促的警报。王超和李军立刻来了精神，围了上来。这儿，赵毅用脚尖在地上画了个圈，李军二话不说，抡起工兵铲就挖了下去。几分钟后，一个锈迹斑斑的东西被刨了出来。王超用手电筒一照，是一块弯曲的汽车轮毂。操！王超骂了一句，把轮毂一脚踢开。希望刚冒头又被浇灭。这样的循环，在这3个小时里已经重复了不下20次。挖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废弃的扳手、扭曲的钢管、半截铁链，还有一个被砸扁了的易拉罐。警报每一次响起，都吊着他们的神经，可每一次挖出来的都是垃圾。废墟很大，他们3个人在这片废墟里大海捞针。赵毅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皱了一下。刘振国，他走到一边接通了电话。喂，刘顾问，阿姨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刘振国，市局刑侦支队的顾问，也是看着赵毅从一个愣头青成长起来的半个师傅。还没，在外面跟个案子。赵毅含糊的回答，我听说了，你最近在查理想的案子，动静不小啊。刘振国顿了顿，语气变得语重心长。阿姨，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那个坎，但案子已经定性了，